江巡微微撑大眸子，看着济南琛着急的神色，不许什么？济南琛双手捧着江巡的脸颊，强迫两人视线相对，脸颊上没了平时的沉稳，恶狠狠地瞪着他，赌气一般的冲他说道：“不许和我划清界限，知道没？”江巡眨了眨眼，有些懵。他和济南琛只是情色交易，又不是谈恋爱，这要怎么划清界限呀？江巡愣了好半天，才缓缓出声替自己辩解：“我没有。”他小声道：“没有想和你划清界限。济南琛如果离开自己，也很危险，可能会走上出卖身体的不归路，而且还会被讨债的人找上门，自身安全也有保证。”秦子敬虽然有时候很过分，但是江巡也十分的清楚，对方是冲着他来的。济南琛和他现在的关系，对于济南琛来说没什么影响，毕竟他们又不是在谈恋爱。听到江巡的回答，济南琛松了口气，那就好。江巡微微颔首，在警察局里被济南琛抚着脸颊，让他有种在庄严肃穆的地方偷情的羞窘感。他轻轻把济南琛的手拉下来，柔声安慰：“好了，我们回去吧。”济南琛应下，好。三人从警察局出去，一同到了江巡的家里。此时已经是12点了。济南琛并未跟着一起进去，他在门外看着江巡，含情脉脉地抚摸了一下江巡松软的头发，淡淡表示：“回去好好睡一觉，你担心的事说不定明天就解决了。”江巡看着济南琛深邃迷人的漆黑瞳仁，像是有种魔力似的，让他莫名的相信。他轻轻点了点头，他踮起脚尖，轻轻抱了一下济南琛，这个温暖的怀抱让他感觉到安心。晚安。济南琛紧紧把单薄的身躯搂在怀里，低头，鼻尖在江巡后脖颈轻轻嗅了嗅对方身上的清香。晚安，江巡。江巡依依不舍的和济南琛分开，他进小区时在心底想着，如果不是因为秦年在场的话，他包养的情人对象应该会问他讨要一个离别吻吧。济南琛看着江巡离开的身影，眼眸渐深。济南琛低声一笑，淡淡收回视线，让司机过来接自己回自己的住所。司机来得很快，黑色的迈巴赫停在夜色中，后座的车门被打开，济南琛坐了进去，车子缓缓行驶。他拿出手机给刘秘书拨通了电话。刘秘书在家收到济南琛的电话时略微有点诧异，老板一般很少在这么晚的时候主动打电话过来，既然主动打了，那就说明是一件很急的事情。济总，这么晚了，有什么吩咐吗？济南琛坐在车里，双腿微微交叠，眉间凌厉。帮我查一个人，明天中午之前，我要知道他的详细资料。他言简意赅的表示，这个人的名字我发给你，尽快去办。刘秘书已经许久没听过济南琛这样的语气，知道事情的重要性，急忙答应下来。好的，我这就去办。解决了这件事，济南琛心地的大石头才总算是落下来一点。他放下手机，微微合上双眸，闭目养神。偏偏这时，季母远在大西洋的一通电话打了过来。济南琛看了看来电显示人，选择接通，语气懒散：“沈女士，今天怎么突然想到来电话了？”季母的声音很年轻，却带着一股子贵妇人的雍容华贵。她微捂着唇调侃道：“本来是不想打的，但是听说我儿子第一次进派出所，所以来慰问慰问。”济南琛淡淡表示：“已经出来了。”继母慵懒的缓缓道：“你不是说去南城追媳妇吗？怎么还把自己追去派出所了？”济南琛扶额，无奈表示：“没办法，您儿媳妇的追求者太多了。”继母捂嘴轻笑了声：“再多也没有我儿子优秀吧？怎么还没搞定？要不要明天妈来南城给你撑撑腰？”济南琛拒绝不了，他微微蹙了蹙眉头，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机会，等以后再说吧。继母轻轻摆弄着刚做好的指甲，一旁的佣人正在替他敷着面膜。他叹口气：“哎，你爸现在忙着替你打理京城的公司，都没什么时间陪我，我很无聊。而且给儿媳妇准备的见面礼，当时买成5000万，现在都涨了好几倍了，你也没让老娘送出去。”济南琛是知道他母亲给江巡准备的什么见面礼的，
是5年前拍回来的一颗15克拉的蓝宝石。他微微一笑，表示总会有机会的，您别急。继母轻轻叹口气，好吧。济南琛礼貌的回，很晚了，我就不打扰您了，晚安。继母笑骂了声，晚安什么？我正要用午餐了。知道国内的时间差，他挥手，好了，你早点休息吧。挂掉电话，济南琛重新闭上眼睛假寐。第二天，济南琛在公司处理完事情，并且第一时间拿到了秦子敬的资料，他仔细的查看着，和秦子叶与他交代的并没有太大的出入，只是更为详细一些。济南琛看着眼前的病例，眼眸微眯，严重摔伤造成脑损伤，成为了 PVS。 秦子敬是高2上半年办理休学的，他受伤的地方应该是在学校，但是被学校很快压了下来，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算多。他当时摔得很严重，差点没抢救过来，而当时唯一和他在一起的是江巡，秦父当时就报了警，声称是江巡推了他儿子，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放弃了这个说法。秦子敬抢救过来后一直在美国治疗，在床上躺了整整5年才恢复正常，而后来因为他母亲被秦父扶正，他的地位也慢慢起来，渐渐能和秦子叶抗衡。刘秘书在一旁恭敬的站着，主动向济南琛解释，关于秦子敬的伤势那一块是秦总亲自透露给我的，另外他已经让自己的小儿子禁足了，他还让我转告您，昨晚去警局的事太失礼了，今晚想约您亲自赔罪。济南琛眉头都不曾皱一下，淡淡表示推了。刘秘书有些意外的看着济南琛，面露疑惑。济南琛慵散的靠在椅子上，修长的指胶轻轻撑着下颚，仅仅是禁足，看来秦家还没得到什么深刻的教训，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秦家的项目你放点风声给其他公司。济南琛半眯着眸子，眼底闪过一丝狠厉，他要的是秦子敬再也不能来骚扰江巡。刘秘书点头答应下来，好的，季总，我这就去办。刘秘书退出办公室后，济南琛慢悠悠拿出手机，忍不住给自家男朋友发着调情短信，巡巡在吗？江巡回复的很快，济南琛情绪微微松动，在做什么？今天心情有没有好一点？片刻，江巡发来一张粉色的樱花、青色草坪的照片，并且配文，好多了，小年今天特意带我出来放松心情，你看樱花开了。济南琛捏着手机，眼底神色变化莫测，暗中磨了磨后槽牙，他怎么忘了除了这个疯狂的追求者，江巡还有个前男友。半晌，他蓦地笑了一下，正好，那今天就一并把问题全部解决了。济南琛给江巡回复，那你玩得开心，我下午来找你。江巡，好。两人结束聊天后，济南琛拿着手机迅速从联系人列表里找到了岳母的联系方式，发送短信，阿姨您好，没有打扰到您吧？江夫人突然收到济南琛的消息，显得有些诧异，小济啊，有什么事吗？济南琛，我准备了一些滋补养生的补品，想给您和叔叔送过去，您看什么时候有空，我过来一趟。江夫人和蔼的笑着，瞧你这孩子，有心了，我随时都有空，都可以。济南琛颔首表示，那好，那我今天下午坐车给您送过来吧。江夫人微微愣了一下，她怎么忘了小济的家世不太好，可能来他们家不是很方便，她急忙表示，不用特意过来，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去看巡巡了，这样吧，我下午过来一趟。济南琛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好的，我等您。秦年知道江巡心情不好，特意哄着江巡陪他出门看樱花。两人在外面玩了一整天，江巡的心情随着满园的春色轻松了不少，下午回来时脸颊上总算有了淡淡的笑容。秦年把着江巡的肩膀，亲昵的和他凑在一起，两个人脑袋挨着脑袋往家里走，一边兴致勃勃的感慨，我和你说了吧，植物园的樱花开得可好了，你还不信？江巡嘴角挂着笑，温柔的回答，是很不错。出去走走确实对心情有不少的帮助，江巡心里思索，这么好的春色，下次可以和济南琛一起去看看。秦年嘴角微微上扬，嘿嘿，哥哥疼你吧？江巡微微点头，刚想回答，
前方却突然传来一声威严的喝声：“江巡，你在干什么？”江巡微微一怔，和秦年听到声音，同时抬头往前方一看，看到了熟悉的两抹身影。济南琛懂事的站在江夫人旁边，而他母亲一双眼神凌厉的眼神扫视着自己和秦年，最终落在秦年搭在他肩上的手，眼底强压着怒意。这表情像是抓到了出轨现场。江巡有些意外，为何母亲会突然来找他，但是见到自家母亲这副表情，便知道是他误会了。江夫人不曾见过秦年，所以并不清楚两人关系，此时见他们这样，自然很容易想歪。江巡淡淡松开秦年，神色如常：“妈，您怎么来了？”江夫人带着济南琛大步走到跟前，看着江巡颇痛惜的模样，她捂住胸口，指了指两人：“我不来还不知道，你竟然背着小季偷偷和其他别人约会。”他一脸疼惜的看向济南琛：“江巡，你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小季？爸爸妈妈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秦年见到江夫人误会，立马摆正态度，急忙摆手：“不是，阿姨，您误会了，我和小江不是你想的那个关系。”济南琛恰巧在这时假意大度解释：“阿姨，他们只是关系比较好的好朋友而已，您别多想。”江夫人情绪略微稳定，狐疑的看了看江巡，又看了看济南琛：“真的？”济南琛微微颔首：“只是比较亲密而已，我们要理解循循。”江夫人眼底闪过一抹不赞同的神色，她的表情略带责备的看向江巡：“江巡，既然你有男朋友了，就得和其他人适当保持距离。你和朋友太过密切，不怕伤小季的心吗？”江巡站在一旁乖乖听训：“您说的对。”话落，他又偷偷瞥了一眼神色淡然的济南琛，在心里嘀咕：“可是现在济南琛不是她男朋友呀，应该不会伤心的。”江巡知道怎么哄他母亲，服软就好。我和小年只是太高兴，一时失了分寸。果然，江夫人蹙了蹙眉头，沉声交代：“下次注意。”江巡乖乖应下。话题进行到这，济南琛主动提议：“阿姨，您不是给循循带了东西吗？”他提了提手里的口袋，体贴道：“我们别在这站着了，先进去。”江巡看向自家母亲：“您给我带什么了？”江夫人看了看济南琛手里的东西，继续道：“不是给你带的，是给小季带的。他下个星期不是要去公司入职吗？你爸特意准备的。”参加晚宴后，在江父安排下，济南琛下周便要去公司任职，顺便他也打算替江巡好好查查江家公司的内部问题。江巡微微颔首：“那南琛你记得一会儿把东西提回去了。”济南琛温柔的点头：“好。”四人一同往江巡家里走。江夫人看向秦年：“对了，你还没给我介绍你的朋友呢。”江巡。秦年一向是个自来熟，冲着江夫人甜甜一笑：“阿姨，我叫秦年，是江巡的同学。”江夫人有些意外的看向秦年，脸颊上染上了温和的笑：“原来你是江巡的同学啊！这么多年，江巡还从来没带我见他的同学，难怪我不认识。”济南琛在一旁淡淡补刀：“循循和他同学感情一直很好，现在两人住在一起，同吃同住。阿姨您别急，以后有的是机会了解。”秦年纳闷的看了济南琛一眼，总觉得这话怎么听得这么不对劲呢？果然，他刚说完，江夫人脸颊上便出现了不赞同的神色，看着江巡：“江巡，小季没和你一起住，你却和你同学一起住的。”江巡。秦年偷摸摸瞪了一眼济南琛，磨了磨后槽牙，他说：“怎么听着这么不对劲呢？原来是在这等着他。”走到门口，江巡打开门，侧身让出过道，试图转移话题：“先进来吧。”江夫人一脸凝重，扫了扫众人，带着长辈的威严：“你们几个和我过来。”客厅里，江巡和秦年还有济南琛老实的坐在对面，等待着江夫人的兴师问罪。江夫人双手环胸，目光在三个人之间扫来扫去，最后落到了江巡身上：“江巡，你老实交代，你和小年不会有什么感情纠纷吧？又住在一起，举止亲密，实在是让人不得不怀疑。虽然是自家儿子，但是当着女婿的面，自己也不能偏袒，得问个究竟。”
江巡有些头疼的揉了揉额头，作奈道：“您真的误会了，我和小年没什么。”秦年也没了平时的脾气，老实的像个乖宝宝，坐好看着江夫人，伸出3根手指保证：“阿姨，我发誓，我真的和江巡没什么。”见江夫人不是很信，她索性坦白道：“实话和您说了吧，我虽然也喜欢男人，但是我和小江，我们俩吧，撞号了，就算住到一起，也不会发生什么的。我对他没反应，您放心。”嗨嗨，被岳母做主，悠哉悠哉喝着茶水的济南琛被狠狠的呛了一口水，他压着嗓子抬头不可置信的看着两人。撞号。江巡颔首，济南琛的头脑席卷着风暴，等等，是他理解的那个意思吗？不对啊，如果撞号了，那秦年当年怎么会和江巡在一起？他喃喃自语的问道：“那你们之前为什么会在一起？”江巡略带疑惑的看着他，声音里自带天生的一股子冷意，解释：“我和小年没在一起过。”秦年也附和着江巡的话，继续道：“我和小江一直都是朋友，小江还没谈过恋爱呢。”江夫人在此时也及时的出声，笑盈盈的看着济南琛：“这个倒是，小季，你确实是江巡的初恋。”听到初恋2个字，江巡和秦年对视一眼，表情有些微妙。理论来说，济南琛应该不算是。原来这样，济南琛表情松散，有些失态。原来江巡并没有和秦年在一起。一时间，巨大的狂喜冲上脑门，他脸颊上抑制不住的欣喜，竟然是这样。他抬眸望向江巡，眼底散发着夺目的光亮。江巡缩了缩脖子，有点受不了济南琛如此灼热的目光，他点了点头，随后解释：“不过读书时，小年当过我一段时间绯闻男友。”秦年瞥了江巡一眼，吐槽：“还不是为了帮你挡桃花。”原本喜悦的情绪慢慢褪去，济南琛也渐渐的品出了不对劲。他看向秦年：“你没和巡在一起，那你们是？”秦年嘴角微翘：“如果硬要什么关系的话，当然是好闺蜜了。”济南琛当头一棒，从喜悦中回过神后，他扶了扶额，眉头突突的挑：“好闺蜜，假消息害人。”济南琛暗中懊恼，他之前到底错过了什么？从高中开始，他明明可以靠近江巡，说不定没了这件事，两人早就在一起了。济南琛心底闪过淡淡的失落与忧伤。短短的一个误会，竟然让他蹉跎了原本可以和江巡相处的10年光阴。然而更恐怖的是，那他之前到底干了什么？他对秦年的警告岂不是彻底把对方得罪干净，甚至还扬言有的是办法让秦年离开南城，还付诸了行动。此时那姓徐的影帝就在赶来的路上。秦年眼眸闪烁，自然看出来济南琛对于江巡的看重，所以并不是很生气。恰巧这几天的相处，他其实也觉得济南琛是个可以托付、值得依赖的男人，真心替江巡感到高兴。小江和你才比较般配嘛，和我也不搭。这时突然响起一通电话，秦年接通电话后脸色微变，同江夫人礼貌表示：“阿姨，我接个电话。”他压抑着声音走到阳台，断断续续的传来：“你打电话来干嘛？”“我不下去。”“你搞笑呢？凭什么你叫我下去就下去？你算老几？”再到后面的咬牙切齿：“姓徐的，你给我等着。”秦年挂断电话后，迫不及待的告辞下了楼。江夫人也大概品出味来，带着兴味的看了看2个小年轻，缓缓起身：“好了，我也先回去了，你爸快下班了。”江巡起身：“我送您。”江夫人佛了佛手：“不用，司机就在下面，我自己下去。”叫母亲这样说，江巡也不好多说什么，把人送到了门口。人都走后，一时间内房间里只剩下了江巡和济南琛2个人，气氛有些说不上来的尴尬。江巡轻轻关上门，回过头来看着济南琛，语气平淡：“南琛，你以为我和小年以前谈过恋爱？”济南琛垂着眸，心虚的不敢看江巡的眼睛，闷顿应下：“江巡再怎么迟钝，也渐渐回过了神，了解了大概，知道他母亲是济南琛请过来，以为他和小年可能有旧情，这是怕他们旧情复燃。
济南琛缓缓走上前，轻轻牵起江巡的手，语气有些自责，态度诚恳：“对不起，巡巡，是我的原因，我误会了。”他哑着声，视线看着江巡：“你是不是生气了？”济南琛自责的蹙眉，嗓音沙哑：“怪我，你别气。”江巡摇了摇头，抚上了济南琛的眉头，温柔道：“我没生气。”济南琛瞳孔一震，视线看向江巡，心底诧异：江巡竟然不生气吗？江巡嘴角挂着浅浅的笑，心底暗中思索：人耍点小性子，拈酸吃醋也是很正常的吧？自己作为金主纵容着点他的小性子，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济南琛此时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之前的举动是多么不理智，他苦笑的看着江巡，与对方对视，深情告白：“巡巡，我这么做也只是因为太在乎你了，你要是不喜欢，我改。”他抓紧了江巡的手，语气有些患得患失：“你别不要我。”江巡思索，难道是怕自己和他解除合约吗？想到这，他轻轻抓着济南琛的手，语气温柔的安抚：“我真的没生气。”江巡的脸颊染上抹红，强装镇定的做出金主模样：“你可以向我使小性子。”他语气微顿，睫毛轻颤，仰头亲了亲济南琛的唇角：“挺可爱的。”济南琛内心震撼，男朋友会疼人了。对于男朋友的这套说辞，济南琛自然不会放过谈价还价的机会。他勾唇，嘴角带着一抹浅笑的看着江巡：“可以耍小性子，可以吃醋，都不会生气。”江巡轻轻摇了摇头：“不会。”济南琛进一步的得寸进尺，他走上前追问：“那可以让你以后离你的那些追求者远一点吗？”江巡抬眸看着他，小声反驳：“我本来就没什么追求者。”济南琛勾着江巡的腰，搂着对方，语气略微吃味，叹道：“明明很多。”江巡瞥了眼济南琛，知道对方应当是没什么安全感，所以才会这样耍小性子。作为金主，是应该给对方足够的安全感。他好脾气的解释道：“好，答应你。不过我和小年，我们之间真的没有什么。”江巡顿了一下，垂下眸：“读书的时候，他帮了我很多，是很好的朋友，你别吃他的醋。”“知道了。自从知道秦年的属性，他讨好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吃醋？不吃。”济南琛轻轻揉了揉江巡的脑袋，语气颇有一些宠溺的味道：“都听你的。”江巡轻轻嗯了一声，现在把人哄好了，又想到上次答应对方的要送他一块表，如今是时候该兑现了，便转移话题道：“上次不是说想送你一块表吗？我们现在去逛逛吧。”没想到自己耍小心机，男朋友完全没怪罪，甚至更好说话了。济南琛心想，江巡可真看中他，微微笑着表示同意了男朋友想给自己买东西的这个提议。两人一起驱车来到了南城最大的一个奢侈品商场，江巡带着济南琛便是接二连三去了几个大的奢侈品手表店。从 Rolex 专卖店出来后，济南琛略微停下了脚步。虽然她是很想要男朋友首次送的定情信物，但是第一次送的礼物动辄几十万，对于江巡来说还是贵重了些。更何况他看中的是江巡送他礼物的这片心意，并不是礼物的价格。江巡见身后人迟迟没有动作，停下脚步回头：“怎么了？”济南琛拧了拧眉头，语气为难的看着江巡：“巡巡，其实不必买这么贵重，几千块的就行。比起这个，我更想和你戴情侣款的。”江巡略微思索了一下，这几年自己确实没有买过手表，再添置一只也可以，索性便答应了下来。我也许久没买过手表了，那一起吧。只是作为金主，谁会送几千块钱的表给情人戴？那不是很奇怪吗？江巡自然也是不愿意的，这样不就委屈了济南琛跟着自己了吗？江巡抬眸问道：“你知道有哪些几千块的手表品牌吗？”他还真的不知道。江巡以自己为借口，把济南琛的话堵了回去，继续说道：“我还是比较习惯戴以往买过的腕表品牌，再看看吧。”济南琛想了想，如果自己戴几千块的腕表，只要是江巡送的，还是很乐意。但是男人终归对表还是很有追求，
让他的江巡去带这种几千的，他却也舍不得。思及此，济南琛也只能答应了的下来。好吧，听你的。江巡微微颔首，目光转动，看向四处，在不远处就有一家腕表店。他挽着济南琛的胳膊，我们去里面逛逛。这是法国的一家奢侈品店，主要以珠宝、腕表、香水的销售为主。两人走进店里，柜姐便热情的迎了上来，下午好。看着江巡和济南琛两人的气质不凡，一看就是非富即贵，柜姐脸颊上的表情也更加的热络了起来。两位先生是想挑选点什么呢？走进店里，价值不菲的珠宝透过玻璃橱窗呈现在眼前。江巡扫了扫周围，言简意赅的表明来意。你好，我们是想选一款情侣腕表。听到情侣腕表，柜姐的眼睛都亮了，她侧身伸出手，腕表在里面的展台，先生，需要我帮你推荐吗？江巡带着济南琛往里走，礼貌的表示好的。柜姐直接带着两人来到最中央的展台，拿出钥匙打开柜门，戴着手套把其中一只表拿了出来。两位可以看看我们的这情人桥系列。两人把视线放到了柜姐手里的腕表上。这对腕表和其他的表很不一样，不是传统的表盘，中央是一架金属桥，最左侧是一个撑伞的翩翩少年，代表时针，最右侧是一位清秀玫瑰的优雅男士，代表分针。柜姐笑盈盈的向他们解释，这只表每过1个小时，撑伞的少年便前进1小格，直到12点他便会和男士在桥中央相遇，拥吻在一起。这款手表又被称为世界上最浪漫的情侣腕表，每只的单独售价为88万。他微微一笑，两位的运气真的很好呢。同性系列的腕表是今年才推出的，目前我们店里也只有这一对现货。济南琛的表情听到最浪漫的情侣腕表时，眼眸微亮。南琛，你喜欢吗？江巡微微看向济南琛，询问。济南琛一时间没了声音，不喜欢的话他确实说不出口。这种含糊不清的时针转动方式，或许对于其他人来说有些黏糊，但是对于济南琛来说却又极度渴求。毕竟暗恋了10年的男朋友好不容易和自己在一起了，谁又不想方设法的宣告全世界呢？江巡的声音带着愉悦，看来是喜欢了。他从口袋里拿出银行卡，干净利落的做着决定。你好，就这个吧，刷卡。柜姐一愣，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利落的付款，说话都有些不利索。好的，请稍等。他整理了一下情绪，把两人往里带。两位先去 VIP 休息室坐一下吧，我马上为你们打包。江巡微微颔首，好。两人跟着柜姐一同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早已经准备好了饮品和甜点。两人坐下时，济南琛才算是重新找回一点理智来。他微微蹙了蹙眉，虽说这几十万对于自己来说也并不见得有什么，他办公室里还躺着几只价值1000万的手表，但是男朋友第一次便送自己如此贵重的礼物，而自己欣然接受，难免有吃软饭的嫌疑。他猛地一震，反应过来，他现在的可是贫穷人设，刚在一起便拿了江巡100万还债，又被安排去了他家公司工作，现在又收了这个表，这不就是在吃软饭吗？济南琛扶了扶额，虽说男朋友的软饭是挺香的，但是巡还是不买了吧。济南琛面露为难的看着江巡。江巡抬头疑惑的看着他，怎么了？济南琛思索着，为了不让自己吃软饭而飞快的找着借口，回答道，这个手表每隔12个小时才能亲吻对方，寓意不好。江巡眉眼含笑的看着济南琛，明明很喜欢手表，却不忍心让自己花钱，故意找着借口，心头微动。他侧身与济南琛对视，语气低沉温柔，手表里是要等12个小时。江巡嘴角挂着抹浅笑，脸颊微烫，轻声说道，如果是你的话，随时都可以。济南琛漆黑深邃的瞳仁一震，整个人向江巡逼近，语气低低喃语，巡。两人视线相对，江巡不由自主的绷紧背脊，手抓了抓沙发。现场突然变得寂静了下来，两人的视线黏腻的缠绕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暧昧与燥热的氛围。
济南琛缓缓的靠近了些，江巡紧张的颤了颤眸，以往这个时候都是要接吻。就在两人气氛正热时，一声清脆的叩门声打断了两人。噔噔，桂姐拖着表盒在门口敲了敲门，两位久等了。江巡和济南琛尴尬的立即转身，乖乖坐好。桂姐走到面前，微微蹲下，把表盒打开，这是两位的表，请检查一下。另外一只手紧接着把江巡的银行卡递了上来，先生，你的卡请收好。江巡点头，把卡收下。好的。济南琛稍微检查了一下，确认没问题后，微微颔首，从桂姐手里把手表接过，谢谢。桂姐起身，微微鞠躬，要是没什么问题，我就先出去了。她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就不打扰二位了。江巡、济南琛，显然刚刚桂姐已经看到了，但是问题是你都已经打扰了，现在还怎么亲得下去？济南琛无奈一笑，取下其中一只白色表带的腕表，轻轻牵起江巡的手，拉到自己跟前，我来替你戴。江巡也没推辞，点了点头，伸出手，好。这只白色的腕表相对另外一只黑色的显得要秀气许多，江巡的手腕单薄瘦弱，戴这一只要合适许多。济南琛的动作很轻柔，解开表带，轻轻扣在江巡的手腕上，神色认真的把江巡的手捧在胸口，缓缓的把表带扣好。手腕有些痒，又有些热，济南琛态度虔诚的江巡都不好意思看，默默的垂下了眼。直到他感受到中指指环上被套上了一个冰冷的金属物件，江巡微微抬头，便看到自己的中指上此时赫然套上了一枚素色戒指，而在最中心镶嵌了一枚绚烂夺目的红宝石。江巡的眼神略带疑惑，这不小的红宝石显然不是济南琛的经济范围能够承受的。济南琛噙着优雅的笑，托起江巡的指尖，轻轻吻了一下，礼尚往来。看出江巡的怀疑，他硬是面不改色的将自己自从和江巡确定关系便精心准备的红钻石戒指道：我这个只是几百块钱的玻璃戒指，和你送我的腕表不能比，你别嫌弃，要是不喜欢的话，下次给你准备别的。江巡张开指尖，脸颊漾出一抹笑，反复看着指节上的戒指，谢谢，我很喜欢。济南琛视线也看了过去，眼底露出一抹心满意足的笑。果然和自己想象的一样好看，江巡的手指修长纤细，又很白皙，配上这样鲜艳欲滴的红宝石，衬出了一抹艳色。这双手就适合济南琛眼神渐暗，就是合捆起来，或者去握着什么。江巡确实很喜欢济南琛送的这枚戒指，哪怕对方说这只有几百块钱，但红色的宝石很衬托他的皮肤，看起来似乎凝白如玉了些。他反复的看了看，你要是不说它是玻璃的，倒真的很像是宝石。济南琛随口糊弄，说明我眼光好。江巡嘴角笑意渐深，他伸手轻轻把另外一只黑色腕表拿了起来了。好了，我给你把表戴上吧。济南琛了一声，乖乖的伸出手，任由江巡温柔细心的替他把腕表戴上。两只一大一小的腕表挨在一起，衬托的相得益彰。戴好表，两人从店里出去，此时时间还早，江巡提议先吃了晚餐再回去，济南琛自然欣然答应，两人一起来到了西餐厅。而这时，一个陌生的电话打进了江巡的手里。江巡低头，略微疑惑的看了看，对于这个电话号码并没有印象。济南琛坐在江巡的对面，笑着看着他，调侃：不会是你的追求者打来的吧？江巡摇了摇头，不是，我不认识，可能是店里的客人。为了让济南琛放心，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了免提。喂。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一个熟悉的男人声音才阴恻恻的开口：江巡。江巡被秦子敬的声音吓了一跳，下一秒，一个温暖的手掌便握住了他的手。江巡看了济南琛一眼，从对方的身上找回了一丝安全感。他强装镇定的冷声道：秦子敬，有什么事吗？秦子敬在电话那头阴郁的笑了一声：江巡，你的男朋友可真是有本事呢，竟然能让我爸把我送进疗养院，你是不是以为我真的怕这个？江巡一怔，疑惑看向济南琛。
她男朋友什么时候有这个本事？她怎么不知道？济南琛略带心虚的错开江巡质疑的视线，心底一声叹息：完了，不会这个时候掉马吧？秦子敬疯狂的声音还从电话那头传来：江巡，我爸不可能关我一辈子的，我总能找到机会出来的。你等我，我会来找你的。听到秦子敬的话，江巡的情绪有些发紧，他握紧手中的手机。济南琛也在这个时候把江巡的手牵得更紧了。江巡强迫自己镇定下来，透过站立的灵魂去强行让自己不去惧怕对方。他的声音略紧张，带着一丝干涩：你以为我还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江巡承认他是惧怕的，但是当一切都那么赤裸裸的呈现在你面前时，现实却又不得不逼迫你去面对。而且江巡深知，如果他表现得越惧怕，对方反而越会的得寸进尺。这一点曾经的自己不是深有体会吗？甚至现在那短短的几十秒已经成为了自己这辈子挥之不去的噩梦。江巡的喉结轻轻的滑动，尽量与平时一样保持着平稳的语气：我现在不是高中时候，作为一个成年人，你以为我还会再受你威胁吗？秦子敬的呼吸一下子变得粗重了起来，甚至激动的打翻了什么东西。不可能，江巡，你还是在乎我的，是不是？我不信你会置之不理。江巡被对方突如其来的情绪给吓了一跳，他不由自主的往后推了推，济南琛一把搂住了他的肩膀，示意他别怕。江巡看着济南琛，深呼吸一口气，调整好情绪，继续对着秦子敬说道：你就算伤害自己，对我来说不过是无关紧要的人，我不需要对你负责，你才是应该对自己负责的那个，是吗？秦子敬阴冷的延长了声音问道，低闷的笑了好几声。可是你那天的表情可不像是这样的，江巡。他的语气从癫狂的态度逐渐呈现出一丝灰败和绝望。我现在就很想试试，你是不是像你嘴上说的那样毫不在乎？他话落，啪嗒一声清脆的瓷器掉落声让江巡为之一颤。秦子敬捡起来一块瓷块：江巡，你试过吗？动脉断裂，鲜血喷涌出来的样子，哈哈哈哈，那一定很有趣。江巡瞳孔微缩，整个人的脸色变得一阵雪白，几乎是要控制不住自己，痛苦的脱口而出：别！他刚想阻止，济南琛已经先一步抢过他的手机，接过了电话，对着电话那头的秦子敬，语气毫不客气：你以为这种要挟，巡巡便会来见你？江巡表情微微发怔，仰头看着济南琛，冷着一张脸，薄唇轻启，脸颊上带着一抹不屑和鄙视的情绪。他冷声道：你放心，你想怎么做，我们根本毫不在乎，也十分尊重你的意见，我不介意多送几个花圈。江巡有些着急的抓着济南琛的胳膊，眼神略带哀求，怕济南琛的话刺激到秦子敬。济南琛垂下眸，安抚的看了一眼江巡，对着电话击唇嘲讽：到时候我和巡巡会去参加你的葬礼的，让你在九泉之下看着我们恩爱无比，这样你也能走得安心。瓷片被恶狠狠的摔在了地上，电话那头传来了秦子敬撕心裂肺的吼声：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让我退出？我凭什么把江巡让给你？江巡微微松了口气，原来济南琛是在故意激他。济南琛给了江巡一个放心的眼神，他何尝不知道江巡做不到真正的放任不管，小动物江巡都没办法置之不理，何况是个活生生的人，济南琛自然不想让江巡伤心。说到底，江巡从小被保护的太好了，他父母完全尊重他的意愿，这些外面世界的险恶江巡根本没接触到。毕业后，他依旧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不愁衣食，过得顺遂无比，对于家里亲戚的狼子野心也毫无察觉，实在是太单纯了一些。即便这么多年过去，江巡还是一个过于理想主义的人，面对小动物他能不惜金钱救助，面对落魄的自己他也尽自己所能，太优柔寡断，却又过分善良。济南琛眼眸微闪，可是他喜欢的不就是这样的江巡吗？当初对陌生人尽到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那个笑容永远干净瞪净温柔的江巡吗？秦子敬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的声音拉回了济南琛的回忆。
江巡，他怎么会拿你的电话？你们在一起？江巡反手抓着济南琛宽阔的肩膀，让自己不至于太过于慌神。他是我男朋友，当然和我在一起。秦子敬的声音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江巡轻轻叹口气，语气十分无奈。子敬，你别再试图道德绑架我了。他咬了咬唇，眼底闪过一抹挣扎之色，继续道：高中时你不就已经知道那对我没用了吗？秦子敬近乎疯狂的声音总算停止了下来，他的语气微顿。江巡，你别这样对我。不知为何，好像济南琛在身边，自己都变得有勇气了许多。江巡鼓起勇气，做个了断。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吧，不要让彼此太难堪了。说完，济南琛已经十分主动的替江巡挂断了电话。两人一时无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济南琛才缓缓牵着情绪明显不高的江巡。好了，我们先去吃饭，吃了就回去。江巡微微仰头看着济南琛，不看电影了吗？他还记得自己好像还欠济南琛一次电影。济南琛嘴角勾着抹无奈的笑，宠溺的刮了下江巡的鼻尖。傻巡巡，电影什么时候都能看。今天心情确实不好，两人看电影也不是什么很好的体验。江巡想了想，点头，好吧。两人去西餐厅用餐，吃了好一会儿，江巡才算是稳住了心神。他抬眸看着济南琛，面露疑惑，越发不解。济南琛抬头看着他，嘴角浅笑，看着我干嘛？江巡刀叉插着一个小番茄，停下手里的动作，问出了心底的疑惑。南琛，你是用什么办法让秦子敬他爸把他送进疗养院的？济南琛神经紧绷，整个人坐得笔直。来了，该来的审问最终还是来了。作为一个穷小子，他是怎么联系到秦家董事长的？这真的很难糊弄过去。济南琛的大脑飞速运转，思索着怎么回答江巡的这个问题。他语气十分缓慢，一边说一边编。当时和他打了一架，他哥接的他，就顺便和他哥说了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济南琛喝了口水，掩饰自己的慌张，面不改色的继续说道：可能是他哥和他爸说的吧。江巡轻轻咬了一口小番茄，微微颔首，原来是这样。济南琛忙不迭点头，两人吃完饭便回到了江巡的房子。此时秦年却依旧没有回来。济南琛牵着江巡进了他的卧房，两人一同在床边坐下。济南琛看着江巡，几度欲言又止。他看了一眼江巡，问道：巡巡，你和秦子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告诉我吗？其实济南琛已经隐隐猜到，江巡极有可能是因为秦子敬的自我伤害受到了阴影。他缓缓地安抚着江巡，什么事都自己一个人扛，很难受吧？告诉我，两个人一起想办法，总比一个人好。江巡看着神色认真的济南琛，闪过一丝动容。他抿了抿唇，眼底闪过挣扎。真的要说吗？济南琛体贴的从对面起身，坐在了他的身旁，大掌抚过他的头顶，把江巡的脑袋靠在了自己的肩膀上。江巡，相信我，我可以给你依靠。他试图说服对方，什么事情我们总是要试着去解决的，伤疤如果不及时清理，它会溃烂腐败，会越来越严重。把你的故事告诉我，让我了解你，治愈你，好不好？江巡眼眸微闪，抬眸看着男人棱角分明的下颚线，从这个角度能看到济南琛过分长的睫毛和半合的眸子十分认真。这一刻，江巡发现自己无法拒绝济南琛的话，他的内心告诉自己，他很信任眼前的男人。江巡痛苦的合上眼，浅浅道：好。最终他缓缓睁开双眼，眼底一片清明，脸颊上陷入一片回忆的神色。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问题，没什么不好说的。我和秦子敬认识的时候，他正在被他哥哥欺负，当时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午餐也被倒扣在了他的头上。江巡语气略紧，其实我也没做什么，只是给他递了个纸巾，让他擦干净脸，顺便给他递了块面包。后来听同学口中说，他哥哥经常针对他，不让他吃饭，找高年级的欺负他，
我就经常带着他一起去食堂。我爸爸和秦家有生意往来，所以他哥哥不敢对我怎么样。江巡回忆到这里时惨然一笑，说到底是我太圣母心了。如果他微微攥紧了自己的衣服下摆，整个人颤抖着陷入一片回忆中，如果我及时止损，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不管是对他好，还是后面因为他的自我伤害而无底线的妥协。济南琛轻轻地把江巡搂在怀里，一遍遍柔声安抚，宝贝，这不是圣母，是善良。因为家庭环境，江巡从小接受的便是善意，而温养出来的善良纯粹。江巡微微捂着脸颊，闷顿的声音从喉咙里干涩的发出，南琛，我试过反抗的，但是我害怕，我怕我承担不了那么重大的罪孽。江巡撑大眸子看着济南琛，眼尾一片潋滟的红，他的手心一片冰冷的摊开，似乎还能感受到当时的触感。血是温的，是腥的，是难闻的。第一次和他划清界限时，他半夜偷偷进了宿舍，爬上了我的床，他划伤了自己，流了好多血，我的手捂住他的肚子，却怎么也止不住。济南琛心疼极了，他难以想象一个16岁的少年要怎么去承受对方这种行为，从小被捧在掌心的小少爷如何应对过这样的情况。他轻轻抚着江巡的背，把人紧紧搂在怀里，安抚，这不是你的错，宝贝，是他病了。江巡痛苦的靠着济南琛，眼底染上一抹水雾。那时候我有个喜欢的人，虽然我没见过他，但是我们在网上聊了很不错，甚至都约好了见面，可是他这样一闹，我彻底不敢了。济南琛听到这，眼眸微闪，默默捏起了拳头，咯吱作响。江巡继续回忆，后来他开始限制我交朋友，不让我和其他人说话。那段时间我极度封闭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当时真的很难挨，好像在学校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很漫长，我的成绩也出现了下滑。直到李老师发现了不对劲，他找我聊了很久，我终于鼓起勇气，打算彻底和秦子静结束这段奇怪的感情。李老师叫了他母亲来，把秦子静带回去休养了一段时间，而我这时也和小年商量，让他假扮我男朋友，彻底摆脱对方。济南琛的心被提了起来，他知道接下来就是江巡一直迈不过的那个坎，后面一定还发生了什么。济南琛声音沙哑，把江巡紧紧的庇护在怀里。然后呢？江巡回忆到这，脸色越发的不好看了，唇间一片惨白，整个人控制不住的绷紧，一双手更是死死的抓着济南琛的衣领，然后他把唇死死咬出了一串血印子。然后济南琛看到这样的江巡，心都快滴血了，他低头用脸颊轻轻挨着江巡的脸颊，微微揉着他的脑袋，声音沙哑，好了好了，觉得难受的话以后再告诉我。江巡依附着这个温暖的怀抱，总算找回来一点温度。他在济南琛怀里缓缓摇了摇头，继续说完。秦子静他重新回学校了，他说他想开了，不打算纠缠我，让我晚上去实验室找他说清楚。江巡眼底一片血色，脑袋开始痛了起来，意识也变得混乱，他捂住自己的脑袋，痛苦的蜷缩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那天江巡如约来到了实验室时，秦子静正坐在栏杆上，双腿悬空，一个劲的晃悠，回头冲他一笑，江巡，你终于来了。江巡的脚步停了下来，漂亮纯粹的小脸上闪过一丝慌乱，他快步走过去，清脆悦耳的声音带着淡淡的恐惧，子静，你到底想干什么？秦子静看着江巡过来，情绪越发激动，你别过来，你敢过来我就跳下去。江巡双手向前，脚步硬生生停下，好，我不过来，你别冲动。秦子静见江巡没了动作，这才稳定下来，他回过头冲着江巡笑，恭喜你啊江巡，听说你交了男朋友了，我看到了，和你很般配。说着说着，他的情绪越来越低，甚至带着一丝委屈，连你也不要我了吗江巡？江巡扶着墙，腿已经软了，我不是这个意思。秦子静吸了吸鼻子，抹着眼泪，自顾自地说，从小大家都不喜欢我，说我是野种，是小三生的，只有你肯对我好。他微微望向漆黑的夜色里，现在你也不要我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江巡精致的脸颊上褪尽血色，他清越的声音带着急促，子静，
别，求你别这样。因为恐惧和慌乱，江巡眼眸撑得大大的，眼尾不自觉滑落出泪水。他害怕又自责又懊恼，都是我的错，我不该不听你的话，我回去就分手，你下来好不好？秦子敬看着江巡，眼底满是诀别，嘴角的笑容却越来越大。江巡，你别骗我了，我爸说要让我转学，以后我就见不到你了，你始终会和别人谈恋爱的，和别人在一起的，但不会是我。江巡是真的害怕了，他几乎是带着哀求道：可以的，你别跳，我答应你在一起，只要你别跳。江巡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感觉难受极了，好疼，全身上下都好疼。他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也控制不住的蹲了下去，难受的抽泣着。秦子敬，你别这样。那一刻，他恐惧了，也妥协了。秦子敬却并没有信他的话，他站起了身，歇斯底里的朝江巡吼着：你骗人，江，你就知道骗人！我从这里下来，你就会让我妈把我带回去，然后关起来，一辈子见不到你。他的眼底一片嫣红，与其这样，他嘴角蔓延起了诡异的笑，看着江巡，还不如让你永远记住我。话落，对方毫无留恋的纵身一跳。不要！江巡一声哽咽的哭喊，随即整个人扑了过去。他是抓住了秦子敬的手腕的，江巡整个人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因为太过用力，浑身都在颤抖，脸颊也通红扭曲。他吃力的咬着牙，想要把秦子敬拽上来。子敬，我拉你上来。秦子敬悬在半空中，嘴角始终挂着笑，没有动作。16岁的江巡当时并没有多少的力气，他如何能把一个100多斤的男孩子拉上来？饶是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方的手也在缓缓的往下滑，不受控制。江巡摇着头，眼泪断线似的，一滴滴砸到了秦子敬的脸颊上，他哭得像是个泪人。子敬，拉紧我，拉紧我，好不好？伴随着江巡哭着的苦苦哀求，抓着的人如同一个断线的风筝，狠狠的向地面砸去，发出了砰的一声巨响。江巡瞳孔放大，眼睁睁看着秦子敬身下的血缓缓蔓延开来，他几乎是一瞬间瘫软在地。当时的实验室距离地面3层楼，他慌忙的拿出手机，边哭边打了120，随后又给老师打了电话。江巡奔下楼，不敢挪动秦子敬，身下早已经被鲜血染红。他一遍遍喊着秦子敬的名字，对方却始终没有回应。那是江巡离死亡最近的一次，那无边无际的恐惧像是要把他吞噬干净。夜色里只有他们2个人，鼻尖的血腥气让他快要呼吸不过来。更恐怖的是，身旁的在缓缓的失去气息，直到完全没有了呼吸。江巡就这么跪在秦子敬的面前，一点点看着生命的流逝，毫无办法。秦子敬失去心跳的那几十秒，江巡觉得自己像是要坠入无边的深渊，绝望极了。无数的情绪糅杂在一起，悲痛欲绝，懊恼不已，无能为力。最终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昏死在了秦子敬旁边。再次醒来时已经是在医院了，他的父母和老师都来了。江母满是心疼的看着江巡，也不由哽咽道：傻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知道和我们说呢？江巡满眼通红，看着李老师，声音哑得不像话：老师，秦子敬呢？李老师微微叹口气，告诉了江巡，他晕倒后，校医和他就到了现场，对秦子敬做了心脏复苏，人现在已经送到医院抢救过来了。江巡眼底重新亮了亮：真的？李老师肯定的点了点头：真的。回忆闪回，江巡的声音疲惫不堪：自从那次，我就再也没见到过他。纪南琛听到这，整个人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他难过的蹙着眉，握紧拳头。他当年怎么能那么轻而易举就放弃了？为什么不陪在江巡身边？他抱着江巡，像是要把人揉进骨髓里似的。都过去了，你现在有我呢，不怕。江巡眼底布满红色血丝，他抬眸，眼眶滑落出一滴泪来。他抓着纪南琛的手捂住自己的胸口：纪南琛，这里好痛。纪南琛心疼的不像样子，他把掌心轻轻放在江巡的胸口，巡。江巡仰头，
主动的把胳膊搭在济南琛的脖子上，撑在济南琛前面，挺直了腰，唇轻轻蹭着济南琛的唇角。济南琛，我好难受，你亲亲我，好不好？江巡迫不及待的上前，将自己的唇奉上。巡，济南琛有些来不及反应，但是听到江巡的这句话，他几乎是下意识大掌按着江巡的脑袋，把人拉近，触到江巡的唇边，开始反客为主。他的唇很凉，还有些干涩，济南琛安抚般的轻轻在江巡唇间温柔摩挲着，反复挑逗，用实际行动告诉对方别怕。两人气息微重，纠缠在一起，不分你我。济南琛渐渐眼眸上涌现出了暗色。江巡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探进济南琛的衣服内，他迫切的需要找点其他的事情来扰乱自己此刻忐忑不安的内心。济南琛何尝又不知道这是江巡的心病，他抓住江巡作乱的手腕。两人分开时气息都有些粗重，济南琛压抑下心底的邪火，神色认真的看着他，巡，你别这样。他的大掌轻轻抚摸着江巡的脸颊，不用给自己这么多负担，我们之间不是只有这个，慢慢来，我陪你。江巡动作一顿，湿漉漉的眸子看着他，完全没了平时那副平静温柔的模样。济南琛继续轻轻揉了揉他的头发，你不也意识到是自己一退再退，他才会得寸进尺吗？我们改了不就好了？而且他看着江巡的眼睛，神色认真，他现在不是好好的吗？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你就当做了一场噩梦，好不好？江巡眼眸瞪大，看着他，声音缓慢，真的可以当是一个噩梦吗？济南琛，为什么不可以？江巡眼睁睁的看着他，可是我还是很难受，济南琛。济南琛指腹轻轻顺着江巡的脸颊，抚上他的眼尾，把江巡的泪痕拭去，都过去了，巡。江巡手上的动作还是没停，他的手死死攥住济南琛的衬衣，几乎用哀求的声音看着对方。可是，我想，他的力度抓紧，给我，好不好？济南琛看着被折磨的痛苦不堪的江巡，哪里还说得出拒绝的话？他心疼的看了看江巡眼底的红血丝，一股大力把人压在床上，看来是得做点什么，你今晚才能睡个好觉。说完，他整个人附了上去。江巡今天的反应尤为激烈，用尽自己全身的力气来释放自己的情绪，又抓又吼又哭，磨人的不像样子。济南琛自然知道江巡是需要把这样的情绪发泄出来的，不管是用哪种方式，所以他的动作也比往日直接粗鲁了许多，两个人把全部的力气都用到了彼此身上。这注定是个激烈不已的夜晚。宣泄完情绪后，江巡终于恢复了平静，他此时眼底满是疲惫，却老老实实安安静静的躺在了济南琛的怀里。济南琛微微把人搂紧了些，眼眸底下是艳足的神情。江巡抓着济南琛的胳膊，整个人缩在济南琛的胸膛了，在临睡前喃喃自语道：谢谢你，南琛。济南琛没说话，知道江巡已经把最难熬的挺过去，他安抚的低下头，吻了吻江巡的额头，两人温存的靠在一起，沉沉睡去。生物钟的原因，济南琛早早便醒了，他睁开眼，第一眼看到的便是怀里那恬静美好的面容。济南琛没怎么动，嘴角勾起一抹浅笑。所谓的追求者解决了，秦年这个前男友的身份也是假的，现在就只剩下他和巡他们的感情问题了。济南琛眉目一转，笑意凝固在脸颊上。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他虽然偶尔在江巡这里留宿，但是终究还是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自己还有个装穷的问题没有解决。他愁容满面的看了一眼睡得正香的江巡，犯了难。现在如果向男朋友坦白的话，对方才刚刚受了刺激，会不会一气之下和自己提出分手？济南琛摇了摇头，不行，风险太大，更何况他现在还没有名正言顺的住进男朋友家呢。还是先想办法住进男朋友家里后，两人感情慢慢稳定后再坦白为好。想到这，济南琛不由看着江巡，陷入了沉思。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进了室内，奢侈的卧室凌乱一片，被子皱得不成样子，衣服也都随处丢弃，桌子歪了，
椅子倒了，就连飘窗旁也是一片狼藉，可见昨晚的战况激烈。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暧昧的味道。江巡皱着眉，长长的睫毛抖了抖，被光亮扰得睁开了眼。他头发凌乱，脸颊上一片红润，有些茫然的眨了眨眼。随后腰部传来一阵难言的酸痛，江巡咧着嘴，小声急促的嘶了一声，意识渐渐回笼，想起了昨晚的荒唐一幕。哦，他昨晚和他的金丝雀做的好像很过分。想到这，江巡不由脸颊发烫。他微微撑起身子，淤青的眼下带着疲惫，看起来一脸亏空的江巡抬头，正好看见了罪魁祸首正捡起撕坏的衬衫，慢条斯理的往身上套。因为昨晚江巡的动作太过于粗鲁，济南琛的衬衣被撕坏了好几个口子，更是因为他抓得太紧，整件衬衣皱皱巴巴的不成样子。江巡悠悠的看向对方时，济南琛刻意背过身，露出了几道红色的抓痕。江巡，他一脸诧异的看着自己的金丝雀的一举一动，一边艰难的扶着腰坐了起来，语气略微沙哑，却带着一抹不可思议。南琛，这件衣服已经破成这样，不用穿了吧？济南琛转过身来，对上江巡不解的视线，淡定从容的道：怎么会？他面不改色的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往下拉了拉，凑合一下，还能穿。男人的声音还带着一夜放纵过后的低沉和性感。注意到江巡的声音沙哑的不像话，他转身去拿了一瓶矿泉水，体贴的扭开瓶盖，温柔的递给江巡，声音这么哑，先喝点水。谢谢。江巡也不客气，他喉咙确实干涩的像是要冒烟一样，二话不说接过瓶子，咕噜咕噜喝了大半瓶。济南琛不动声色的拿起江巡喝剩下的水，抬起精致的下颚线，一口喝光，随后把瓶子一拧，丢进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塑料袋里。江巡瞪直了眼睛，实在不解：南琛，你这是干什么？济南琛露出一抹笑来，为了能和男朋友同居，毫不客气的卖惨道：我想这瓶子丢了也是浪费，不如给我拿去卖点钱。江巡此时的人生信条正在崩塌，他给了对方整整100万，他的金丝雀怎么也不会沦落到要捡矿泉水瓶子的地步吧？江巡颤了颤睫毛，有些不可置信的问道：南琛，我不是给了你一笔钱吗？你有穷到这个地步吗？济南琛抬了抬眸，慢条斯理的把剩余几颗扣子系好，面不改色叹息道：用完了。江巡声音放大了些，看着济南琛皱皱巴巴的衬衣和破掉的裤腿，质疑：可是你连好一点的衣服都没舍不得买。济南琛无奈叹口气，解释：巡巡你知道的，我家里欠了很多债。他进一步道：况且我父母不上班，游手好闲，弟弟败家，赌博欠了一屁股的债，还有个姐姐要出国留学。听到济南琛这番为了家庭无私奉献的精神，江巡没有一丝怜惜，反而敏锐的嗅到了一丝不对劲。江巡轻轻转动着眼眸，疑惑的将视线看向济南琛，试探性的问道：南琛，是不是想我再多给你一笔钱呀？老实说，济南琛长得确实好看，气质禁欲，看起来比明星还要俊美几分，而且肩宽腰窄，线条流畅，体力也很好，讨人喜欢。100万包他确实有点便宜，加钱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济南琛脸下眼：我没这个意思。济南琛不动声色的捏紧拳头，他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那不又吃男朋友的软饭了？他现在只是想和男朋友同居而已。江巡看着济南琛这副模样，知道是自己误会，也不再多提。那好吧。济南琛抿着薄唇，喉结滑动，上面赫然晃着一道残忍的咬痕。他不露痕迹的把之前特意让刘秘书找来的公交卡捏在手心。好了，我该去上班了，巡巡你早点休息。说着，还装腔作势的拿走了江巡家的矿泉水瓶。江巡扶着额头，有些头疼的挣扎着起来。我送你吧。济南琛把人按下，假意体贴的道：不用，你好好休息，又不远，坐半个小时公交就到了。他动作微顿，眼底涌现出一抹期待，希望男朋友此时能出口挽留他。江巡刚刚使了一点力气，便觉得浑身酸痛。他想了想，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
确实送不了济南琛，只能作罢。他微微叹口气，好吧，那你路上小心于烟雨否？济南琛表情一正，脸颊震惊。为什么？为什么老婆不挽留他？济南琛很是哀怨的看了一眼江巡，拿着手里的公交卡，一步三回头的往门口走。那我走了，巡巡。江巡看着济南琛的表情似乎不太对劲，默默点了点头，视线却始终没有离开对方身上，看着济南琛破败的衣服，手里捏紧的公交卡，以及不甘心的带上了门。江巡微微垂眸，暗中思索，济南琛的这个意思是不是想要个车呀？他心底几乎是没怎么犹豫，觉得也确实该为济南琛添置一辆车。毕竟对方马上就要去他家上班，作为他明面上的男朋友，确实需要一辆车撑一撑场子。江巡暗中将买车计划记进小本本。济南琛一鼓作气走出江巡的家里，对于男朋友的不解风情生了好大一口闷气。来到公司，还是沉着一张脸。在南城的项目零零碎碎的差不多了，济南琛也在这段时间培养了一批高层管理人员。既是主要的项目还是在京城，他不可能真的不回去管理公司，而且这段时间都是一直由继父在替他管理。为了多待在老婆身边一段时间，济南琛打电话同父亲说明了原因，也把南城的公司安排妥当，打算花1个月时间去江巡他家里公司，替男朋友好好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今天便是他来公司的最后一天，一些事情差不多已经处理妥当，剩下的都是一些琐碎小事。刘秘书将继续待在公司，向他汇报一些决定性的大事。此时正拿着文件，轻轻叩了叩门。季总。济南琛脸色略沉，放下手里的文件，进。刘秘书大步走了过来，将文件递了上去，交代着：季总，这是您要的江家的公司备调，各个人员的职务以及学历能力都有标注。济南琛微微颔首，淡淡接过文件，知道了。他略微翻开江巡家公司的基础资料，江家的基础架构很简单，房地产为主营业方向，这些年有涉及纺织和机械的发展，但是推进的都不是很顺利。而高层构建以及股东占股就更加的有弊端了，其中江父占股 35%， 有 10% 在江巡名下， 10% 在其夫人名下，虽然拥有绝对控股权，却没绝对掌控权。其中几个大股东的股份占 20%， 江家的其余兄弟占股 15%。 江家在南城算是个不小的豪门，虽然比起沈眷这种世家大族还不是一个档次，但总归不会差上太多。但是因为江父白手起家，在公司控股这方面显然还是吃了不小的亏。见济南琛看得认真，刘秘书不由得出声提醒，汇报着其他的事。对了，季总，秦董事长今早特意来了电话，称已经让他的小儿子进了疗养院，没他的允许不许出来。另外，为了表达他的歉意，预祝咱们济氏落户南城，想特意为您办一次接风宴。济南琛眉头微缩，接风宴？刘秘书点头，是的，他说济总您初来南城，应当和南城的一些世家还没怎么碰面，不如趁这个机会多了解了解。济南琛掀了掀眸子，整个人往后靠了靠，语气闲散，他是有项目打算和济氏合作吧？刘秘书微微一笑，果然瞒不过济总您，他手头有个互联网的软件开发，前期投入太大，需要找个强大的合作伙伴。刘秘书话一顿，带着公事公办的角度，对着济南琛道：秦董事长为了这个项目，连最疼爱的小儿子都敢舍弃，可见是下了血本，而且这是对于我们来说也有益处。济南琛眼底闪过一抹赞同之色，他是商人，核心的利益自然能打动他，更何况对方连亲儿子都关起来了，自己也不能不给这个面子。可以，他打算定在什么时候？刘秘书看了看时间，大概在半个月后，毕竟这次他应当是想借着您来南城好好造一波事，自然得好好准备。济南琛头也没抬的认真看着文件，行了，你去回复他吧，就说我答应了。刘秘书微微鞠躬，往后退，好的，我这就去办。处理完公司的事，第二天便是和江巡约好的他家里的公司上班。想到昨晚江巡劳累了大半宿，济南琛懂事的没再去找江巡，
而是回了自己住的地方，让江巡好好休息休息，恢复体力。虽然人没有去，但是纪南琛还是没有忘了和自家男朋友发甜蜜短信。纪南琛，宝贝，下班了吗？江巡今天压根就没去上班，直接在家里休养了一整天，才勉强恢复力气。他收到纪南琛发的短信，下意识以为纪南琛要来找自己，所以回复的很快。江巡，在家，怎么了？纪南琛，没什么，就是想你。江巡半躺在沙发上，听到纪南琛这样毫不顾忌的露骨表达，还是没忍住，心跳狠狠的悸动了一下。他一向听不得软话，正想问纪南琛要不要见面，下一秒对方的短信便发了过来。纪南琛，明天要去叔叔的公司上班，有点紧张，担心自己表现不好，给你丢脸。江巡失笑，原来是担心这个。对待自己的情人，自然得耐心的哄着。江巡思索片刻，发过去安慰的信息，没关系，我相信你。纪南琛，那明天你会来公司吗？江巡疑惑，我去公司干嘛？一心想让江巡也参与到公司的纪南琛快速的找着借口，不来替我撑腰。江巡都已经能够想象纪南琛说这话时的神情了，他微微笑了笑，没办法拒绝。那我明天送你上班。纪南琛，谢谢宝贝。第二天，纪南琛一大早便来了江巡住的地方，还贴心话的给江巡做了早餐。两人吃完早餐，江巡亲自开车送纪南琛到了公司。财务部的人并不多，只有4-5个，然而这个部门却在公司掌管着最重要的部分。为了不搞特殊，江父并没有来见纪南琛，他也是走的正常流程去财务部报道。原来的财务部的总监是位女士，肚子微微隆起，看起来已经有5-6个月大了。她领着纪南琛往工作岗位上走，并且向他介绍了一下公司大概情况。纪南琛也是谦逊的一一应下。走到财务部门，对方推开门，拍了拍手，看向财务部原先的众人，大家把手的工作停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新来的财务总监纪总，以后他来接替我的工作。纪南琛面对这样的小场面，自然面不改色，眉头都没有皱一下，微微颔首，语气不卑不亢，大家好。所有人整齐的站起来，统一道，纪总好。原来的同事看向纪南琛时，眼底闪过一抹惊艳，没想到他们这位新上任的总监竟然是这样一位气质出众的青年才俊。纪南琛应下大家的招呼，表情平静冷淡，抿着薄唇淡淡道，以后就要成为同事，希望大家能支持我的工作。众人嘴上自然应付着一定一定，并且一一介绍了自己的名字以及职位。紧接着，原财务总监向纪南琛交接着工作，把厚厚的一沓文件拿了过来，一份一份递上。纪总，这是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还有预算管理、财务分析报告、收纳税和成本投入报告。纪南琛接过文件，好的，辛苦。原财务总监摸了摸肚子，笑着，我马上就要放产假了，倒是不辛苦，要麻烦你收拾这副烂摊子了。纪南琛勾起一抹礼貌优雅的笑，祝你产假愉快，小宝宝健康成长，好好休养，公司以后还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寒暄后，对方被老公接回了家。纪南琛也带着一副金丝眼睛，神色认真的翻动着手里的文件，他已经许久没有处理过这样工程浩大又琐碎的文件，颇有难度。看了大半天，纪南琛才缓缓放下文件，抬手轻轻用指腹揉了揉太阳穴，声音严谨的喊道：小李。负责财务的小李站起来，显得有些受宠若惊。怎么了，纪总？纪南琛把抽出来的2份文件放在桌面上，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语气。我们公司主营房地产业务，1年2个亿的宣传预算是谁批的？还有盛兴广场的开发项目的成本投入也是虚高。你把这2个项目的负责人叫过来，我要重新审核预算。小李面露难色，纪南琛冷眼一瞥，怎么，有意见？他微微蹙着眉，虽然自己不算太过于专业，但是这账目问题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便看得出来，看这些财务人员的表情，显然也是知道这件事的。小李摇了摇头，不敢违抗纪南琛的命令。我不是这个意思，纪总，我这就去办。不一会儿，一个熟悉的人走进了财务部的办公室，纪南琛微微抬了抬眸，看着来人，
面露出了一副果然如此的神情。小李在前面带路，语气很是卑微：“总裁，吉总有事找你。”江旭面上的表情一向都是和善的，他点头跟着过来，淡淡说了句“知道了”。走到济南琛跟前，他眼底闪过一抹异样，语气却依旧温和未变：“听小李说，季总似乎对我们的宣发预算颇有微词。”济南琛毫不含糊：“颔首，这个预算太高，我批不了。”江旭眼底笑意散去，这是我们专业人员核算过的费用，比起其他公司已经很低了。济南琛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语气也毫不客气，一针见血道：“别的公司主营方向不同，宣发方向也不一样。如果你是要批交际应酬的预算，我倒是可以，这个不行。”济南琛慵懒地半靠在椅背上，眼眸含笑，慢悠悠地伸出一根手指头：“我只能接受这个数。”江旭声音略激动：“你只批1个亿？”骤然减半，江旭自然不能接受。济南琛讥讽的笑了笑：“我的意思是1000万。”江旭不出意外的黑了脸：“1000万？你在开什么玩笑？”他看了看济南琛，触及到自己的核心利益，自然不会再端着笑脸给济南琛好脸色，嘴角勾起一抹异样的笑道：“况且这个预算审批已经批了，你说的不算。”济南琛面色如常：“只要我不签字，你拿得到钱？”江旭的眼神像是要吃人，他双手撑在桌面上，脸色吓人：“季总，说到底，你不过是个外人，这种公司的大事，你暂时还没有决定的权利。”他淡淡扫了扫剩余的几位财务人员，缓缓道：“这是江家的公司，终究还是姓江，你不过和寻是恋爱关系，还轮不到你做江家的主。”济南琛挑了挑眉：“哦，是吗？”江旭脸上的表情很不屑，仿佛在说不然呢。随后他看着济南琛不急不缓地拿出手机，拨通了江寻的电话。电话接通后，他语气委屈喊道：“寻。”江寻的语气有些意外：“南琛。”江寻礼貌性地问了句：“怎么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工作不顺利吗？”济南琛哽闷的沉沉应道：“江寻，怎么了？”济南琛面不改色的向男朋友告状道：“堂哥说我是外人，不配插手你们江家的事，他长长叹口气：“是我惹他不高兴了吧？不好意思，寻，不仅给你添麻烦，还给你丢人了。”季麦惨还不忘争取权益南琛绿茶发言：“可能是我现在的身份还不配吧？男朋友应该能理解他想转正的意思吧？”好家伙，你不去当川剧变脸大师都是委屈了人才啊！刚刚还和他针锋相对呢，谁能想一转头竟然向男朋友去告状。不只是江旭和这边的公司员工集体愣了，就连电话那头的江寻也顿了好一会儿，才斟酌的开口：“旭哥，他为难你了吗？”江旭此时的脸色难看的不像样子，他是怎么也没有料到济南琛竟然真的好意思向自己的男朋友告状。他暗中握紧拳头，视线看着济南琛，倒是想听听对方会怎么回答。济南琛挑了挑眸，慢悠悠瞥了眼江旭，嘴角噙着笑：“只是指导而已，旭哥是你的堂哥，怎么会舍得为难我？”江寻听到济南琛这语气，便知道对方应该是被为难了，他蹙了蹙眉头，表情有些不悦。电话那头，济南琛依旧在假装大度的拱火：“你也知道，我以前没做过这个工作，所以不太会，提出的问题他可能不太认同。”江寻语气略微为难：“那要怎么办？”济南琛随即不急不缓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这个决定旭哥不认同，我也没办法批，要不然寻你来公司一趟，我们一起商量个解决方案。”江旭死死盯着济南琛，像是要从他身上盯下一块肉来。济南琛没来公司之前，他是打死也不知道对方竟然会这么难缠。电话那头的江寻略微思索了一下，答应下来：“好吧，那你等我一会。”济南琛应下，和江寻说了句“路上小心”，随即挂断了电话。挂完电话后，那独属于上位者的压迫气质又回到了男人身上，对方嘴角漫不经心的笑意渐淡，抬眸看着江旭：“堂兄应该也听到了，我刚刚说话确实是冒失了。你说的对，我一个外人确实不好插手你们江家的事，这件事就让寻来决定吧。”
江旭微眯着眸子，嘴角带着冷笑，哼，我还当真是小瞧了你。济南琛双手环胸，面对对方的视线毫无压力，慢条斯理的压了下衣领。哪里，堂兄多虑了，我所做的一切也是为了江家好。江旭与济南琛针锋相对，气势上却没有输。也好，我倒是要看看，小寻难道连自家人都不帮了？济南琛言简意赅的纠正着他的错误。堂兄，我们这是公司，没什么自不自家的，利益至上。你……江旭被堵了个结实，气急败坏的笑道：那我们就走着瞧。济南琛拿着文件，不再理会江旭的话，继续开始查看着公司的财务。江旭狠狠憋了口闷气，冷哼一声，一屁股在济南琛对面的沙发坐下，等待着江寻来公司。江家的公司位于南城的核心区域，江寻的猫咖离这边也不见得多远，驱车不过半个小时就到了。对于自家公司，江寻自然驾轻就熟，轻而易举的找到了财务部。公司里的员工自然也都认识这位江家极少露面的继承人，见江寻来也都纷纷打着招呼：江先生下午好。江寻态度温和，对待每一位员工都彬彬有礼，礼貌的颔首回应过去：下午好。一边打着招呼，他一边推开了财务室的大门，略敲了敲门，推门进去。江寻走进财务室，第一眼就看到坐在办公椅上一身西装革履、气质非凡的济南琛，对方的模样气度颇有公司总裁的架势。江寻不由在心底暗自感叹，有些人的脸还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思索着，他也快速的瞥到了坐着对面的江旭，两人看起来都没什么情绪，表情严肃，颇有一种剑拔弩张的架势。财务部的员工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战战兢兢和江寻打过招呼，躲在电脑面前默默吃瓜。看到江寻进来，济南琛迅速抬头，随即漆黑深邃的眸底并发出一丝光亮，连语气都带着愉悦，嘴角更是微微上扬：寻寻，你来啦！众人震惊，这高端端的禁欲大总裁秒变修沟，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都不是，是老婆来了而已。江旭也稍微整理了一下仪容，重新端起平日总裁的架子：小寻，你来了。江寻看着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的看向自己，也不好意思表现得太偏心，只能道：南琛说他第一天上班，很多事没办法做决定，我便过来给他看看，参谋参谋。江寻眸子微弯：旭哥，你应该不介意吧？全程听了免提的江旭，他硬从嘴角挤出一抹笑来，继续道：自然不介意。小寻，你对公司的事上心，我高兴还来不及呢。他淡淡的看了一眼济南琛，面露难色，率先告状：南琛这次不肯签字的事，之前早就过了审批的方案，我们人员都安排下去了。小寻，你不要让我太难办。他话里行间都透露着善解人意，当然他第一天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嘛，我也理解，在其他没审批的项目上，我可以尽量按着他的意思来，不会说什么的，这个面子我总是要给你的。江寻把视线转向济南琛，带着疑惑。济南琛无奈的耸了耸肩，有些委屈的看着江寻：卖惨，我确实还不熟悉，也是怕添麻烦，只是这么大的项目不敢签字。济南琛深深的望着江寻：还是需要寻寻你来帮忙把关。江寻抬腿大步走向济南琛，语气温柔：没关系的，多处理几回就顺手了。他微微摊开掌心：那把审批给我看看吧。江寻的大学专业学的也是工商管理，虽不上心，但是还是略懂一些皮毛。济南琛把整理好的文件早就批注好了，递到江寻手里：这个你看看。他起身很是体贴的拉着江寻，把对方按到了自己的办公椅上坐下：来，坐着慢慢看，不合理的地方我都有批注，你看看对不对，再帮我改改。江寻脸颊上涌现出一抹不好意思来，小声道：可是这是你的位置。济南琛可毫不顾忌，他巴不得向全世界秀恩爱，他眼眸略深，沉声宠溺道：我的位置不就是老婆你的位置？江寻眉心猛地跳动了一下，没想到济南琛直接放了大招，他本来就是个脸皮薄的人，这下更是整张脸颊都红了个通透。一旁被强行喂了狗粮的江旭嘴角抽了抽。江寻坐下，小声呵责了句：
别乱说。他低垂着眸眼，开始认真的翻动着济南琛拿出来的文件。明眼人仔细一看，便知道济南琛的底子不一般，绝对不像他自己自谦的那样不懂专业的名词、规避的风险以及金额不合理和集团定位，他都有认真的写到这份文件上，就连不签字的原因也罗列的十分清楚。江巡一边看，心底暗自诧异，这么好的工作能力，以前在那体验馆还当真是屈才了。江旭也在一旁紧张的暗自观察着江巡的反应，不多时，见江巡放下文件，看向他时，语气略带一丝遗憾：“旭哥，这个审批我和南琛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个财务预算已经算是严重超支，确实没办法批。”江旭听到这，脸上的神色也绷不住了：“小巡，你多久没了解公司情况了？这些预算都是公司主要的管理人员通过专业计算出来的，现在这个社会，营销手段必不可免，酒香还怕巷深呢，你说是不是？”江巡合上文件，继续追问：“那去年公司这方面的预算是多少？旭哥你知道吗？”江旭点头，自然知道，去年的宣传预算是 1.5 亿，今年则是稍微提高了一点。江巡眼眸一抬，神色认真的看着江旭，反问：“那去年营销带来的实际收益是多少？”江旭面露难色：“这种收益怎么好计算？”济南琛勾着唇角，默默的在一旁补刀：“在巡来之前，我已经拿到了公司前3年的营销预算，分别是5000万、1个亿和 1.5 亿，而去年的总营收不过也和前2年持平而已，可见一味追加预算成本毫无用处。”江巡也微微颔首，十分赞同济南琛的意见：“南琛说的对，这样的预算对于我们公司来说太高了。”江旭脸色阴晴不定，可是南琛只答应给1000万预算，这怎么够？江巡微微一愣，看了看济南琛，济南琛不动声色的抓着他的手心，轻轻挠了一下，眼神示意他自己做决定。他眼眸微闪，体会到济南琛的用意，整理了一下心情，继续道：“1000万是有点低，那提高到5000万，旭哥你觉得如何？”江旭表情略微错愕：“那不是倒退回到前几年的预算了？”江巡此时也没了什么耐心，直接道：“旭哥你要是不满意的话，这件事只能问问我父亲的意见了。”江旭看着江巡，自嘲的笑了笑：“小巡你就别开玩笑了，五叔巴不得你掌管公司，听到你提意见，他怕是想都不用想就会答应。”江巡假意没听出江旭话里的弯弯绕绕，颔首：“没问题的话，就按照这个方案去办吧。”江旭沉下脸色，带着文件：“那我去处理一下，安抚主要的负责人员。”济南琛还不忘添一把火，在江巡身后道：“辛苦旭哥。”江旭面色难看后离开后，江巡也从座位上起来，看向济南琛：“事情处理的差不多，那我回去了。”济南琛牵着他的衣袖，看着江巡：“我第一天上班，很多地方都不懂，万一再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办？”江巡略微一愣，济南琛把江巡重新拉到座位上：“不如你今天就在这里陪我。”江巡看了看周围的工作人员：“这怎么好？怎么不好？江先生，您来我们求之不得呢。”董事的小李立马冲出去搬来了一架椅子，和总监办公椅并排放在一起。“椅子给您放好了，你安心待在这。”济南琛修长的指尖轻轻点了点桌面上一沓厚厚的文件，脸颊上满是淡淡愁色。看着这么大的工作量，江巡终究是不忍心，思索了一下，猫咖现在也不是很需要自己，便点头答应了下来。“那好吧。”他坐下，一同与济南琛整理着文件，有疑惑的地方，两人还是会激烈的展开讨论。济南琛微微用余光偷瞥了一眼工作认真的江巡，温暖的阳光轻轻洒在他的神色，一层淡淡的绒毛在白皙的肌肤上镀上了淡淡的金色。江巡的睫毛很长，半垂眸子的样子漂亮的像是个精致的娃娃。这一刻，济南琛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悸动，一颗心为眼前之人激动狂跳。而且他发现江巡似乎也并不是那么排斥管理公司，认真的态度看得出来，他也挺在乎的。两人在公司一直待到晚上9点，连晚餐也是叫的外卖在公司解决，总算梳理出了一丝眉目。济南琛率先起身走到江巡面前：“
温柔的替江巡揉了揉他的肩膀。好了，剩下的我明天再整理，很晚了，我们回去休息吧。江巡放下文件，淡淡了一声。两人把财务室的灯光电器关闭，这才一起并肩走出公司。江巡拿着车钥匙，正要打开驾驶车门，却被纪南琛抢先扣住了手腕。他有些疑惑的抬头看向纪南琛。纪南琛微微一笑，表示今天辛苦了，我来开车。说着从江巡手里拿走了车钥匙，并且礼貌绅士的走到另外一旁，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江先生，请坐。江巡也不是扭捏做作的人，点头答应下来。好。他抬腿屈着身子坐进了副驾驶，另外一头纪南琛也快速的坐上车，并且俯身压了过来。江巡的睫毛眨了眨，语气有些轻。又怎么了？纪南琛温热的气息洒在江巡的脖子上，他笑意渐深，弯腰勾手把一旁的安全带拉了过来。没怎么，就是想替你系个安全带。江巡全身紧绷的坐在副驾驶，腿并拢，手放好，听话乖巧的不像样子。纪南琛整个人离得他非常近，只要他微微一向前，便能和对方完全贴在一起。不知为何，这样暧昧的相处方式反而让江巡更加呼吸急促，让他时常忘了他们只是单纯的契约关系。纪南琛抬眸便看到江巡这副模样，哑然失笑，系好安全带后并未离开，而是恶趣味的继续压近。巡巡，你看起来有些紧张。江巡不由自主的抓紧安全带，睫毛乱颤。没。哦。纪南琛语气拉长，好整以暇的看着他。你这个样子可没什么说服力，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对你做点什么呢。江巡呆呆的看着他。这下轮到纪南琛心灵遭受一击，他的语气渐深，抚了过来，拖着江巡的脸颊。不过我确实想做点什么。话落，他低头轻轻的吻上了江巡的眼睛，叹息一声，巡巡，你好可爱。江巡的脸颊蓦地红了个彻底，他闭上眼，满脸飞霞，语气慌张。南琛，我们该回去了。纪南琛意犹未尽的松开江巡，语气遗憾。好吧。他重新退回到座位上，扶着方向盘，余光瞥向还是一脸紧张无措的江巡，失笑。巡巡，更亲密的事都做过了，怎么还这么害羞？江巡慌乱的别过头，没理纪南琛，眼底却罕见的闪过一抹慌乱。他摇下车窗，冷风灌在脸颊上，热度才褪去不少。不一样，如果是那种肌肤之亲，江巡可以在心底安慰自己，他们只是交易关系，他没有和纪南琛建立长久的情感联系。可是现在这样，像是在谈恋爱。江巡吹着冷风，等温度差不多降下去，才回过头看着纪南琛，缓缓说了句：谢谢你，南琛。纪南琛知道江巡指的是那句谢谢是什么意思，他加重语气：公司那边有什么打算？江巡自然懂，纪南琛特意叫他去，自然不是因为江旭为难他，让自己给他做主这么简单的事，而是想让他看清楚自家亲戚的一些真实面目。他微微叹口气，有些自责道：我以前确实没想这么多，因为我对于管理公司确实不感兴趣，没想到我爸在公司这么难。江巡微微抿了抿唇，有点体会到为什么父亲母亲执着于想让他管理公司了，豺狼环绕，岂能安枕？纪南琛转动着方向盘，面不改色。那下一步你想怎么做？江巡握紧了拳头，眼底闪过一抹挣扎之色。公司的事是我的责任，可是猫咖还有动物救助，我也放不下。他视线偏远，眉间满是烦郁风眼恼，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纪南琛指出，问题总是能够一针见血。寻寻，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猫咖的运营方式，你只需要花一小部分时间在这就可以。至于宠物救助，用钱可比用人难许多。你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救助他们，是因为你不缺钱，但要是江家倒了呢？江巡瞳孔一震，他现在确实每个月都会定期砸钱用于宠物救助。听纪南琛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他这么长时间以来所谓的理想主义不过是家底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个，他什么都不是。江巡脸颊上染上一抹正色，所以管理公司才是最重要的。
济南琛微微颔首，只要江家不倒，寻寻，你始终可以给自己想做的事搭建一个小角落。他认真的给出建议，如果真的不感兴趣，外聘执行 CEO 也可行，不一定非得管理，但是该学的我们还是得学，管理层得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江寻现在对于济南琛的话浮现出一抹赞同之色，我懂了，不是非要什么事都得自己亲力亲为，也可以变通。济南琛微微一笑，聪明。江寻不好意思来，谢谢你，南琛。他眼眸闪过一丝动容。济南琛扭头看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抹笑，叹道：寻寻，你今晚已经说了很多谢谢了，不用和我这么客气。他语气一顿，声音加深，更何况我想要的感谢方式不是这个。对于济南琛的变相求欢，江寻脸颊上好不容易降下去的温度又重新升了上来。济南琛一路开到了江寻的小区，停在了地下停车库，两人一同坐电梯回了家里。让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2天没回来的秦年也到了家里，他此时正在收拾行李。江寻看着秦年，眼底闪过一丝欣喜，他自然知道秦年之前走失的徐影帝解决感情问题了，此时见秦年回来，便迫不及待地问道：小年，你回来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了？秦年把衣物收拾好，拉起行李箱的拉链，仰起头，脸颊上是明媚的笑容，都处理的差不多了。他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挠了挠头：小江，我打算搬去徐怀亭哪去？江寻脸颊上带着狭促的笑，语气揶揄：怎么，终于舍得原谅他了？秦年捧着胸口，此时宛如一个恋爱小花痴，他说：愿意公开我。江寻也稍微吃惊了一下，要知道同时公开性取向和恋爱，那徐影帝的女粉怕是要心碎一地，事业恐怕也会有所影响。他为小年做到这一步也算有诚意了。江寻祝福道：恭喜你呀，小年，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了。秦年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随即看了一眼济南琛：那什么，我这是好了，姓纪的，你可得加把劲了。徐怀亭在楼下等我了，我先走了。他推着行李箱往外走，临走前转过身向济南琛做了一个加油的手势：我看好你，加油。济南琛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秦年，他早就和江寻在一起了，还要加那门子的劲。转念一想，莫不是秦年的意思是让自己加把劲，早日娶到寻寻？思考到这里，他对着秦年重重的点了点头，踌躇满志的道：我会的，路上小心。秦年甩了个飞吻：祝你们幸福，再见。江寻哭笑不得的目送着秦年离开，关上门后，房子里也只剩下济南琛和江寻2个人了。江寻抬眸看了看济南琛，询问：你今晚要回去吗？济南琛捏着手里的车钥匙，语气略微沉闷：那我可以不回去吗？江寻眨了眨眼，不假思索的道：当然可以。之前种种装穷企图同居皆以失败告终，济南琛仍然不死心，他抬眉看着江寻，视线悠悠，进一步的得寸进尺，直接打算打直球。那以后都可以不回去了吗？江寻脸颊微猛，一时之间有点没有反应过来济南琛的意思。济南琛眉眼微挑，看着江寻，不紧不慢的补了一句：以我们的关系，难道不应该是住在一起的吗？对方的表情显得云淡风轻，江寻则是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对哦，好像秦人确实是住在京主家里的，自己之前确实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而且一般都是京主专门买一套房子用来金屋藏娇的，这样一想，自己这个京主当的粗糙，太粗糙了。江寻点了点头，看着济南琛认真道：那好，一起住吧。他又抬头看了一眼济南琛，试探性的问道：或者要不要再给你重新买一套房？济南琛一脸莫名其妙的摇头：买房干嘛？他走到江寻的面前，宠溺的刮了下江寻的鼻尖，压低声音：我只是想和你住在一起而已。江寻有些奇怪的看着济南琛的动作，一时间2个人心里都涌上了一阵怪异的感觉，怎么总觉得他们说的好像不是一件事情。济南琛今晚也没回去，
没皮没脸的和江巡睡在了一间寝室，半夜还偷偷爬起来讨要了一下江巡的感谢方式，弄得江巡苦不堪言，声音温吞的说了好多软话，枕头都湿了一片才肯放人。第二天一大早，济南琛神清气爽的起床，有条不紊的准备着早餐。江巡也跟着一并起来了。昨天因为求饶及时，济南琛要的不算太狠，他勉强恢复了一些体力，坐在餐桌上眼巴巴的等着济南琛的投喂。济南琛煎了个蛋，还做了份牛奶芝士放在江巡的面前，笑意盈盈，多吃点补充体力。饶是江巡这样好脾气的人，都忍不住剜了他一眼。简单吃完早餐，济南琛慢条斯理擦了擦嘴，看着没什么反应的江巡，忍不住询问：今天就不打算送我了吗？江巡去更衣室拿了个东西，换上鞋，走到门口：今天不送你，带你去看个东西。济南琛疑惑：什么？江巡带着济南琛往外走，一心想给他一个惊喜，去看了就知道。济南琛一脸疑惑的跟着江巡来到地下停车场，走到了一辆红色的保时捷911面前，停下了脚步。江巡拿出车钥匙按了按，车子响了一下，随即江巡把车钥匙递到了济南琛手里：这是送你的礼物，以后开它去上班吧。济南琛看着这辆100多万的车，眼中的疑惑更甚：巡，好好的怎么送我车？江巡不好意思的垂下眸，不敢去看济南琛的眼睛，脖子渐渐染上绯色：因为你表现很不错，表现不错。济南琛扭头，一脸不解：哪方面表现不错？如果是床上的话，他应该担得起男朋友一句超好吧。济南琛重新把钥匙递到江巡手心：我不能收，太贵重了。江巡抬眸看着济南琛，有些诧异，耐心的向对方解释道：你不用觉得有负担，我去网上查了查，这是基础配置，大家都有。他的语气还带走一丝自责：我看他们的包，养对象都要买车买房的，你跟我是委屈了。济南琛站在原地看着江巡，全身紧绷，有些不可思议的对着江巡，语气缓慢又清晰：包养对象。江巡抬眸，对方济南琛晦涩难懂的眸子，不解的点了点头：怎么了？济南琛垂下眼皮，眼下眼底的一抹失望之色，他的语气略微低沉，原本的好心情在这一瞬间沉去谷底。原来在你眼里，这么久以来我们的关系，他自嘲的轻轻一笑，竟然只是包养对象而已。江巡看着济南琛有些失落的表情，一时间也有点懵逼，听对方这语气也感受到了一丝不对劲。之前江巡眸子微微瞪大，有些茫然的看着济南琛，语气试探：不是你答应的，要跟我吗？江巡脸颊上闪过一抹窘迫，耐心的看着对方解释着：这样难道不好吗？江巡不是没感受到两人的暧昧关系，但是心中始终有一道坎，让他无法坦诚的迈过去，去搭建更加亲密的关系。他有些害怕，一旦亲密过头后，两人褪去以前的热情，岂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还不如维持现状。济南琛抬头，视线沉沉的看着江巡，深邃的脸颊上带着淡淡的受伤：这样难道好吗？他哑了哑声，缓了好一会儿神，这才缓缓说道：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在一起的恋爱关系。江巡微微张着唇，却始终没有发出声音。他没有想到，原来一直以来对方竟然是这个想法。两人就这样站在原地顿了好一会儿，济南琛嘴角划过一抹苦笑，原来之前的给他买表买车，对他的关心，竟然一直是因为这种关系的原因，是他会错了意，领错了情。又过了好一会儿，济南琛头痛欲裂的脑袋总算缓过来一些，他自我安慰，尽管这样，那是不是说明至少江巡在心里也是有点在乎自己的？对不起，江巡的声音略带自责，他清冷的脸颊上带着淡淡的自责：是我误会了。当时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当时那种情况，我以为是你想我包你的，所以才答应的。江巡攥进了手，看着济南琛的眼睛，却始终没能理解到两人什么时候说了要在一起。他语气紧张的道：难道你认为上过床就默认在一起了吗？济南琛，他揉了揉隐隐作痛的额头，重新整理好心情看向江巡：
几经措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以为你。纪南琛的声音沙哑了下去，你愿意和我上床，是喜欢我的意思。江巡看着对方，心底跳动的厉害，他脸颊上渐渐浮现出一抹不自然，却压抑着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真的要和一个人展开一段亲密联系吗？他不确定，内心却又极度渴望。两种意念不断拉扯着江巡的思绪，他已经很久没有和人社交过，这种陌生的感情让他隐隐期待，却又不敢。江巡攥紧了裤子两侧，对着纪南琛吐露着之前最初的想法。我刚开始确实很喜欢你的相貌，是我喜欢的样貌。纪南琛嘴角苦涩，声音哑得厉害，巡，你还不如不告诉我。江巡抬眸看着对方，安慰道，我承认我是个肤浅的人，一开始却是带有目的性，但是后来你身上有其他远比相貌更优秀更吸引人的地方。纪南琛抬眸看着他，那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试着喜欢我呢？江巡不受控制的捂住胸口，往后退了一步，他能深刻感受到，因为对方这句话，浑身奔涌的血液脉搏都沸腾了起来，他无法控制，不能自己。心底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江巡忍不住避开纪南琛目光灼灼的视线，一时之间慌乱不已，他的声音都带着一丝颤意，我不知道。纪南琛不容置疑的走上前，抓着江巡的肩膀，眼底闪过一抹坚定。江巡，不知道的话，试一试好吗？和我在一起，我们谈恋爱。江巡听到对方的声音，懵懂的撑开眸子，看着纪南琛，喃喃自语，谈恋爱吗？纪南琛信誓旦旦的点了点头，对，谈恋爱。江巡睫毛颤了颤，这10年他从来没有交往过朋友、恋人，他的脸色微微发白，莫名的担忧起来了。10年了，他还有与人交往的能力吗？如果被他搞砸了怎么办？但是心底有个声音不停的在呐喊，答应他，答应他。这一刻，江巡知道他应该是喜欢上了眼前的这个男人。江巡微微张了张唇。纪南琛眼底重新拾起了一抹亮光，答应我好不好？巡，你是喜欢我的，别逃避。江巡缓缓闭上眼睛，抓住纪南琛的胳膊，犹豫不决的内心让他现在脑子里一片混乱，原本以为的关系被打破，让他有些慌乱。在这么理智不清、一时冲动的情况下，江巡有点不能控制自己。他看着纪南琛，艰难的舔了舔唇，终于拉回一点理智。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南琛？他捂着发疼的脑袋，我现在意识不清，让我好好的考虑清楚，再来回答你。他轻轻的把纪南琛的手从自己肩膀上拉下来，我现在脑子很乱。纪南琛看着江巡这副模样，心狠狠的揪痛了一下。他知道这对于江巡来说很难，对方的心理阴影让他对待亲密关系很是慎重，但是内心却有个声音坚定的告诉自己，这么多天的朝夕相处，江巡不可能对自己毫无感觉。他不过是还没有想明白而已。尽管心里疼痛难忍，但是纪南琛却依旧压下脾气。10年都等过来了，难道还怕这一时半刻吗？好，纪南琛无奈一笑，随即安抚般的揉了揉江巡的柔软脑袋，询问，你想考虑多久？江巡看着一脸认真的纪南琛，动了动唇，明天我给你答复，好不好？纪南琛微微颔首，好。他深深望了一眼江巡，却莫名没什么安全感，临走时还不忘叮嘱一句，含情脉脉的看着江巡，巡，我希望明天的答案是我满意的。江巡眨了眨眼，没答话，看着纪南琛转身欲走，没忍住，又快速拽住了他的衣袖，等等。纪南琛略带疑惑的回过了头。江巡重新把手机的钥匙递了过去，开口温柔道，车都买好了，你还是开着去吧。纪南琛没想到有一天沦为金丝雀，要开着金主送的车去上班，纪大总裁深深的郁闷了。可是看着老婆那双期待的眼神，他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拒绝，只得微微颔首，接过车钥匙。好吧。纪南琛打开车门，江巡挑的这台保时捷是个敞篷版，纪南琛坐在里面颇有一种纸醉金迷的感觉。他抚摸了一下方向盘，心头又紧接着梗一下，这难道就是
被包养的感觉吗？江巡在原地看着济南琛离开的背影，目光追随着车子越来越远，过了好一会儿，才呆呆的回过了目光。他想，他应该是喜欢济南琛的。回到家里后，他和秦年打了个电话，面对这样的情况，江巡显得有点不知所措，便打电话将情况告诉了秦年，询问自己到底要不要答应和济南琛在一起。秦年在电话那头听到江巡的描述，在沙发上滚了好几圈，差点笑岔了气。哈哈哈哈哈！小江，你等等，等我笑够了笑。他眼泪哗的笑了出来，捶了捶沙发。我说他之前对着我那一副正宫姿态，还一直吃我们的醋是为什么？原来是他以为你们走的是小甜文恋爱风，你以为你们走的是包养禁忌风，哈哈，两个人根本不在一个频道。江巡有些无奈的叹口气，语气幽怨：小年，别笑了。秦年捂住嘴，别笑，好好好，我不笑了。江巡继续理智的问道：那你觉得我应该和他谈恋爱吗？秦年一脸坦然：看你啊，如果真的喜欢他，为什么不谈恋爱呢？我觉得济南琛除了确实穷了点，各方面都挺好的。他语气严肃了许多。你呢，小江，问问自己的内心，你喜欢他吗？或许在济南琛面前，江巡不好意思开口，但是在秦年面前，他却十分坦诚。江巡认真的点了点头，语气放轻，应该是喜欢他的。秦年，那还犹豫什么？那就在一起啊。江巡担忧的蹙了蹙眉头，小年，我是对他有好感，但是他微微捏紧电话，我已经有10年没怎么社交了，最基础的交往经验一点没有，我怕和他谈恋爱出现问题，到时候连朋友都做不成。秦年安慰，可是小江，你和我的交往10年了，不也是好好的吗？别对自己这么没信心，你忘了以前大家都很喜欢你的。他语气顿了顿，再说了，你想一想，如果不能和济南琛成为爱人，你会遗憾吗？江巡无法撒谎，他坦诚的小声道：会。秦年拍了拍手，那不就得了，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没有谁活在这世界上把每段感情都经营得很好，我们能做到的只是好好对待每一段感情而已。江巡眼底闪过一丝恍然，嘴角也重新勾起了一抹微笑。我懂你的意思了，小年。他深呼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那我试试吧。挂断电话，江巡眼底闪过一抹坚定，他暗自捏紧了拳头，或许是时候该走出这一步，他不想错过济南琛。财务方面这几日也并不安生，因为前段时间在济南琛这里碰壁，江旭父子已经十分不满，平常在财务预算这里他们总能吃不少回扣，今年却被济南琛管控的死死的。不仅如此，在其他项目上的拨款有时也被济南琛4两拨千斤的给退了回来，导致他们最近受挫不少。总裁办公室内，江旭坐在办公椅上，脸颊上满是阴霾，而他对面也是坐着江家二叔。江旭的语气略沉，父亲，看来我们都估算错了，江巡这个男朋友野心不小，这几天公司大部分的项目费用每一笔都被他查得清清楚楚，我们想要动手脚根本就不可能。江二叔眉头紧锁，有没有办法把他弄出公司？江旭摇了摇头，对方做的太天衣无缝，我根本没有借口，更何况五叔对他也越来越看重。以往两父子要在公司的各个项目上捞不少油水，但是现在济南琛一来，不仅没得捞，甚至以前的一些项目上捞的钱也有让他们吐出来的架势，这哪里让人坐得住脚？江旭担忧的看向楼下，正好看到江巡进入公司，直接去了董事长办公室，他的心越发的沉了下来。不仅如此，最近江巡进公司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他的语气收紧，我感觉五叔和江巡已经有意全盘接管公司了。江二叔阴狠的摸着下巴，再不采取行动，我看你五叔再过段时间就该把我们爷俩扫地出门了。江旭眼底阴霾更甚，接下来要怎么做？他有些愤恨不平，我们不好过，他们也别想好过。江二叔略微思索了一下，缓缓道，我听说京城的季家最近在南城收购了许多企业，准备在南城落户。江旭眼眸一闪，父亲你是想？
江二叔呵呵响了一声，我记得我们不是在盛兴广场有个项目需要和他们合作吗？旭儿，你多活动活动。他半眯着眼睛，眼底闪过一丝狠厉。既然你五叔不念旧情，那就别怪我们和别的公司里应外合了。你去联系季家，如果配合他们收购成功，那我们要江家的40%的股份。江旭看向江二叔，也反应了过来，知道了父亲。既然给谁打工都是打，那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利益扩大的最大化呢？在江家只占10%的股份还要卖命，不如拿更多的钱替别人卖命。江旭恶狠狠的咬牙，五叔，你不仁就别怪我们不义了。这边处理完公司的大概事情，纪南琛心底依旧烦闷。没想到这么久的相处关系中，他在江巡的心里竟然只是个可有可无的小情人，这点认知让纪南琛感到无比的挫败。更何况江巡说的明天给他答复，而这个答复究竟会不会是自己期望的答案，纪南琛也没法知道。好端端的老婆变成了他的金主，这种憋屈谁能知道？怕是一直等江巡的回复，今晚都要提心吊胆的过。纪南琛拿出手机给沈卷打了个电话。沈卷在电话那头笑着道：纪大少这又是怎么了？舍得给我打电话了？纪南琛言简意赅，今晚出来喝酒。沈卷体内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又怎么了兄弟？你和你的白月光是不是又闹矛盾了？不然你这个24孝男朋友怎么会舍得不陪老婆出来和我喝酒？提到男朋友这3个字，纪南琛的心又梗了一下，他语气烦躁，别废话，出不出来？沈卷笑盈盈道：哪能不出来啊？自然要好好听听咱们纪总讲故事了。纪南琛笑骂了声出息，随后挂断了电话。恰巧在京城的几个朋友也打电话来询问他何时回京城，有时间聚一聚。纪南琛正忙着追老婆呢，自然回复了没空，又少不了被几位好友调侃一番。纪南琛慢悠悠道：真那么想聚，不如直接来南城。几位损友也是给面子，当即坐着私人飞机，当天杀到了南城。这些京圈的顶级富二代，沈卷自然也因为纪南琛的缘故认识不少，几人约在了南城的一家娱乐会所。这家会所很私密，平时也很注意格调，水墨丹青，还有专门抚琴轻歌的项目。几个富二代平时玩的挺花，一坐下也不和纪南琛客气，开口便是10瓶起步的康帝，又嚷着要陪酒的过来。尽管在外，纪南琛仍然为他家老婆守身如玉，听到叫陪酒的，抬头阻止了，只是约你们喝酒，别的项目等我走了随你们怎么玩。几人笑了声，知道纪南琛的脾气，那行，那今天哥几个就陪南哥喝个痛快。沈卷撩了撩衣袖，晃着红酒杯在纪南琛身旁坐下。纪南琛倒满酒，也不多说什么，只闷头就喝。几人坐在一处开始闲聊，作为好友，几人自然知道纪南琛来南城的最终目的，问道：还没问，南哥你来南城追到嫂子了吗？纪南琛又倒头喝了一杯，重重放下杯子，还没。沈卷在一旁瞪大眼睛，没有，你不是说你们在一起了吗？纪南琛心情越发烦闷，抬了抬眼皮，语气不善：是呀，我以为在一起了。沈卷凑上前来：什么叫你以为在一起了？难道江巡认为没和你在一起？纪南琛抵着额头闷顿道：他以为是他包了我。噗！沈卷刚喝的红酒直接喷了出来，可嗨嗨，包了你？纪南琛看着好友不可置信的模样，沉沉的点了点头，同样不敢相信的还有京城的好友，谈得面面相觑，纷纷笑出了声，哈哈，不是我说，谁包得起咱们南哥呀？嫂子多半在给你开玩笑呢。沈卷向大家解释道：这你们就不懂了吧？南琛在他老婆面前草的是贫穷人设，他略微疑惑，看着纪南琛，不过为什么江巡会这么认为呢？纪南琛很是幽怨的看了一眼沈俊，当初他不是给了你100万，他以为这就是包我的价格。噗！沈卷忍住笑，南琛，
我真不是故意的。嗨。济南琛看着好友的表情，默默摇了摇头，叹口气，又紧接着喝了杯酒。沈卷道：合着你今天是失恋呀？济南琛忧伤的闷闷回应：差不多，不知道会不会失恋，他也不确定。明天江巡到底会不会答应和自己在一起？事到如今，济南琛反而有点看不清，毕竟当初他以为的情投意合，到头来只是个权色交易。那现在他认为的江巡是喜欢自己的，会不会是他以为的呢？沈卷同情得看了济南琛一眼，给他斟满了酒。来，兄弟今晚陪你不醉不归。其他兄弟也纷纷道：不就是一个男人吗？南哥，兄弟们帮你搞定他。济南琛笑着瞥了他们一眼，得了吧，你们别添乱就成。不聊这个，喝酒，一醉解千愁。济南琛淡淡了声，二话不说，把兄弟们敬的酒全部一饮而尽。几人在会所喝了3-4个小时，桌子上全是空酒瓶，其中济南琛喝的最多。男人晃晃悠悠的起身，深邃神秘的厉色眼眸带着明显的醉意，他拿着酒瓶啪嗒一声摔碎在地上。所有人为之一振，纷纷把视线看向济南琛。只见济南琛带着醉意弯身去拿自己的外套，脚步虚浮缥缈。衣服，我要回去，巡还在家里等我。几人面面相觑，南哥这是醉了？不可思议，认识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见他喝醉。沈卷赶紧扶住济南琛，伸手去捞他的衣服，衣服在这。济南琛心满意足的把衣服拿好，醉意朦胧的掀着眸子，扫视着众人，眼底带着疑惑。我老婆呢？我老婆怎么没在这？众人，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南哥。10分钟后，大家面对着喝得酩酊大醉，坐在沙发上嚷着要老婆的男人，陷入了深深的怀疑人生。沈卷掏出济南琛的手机，无奈道：给江巡打电话吧，不然他肯定不会消停的。他把济南琛的手机递到另外一个朋友手里，你打过去吧，我不方便和他说。江巡接到电话，听说济南琛醉了，便迫不及待的从家里开车来到对方说的地方。一个路边的大牌坊，济南琛正被他的朋友扶着，踉踉跄跄的在路边等着。江巡把车停在两人面前，略带疑惑的下车，语气礼貌：你好，我是江巡，来接他的，你是南琛的朋友吗？对方一听到江巡的名字，立马把济南琛交给了江巡。嫂子好，我是南哥的朋友，你叫我小崔就行。江巡被这一声嫂子喊得脸颊发烫，济南琛看着他，满是醉意的脸颊上也带着傻气的笑意，整个人搂着他的肩膀，老婆，你终于来了。江巡，他脸颊一瞬间变得滚烫，羞涩慌乱看了一眼济南琛的朋友，不好意思道：没事的话，我先带他走了。济南琛满身的酒气，整个人趴在江巡身上，脑袋轻轻的蹭了蹭他的脖项，傻乎乎的嘀咕：老婆，你好香，好软。江巡此时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窘迫的看着济南琛的朋友，干巴巴解释：他应该是喝醉了，乱喊的。对方捂着嘴偷偷的笑着，理解，南哥喜欢嫂子喜欢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正常的。江巡眼底闪过一丝疑惑，看向对方。他和济南琛之前并不认识，所以对方口中的济南琛喜欢多年的那个人，肯定不会是自己。他的胸口发紧，难道其实济南琛有喜欢的人？那他现在放下了吗？江巡慌乱的扶着济南琛塞进了自己的副驾驶，几乎是道别后落荒而逃了。一路开车到家，济南琛就像是个粘人的狗狗，一直蹭着他不肯松开。他1.8米的大高个，江巡扶得很是吃力，花了好大半天的力气才把人搬到了床上。呼！江巡长长呼出一口气，擦了擦额头间的细汗，这才把视线方向在床上睡得正香的济南琛。看着对方棱角分明的五官，精致的容颜，江巡有点愣神，手不自觉的轻轻抚摸上了济南琛的脸颊，顺着眉眼滑到高挺的鼻梁，再缓缓落到薄薄的唇间。他想，他应该是喜欢济南琛的。就在这时，济南琛在睡梦里
突然猛地蹙了蹙眉头，感受到脸颊上的触感，他一把扣住了江巡的手腕，把人拉近，一把把江巡压在身下。他整个人把江巡禁锢在怀里，黑色的眼眸亮得吓人，表情有些痛苦，捧着江巡的脸颊，低喝一声：“别走！我真的很喜欢你，这么多年一直都喜欢你，你能不能也看看我？”江巡的鼻尖满是纪南琛的味道，他此时却觉得全身沁出了一股凉意，他整个人被纪南琛拢在怀里，身体上压着对方的力道，感受着他的温度和脉搏，江巡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僵直着身体，用眸子看着眼前这个已经醉得不省人事的男人，而对方漆黑深邃的眼眸深处酝酿着怎么也化不开的深情，让人看得心颤。这么多年，江巡重复了一句纪南琛的话，伸手轻轻地抓着纪南琛的胳膊，眼底闪过一抹被刺痛的神情。很显然，这个让纪南琛日日惦念，甚至连喝酒也不曾忘记的人，并不是他。江巡猛地想起刚刚纪南琛朋友说的那句话，喜欢了好多年的人。他看向纪南琛，难道对方心底一直有一个念念不忘的人？纪南琛把江巡压在身下，面对着这个自己不知道日思夜想了多久的人，卸下了平日的伪装，只剩下一脸深情。他缓缓俯下身，轻轻吻住了江巡的眼尾。你的眼睛好美。他的语气带着无限的感叹，紧紧的把人抱在怀里，语气带着无限的回忆。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这双灿若星辰的眸子能有一天只满心欢喜的看着我一个人就好了。话落，他双手视若珍宝的捧着江巡的脸颊，低头薄唇小心翼翼的吻上了江巡的唇。半晌，他突然傻乎乎的笑了起来，好甜好软。纪南琛小狗似的轻轻蹭着江巡的唇角，伸出舌尖快速的舔了一下。江巡瞳孔蓦地缩紧，纪南琛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脸颊紧挨着江巡的脸颊。老婆，好喜欢你。他说完这句话，便脑袋一歪，趴在江巡的身上睡死了过去。江巡双眼空洞的看着天花板，不知为何，心口的位置开始隐隐作痛，并且越来越难受。他语气低落，轻声问道：“真的那么喜欢他吗？”然后身上的人却并不能回答自己。江巡艰难的动了动手指，伸出手把纪南琛从自己身上推了下去。他缓缓起身，目光沉沉的看着纪南琛，一边把手放在胸口。他想，或许他是真的喜欢上纪南琛了吧，在那无数个朝夕相对的日子里。可是对方还忘不了其他人。江巡开始思考，或许纪南琛对他有好感是真的，但是今晚在看到他那副深情的模样后，他又怎么再能直视两人以后的恋爱关系？看着床上醉成一滩烂泥的纪南琛，江巡缓缓叹口气，最终还是没能忍下心，俯身替纪南琛解了衣服，脱了鞋，耐心的把他搬到床上，盖好了被子，并且打水来替他简单的擦拭了一下脸颊。做完这些以后，他坐在了床头，并没有去休息，一双明媚灿烂的眸子格外暗淡，看着漆黑无比的夜色，也不知道到底在想些什么。一夜无眠。因为宿醉，纪南琛醒来时头痛欲裂，他蹙着剑眉，难受的伸手揉了揉太阳穴，这才慢悠悠的睁开了眼。他已经许久没有喝得如此的醉了，昨晚的记忆全部断片，醒来时大脑出现了几秒钟的空白，紧接着他看到了熟悉的灯、熟悉的衣柜和熟悉的环境。纪南琛反应过来，这是在江巡家里。他眼底狭促的闪过一抹惊喜，江巡原来接他，是不是就说明他已经想好，做好决定要和自己在一起了？正兴致勃勃的想着，江巡正好听到动静，他从房间外面走进来，脸色平静，语气温和：“醒了，有没有好一点？”他手里拿着一碗姜汤，递给了纪南琛：“这是我熬的姜汤，听说喝醉酒喝这个会好很多，你尝尝。”纪南琛面露一喜，江巡一向不怎么会家务，今天竟然愿意给自己熬姜汤了，是不是说明他心底已经接纳自己了？谢谢。他快速的拿过姜汤，低头赶紧喝了一大口，不忘称赞：“好喝。”江巡眼底难掩憔悴，
看着济南琛这个模样，心底越发的不是滋味。他声音略微发涩，犹豫片刻，对着济南琛道：“喝了姜汤，能不能来客厅一趟？”他顿了顿，对着济南琛缓缓道：“有事和你说。”济南琛自然是知道什么事，他点头：“好，等下，我马上。”说着，他捧着碗，一口作气的把姜汤喝得一滴不剩，随即放下碗，掀开被子，从床上起来：“走吧，我听你说。”江巡微微颔首，率先往前走。济南琛脚步轻慢，十拿九稳的跟在江巡的身后。两人一同在沙发上面对面坐下，济南琛嘴角微翘，信心满满的看着江巡，而江巡则是坐得笔直，微微握紧拳头，眼底满是认真严肃的神色。他轻轻张了张唇，声音有些沙哑：“关于你昨天提的要不要在一起？”济南琛满是希意的看着他，追问：“巡巡，你考虑好了吗？”江巡艰难的点了点头，轻声道：“嗯。”他抬头与济南琛视线相对，漂亮的眸子里多了几分镇定与平静。昨晚思索了一晚今天的情况，但是没想到真正面对时，做的所有心理预设都不一样，他还是觉得有点难过。江巡尽量稳住自己的心神，看着济南琛，缓缓道：“南琛，我考虑了很久，我们还是算了吧。”济南琛的笑容蓦地凝固在脸颊上，他压下嘴角，不自觉的绷紧全身，看着江巡，眼眸深处一缩，他沉沉的问道：“什么叫算了吧？”济南琛整个人突然向前倾，整个人的气息压了上来，一双漆黑犀利的眸子更是不可置信的盯着江巡，语气里带着满满的失落：“巡巡，我不明白，什么叫算了吧？”江巡捏紧拳头，鼓起勇气与济南琛对视，对方眼底深深的失落无时无刻不在刺痛他。可是他默默收紧指尖，他没办法接受济南琛心里还住着其他人和自己谈恋爱。谈恋爱这件事是很吝啬的。江巡重新平复了一下心情，掩饰住自己内心的失落，努力让自己不去追问济南琛心底那个人到底是谁，不要让这段来不及发展的感情变得如此难堪。至少现在他还可以当那个云淡风轻、全身而退的人，两人之前的关系也只是包养而已。江巡抬了抬视线，看着济南琛，语气缓和冷静：“我昨晚想了很久，抱歉，我现在还是没办法接受恋爱关系。”他干涩的舔了舔唇，继续道：“我之前一直以为我们只是那种关系而已。”济南琛正在原地，所以呢？江巡看着他，语气发紧：“我现在还没有谈恋爱的打算。”他假装自己很理智，实际上内心早就慌乱一片了。我不是个适合谈恋爱的对象，我们不合适。济南琛深深的看着他，可是我想和你谈恋爱。江巡受不了对方那样灼热的视线，不由自主的往后缩了缩。济南琛能很明显的感受到江巡今天的态度很不一样，他承认在这一秒他伤心、失落，甚至是愤怒。他一点的逼近江巡，拽住了江巡的手腕，强迫对方与自己对视。你呢，江巡？你敢不敢问问你自己的内心？你不想吗？你不喜欢我吗？江巡受不了这样逼近的压迫感，他摇了摇头，甚至有些逃避。济南琛，你别逼我。济南琛愣在原地，失神的松开江巡。为什么？给我一个理由。江巡往后退了退，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慌乱的找着理由。我们一开始认识，不就是契约吗？江巡咽了咽口水，语气干涩：我不想发展一段莫名其妙的感情牵绊住自己，而且刚开始我只是想帮你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他垂下眼眸，倒逼自己回忆起当时的想法。抱歉，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结束这样的包养关系，以后就只做朋友。你家里欠的钱，我可以先借给你去偿还，你看这样好吗？这已经是江巡能想象得到最好的解决方法了。济南琛看着江巡，语气莫名苦涩：你这是想和我划清关系？江巡仰头看着他，表情略微茫然的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济南琛嘴角划过一抹苦笑：两人现在这个情况还能做朋友吗？怕不是他现在点头，下一秒江巡就要和自己再也不见了吧？他眸子微缩，
眼底阴晴不定，看着江巡，沉默了半晌，最终才缓缓道：“可是我不想和你做朋友。”济南琛捏紧拳头，做出决定，不是想包我吗？他的声音沙哑的不像样子。好，我给你包，你不是愿意继续这种契约关系吗？江巡回过神，原来对方是这个意思。他整理了一下思绪，艰难的点头答应了下来。那好，那我每个月给你100万，期限1年，可以吗？济南琛眼眸渐暗，眸底压抑着怒火。可以，怎么不可以？他缓缓走到江巡面前，抬手挑起江巡的下巴，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却未达眼底。老板大气。江巡被济南琛这样的眼神看得别扭极了，不自在的闪躲开济南琛的视线。济南琛的大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拖着江巡的后脑勺，把人按进了自己怀里。下一秒，江巡整个人被济南琛打横抱起，他抱着江巡，直挺挺的往卧室里走去。江巡猝不及防，脸颊上一片慌张，看着济南琛压抑的脸颊，不由自主的抓紧了他的胳膊，没忍住低低的道：“济南琛。”对于接下来的事情，江巡总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济南琛的气息低沉，一双黑眸一瞬不瞬的盯着江巡，抬手粗暴的扯掉了领带，语气危险：“既然这样，宝贝，我总得让你体会到物超所值吧。”济南琛抱着人稳稳的往卧室里走，走到床边，毫不犹豫的把江巡丢到了柔软的床铺上。江巡低呼了一声，下一秒，济南琛整个人便欺身而上。他一边说，一边利落的解着江巡的衣服：“总不能让你的钱白花吧？”江巡撑大眸子，眼底闪过一抹不可置信，就这么呆呆的看着他。济南琛说的很对，他没办法反驳他这句话。济南琛被这双眼睛狠狠的灼伤，他几乎是赌气的俯下身，在江巡的唇角撕磨着。他的力道很大，与平时那个温柔体贴的男人简直判若两人，仿佛只有这带着力度的啃咬，更深层次的探索，才能发泄他的怒火。江巡的唇带着一阵战栗，有点疼有点痒，男人的吻带着惩罚的意识，近乎粗鲁。他难受的拿手抵着济南琛的胸口，无声的抗议着对方的行为。两人的气息都很重，带着歇斯底里的味道。济南琛双腿跪在他的身侧，牢牢的钳制住江巡的双腿。江巡不敢再看济南琛这双深邃的眼睛，他认命的出声制止：“济南琛，你别这样。”济南琛动作一顿，江巡颤抖着手，慢吞吞的移动到自己的纽扣上，艰难的动作道：“我自己来。”济南琛如同被当头喝了一棒，他紧抿着薄唇，没有说话，片刻却一把按住了江巡的手腕，把他举过头顶，唇压下来，动作越发的粗暴了起来。江巡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件事也可以是这样的，没有技巧性的耳鬓厮磨，没有温柔体贴的照顾，没有两人忘乎自我的投入，发自内心的期待和每一寸灵魂都为之站立的快乐，有的只是毫无感情的动作。江巡不由得攥紧了被子，心口难受的像是要胀开一般。原来做这种事也会这么难受的吗？他撑着眸子，水光氤氲的看着天花板，不知为何，只觉得难过极了，眼尾不自觉的流出了一行清泪。济南琛动作一顿，眼底一颤，江巡哭了。他的鼻尖红红，眼眸底下一片潋滟的水色，难看的别过头咬着唇，眼底是打转的泪珠。他怎么能把江巡弄哭呢？济南琛恍然一退，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退，眼底满是深深的自责。他充盈把视线放到江巡身上，对方的肩头脖项满是被自己弄出来青红色的痕迹，冷白单薄的手腕因为被自己握着出现了一圈红痕，看起来暧昧香艳不已。可是济南琛却无论如何也继续不下去了。他哑着声，很是自责的道了句：“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他手忙脚乱的用指腹轻轻擦拭着江巡眼角的泪痕：“我不想让你难过的，我怎么能让你难过？”江巡抬眸捧住济南琛的手，声音有些哽咽：“济南琛。”他也不知道刚刚为什么就是那么的难过。济南琛猛地收回了手，抱歉，他的语气也一哽：“
怎么能这么对你呢？我就是个畜生。江巡还没反应过来，济南琛先受不了自己，抽身离开，捡起衣服摔门离开了。江巡缓缓起身，用被子盖住自己的身体，看向门口，有些难受的想着怎么会这样。在房间里整理了好一会儿的情绪，江巡才算缓过了神。他动作缓慢的去拿自己的衣服，慢慢的穿好，从房间里出去，准备去上班。本来去店里的时间被这么一折腾，已经晚了。尽管他现在确实没什么心情，但是生活始终还是得继续。江巡推开门时，看到客厅里坐着的济南琛，表情一愣，他以为对方肯定生气的离开了。济南琛看着江巡，表情有一些别扭，直愣愣的站起了身，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巡巡，你起来了？江巡看着对方，倒是很温柔的点了点头。济南琛看了看穿戴整齐的江巡，没话找话，现在是要去店里。江巡的声音带着一丝哭过的鼻音，声音清越。对呀。他抬头看着济南琛，你不去公司吗？济南琛道，我和公司请了假，一会儿晚点到。他主动表现道，你还没吃早餐，我去做一点吧，等吃再去店里，如何？江巡也不好意思拒绝，只能点头，好，麻烦了。济南琛嘴角勾起抹笑，为你做早餐一点也不麻烦。江巡没再说什么，安静的走到餐桌旁，坐下等待着济南琛做早餐。济南琛的早餐做得很快，没一会儿便端了好几样过来，虽然时间快，却还是很丰盛。鸡蛋火腿三明治、紫薯西多士、蛋炒饭，还有一杯热牛奶，便端到了江巡面前。江巡轻声说了句谢谢，济南琛回了句不客气。两人似乎又很回到了以前刚认识时候的尴尬时刻了。济南琛看着江巡小口小口吃着早餐，眼底的懊恼怎么也藏不住。江巡看了一眼济南琛，知道对方还在为刚刚自责，于是主动的转移话题，这么多早餐我一个人也吃不完，一起吧。济南琛坐下，默默点头，好。江巡轻轻喝了口牛奶，这么多早餐你都会做，真厉害。济南琛，不厉害，以前我也是一窍不通，特意去学的。江巡眉头跳了跳，转问，怎么突然想到学这个？济南琛突然回头，眼底亮了亮，看着江巡，拖长语调，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人。是吗？江巡已经彻底停下了手里的筷子。济南琛深深的看着他，期望对方能记起什么，因为有人和我说，会做早餐的男生很吸引人。江巡不由自主的抓紧了筷子，心底莫名涌上了一阵酸意。济南琛说的那个人，应该就是他暗恋多年的心上人了吧？竟然还为了对方特意去学怎么做早餐。与此同时，江巡心中也隐隐觉得这句话莫名的有一些熟悉感。江巡很难想象济南琛竟然会特意为了谁去学什么东西，那对方应该很优秀吧？这是不是说明济南琛也是真的很喜欢他？一想到这一桌丰盛的早餐是为了别人而特意学的，江巡刹那间便觉得这早餐索然无味。他放下筷子，拿纸巾慢悠悠的擦了擦嘴。济南琛看着江巡只吃了小一半的三明治，不由得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眸关切的问道，怎么了？是不合胃口吗？江巡小糊涂的摇了摇头，矜持表示不是，我吃饱了。济南琛蹙了蹙眉头，多吃点，你太瘦了。江巡看着济南琛，辩驳道，不算瘦，我有120多斤。瘦？济南琛把自己身边的牛奶又给江巡倒了一杯，瞥了对方一眼，再次肯定道，抱起来都不费力气。江巡双手捧着济南琛倒过的牛奶，小声道，哪有？济南琛缓缓抬了抬眸，腰上也没什么肉，每次我一使劲，感觉快把它掐断似的。江巡听着济南琛的话，不可思议的撑大了眸子，使劲？济南琛说的是那个方面的使劲。脸颊上的温度陡然升高，江巡暗搓搓的想，似乎也只有在床上，对方才有这种不要命的架势吧。他略微呼出去一口气，心底的阴郁却没有因为济南琛这句玩笑话消散多少。明明两人的关系和从前来说并没有变，但是江巡却总是觉得心里堵堵的，
说不上来的感觉。江巡因为济南琛那句特意为某个重要的人学的，早餐并未吃2口，只是多喝了1杯牛奶。济南琛慢条斯理用完早餐，正在优雅的擦着误会，江巡去门口弯腰换了鞋子，向济南琛交代道：“我去店里了。”济南琛转眸，视线悠悠的看着江巡，就这么走。他心底已经盘算好了，反正10年都等过来了，难道还怕这一时的困难？更何况江巡本来就耳根子软，吃软不吃硬，只能慢慢磨。江巡回头疑惑的看着他，表情像是在说不然吗？济南琛语气带着一丝抱怨：“你之前都是亲自送我去公司。”江巡看了看一旁放在鞋柜上的车钥匙，理性的和济南琛解释：“可是我给你买了车，你可以自己开车去公司。”济南琛挑了挑眉，已经从刚开始的羞愤到现在的欣然接受，他用惯用的口气：“金丝雀不都是金？主送或者还要配备司机，我只要你送。”江巡略有些为难：“我天天去公司不太好。”济南琛抓着江巡的胳膊，1米8几大高个的总裁大人竟然也有无赖撒娇的时候，送吧。江巡对于济南琛的话一向没什么抵抗力，见对方这样说，当下毫无原则的应了下来：“那好吧。”他扭头拿上了自己车上的车钥匙：“我送你。”济南琛眼底露出一抹得逞的微笑，淡淡了一声，快速的收拾好，和江巡一同出了门。车子一路行驶，停到了公司楼下。济南琛可谓是找到了金丝雀的正确使用方法，坐在副驾驶纹丝不动。江巡看了他一眼，善意的提醒道：“公司到了。”济南琛微微颔首，回过头来看着他，扬了扬下巴：“巡。”江巡抬头：“济南琛嘴角含笑，盯着他：“帮我解安全带。”江巡对于济南琛这一套很是受用，听到这话后，立马贴过来，亲自替他解了安全带。济南琛眼眸微闪，心底思索：看来做一只娇贵的金丝雀，确实能让他的金主大人主动不少。也罢，总之这个方向的发展也不是不能接受。济南琛在心底默默安慰着自己。解下安全带后，济南琛坐在座位上，依旧没有动作。这下江巡的表情越发的疑惑了，他看着济南琛，轻声询问：“又怎么了？”济南琛侧目，歪着脑袋，嘴角勾着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金主大人，临别吻都不给您的小情人吗？”江巡语气略微紧张，看着笑盈盈的济南琛，即便他再怎么好脾气，也忍不住出声反击了。他看了看济南琛健硕的身材：“你也不算小情人吧？”江巡轻笑出声：“大情人还差不多。”济南琛嘴角笑意渐深，忍不住俯下身子，快速的吻了一下江巡的脸颊，语气压低：“谢谢金主大人的夸奖，我也觉得挺大的。”江巡就大小问题又再次红了脸颊，他有些气鼓鼓的看着济南琛，怎么觉得两人确定这种关系后，眼前这个人反而变得越发的肆无忌惮了呢？济南琛轻轻的关上车门，临走前还不忘说了句：“下班我想和你去看电影，记得早点来接我。”江巡抓紧了方向盘，回应：“知道了。”两个人的那场电影蹉跎了这么久，江巡都已经忘记了，没想到对方竟然还惦记着。江巡眼眸微闪，那是不是说明对方心里也挺在乎自己的？济南琛刚踏进公司，后脚便接到了刘秘书的电话。他自然而然的认为是公司那边出了问题。济南琛找了个没人的小角落，接通了刘秘书的电话：“喂，什么事？”刘秘书知道自家总裁不喜欢拖泥带水，立马快速的汇报道：“是这样的，季总，江家的总裁想邀约你见一面，一起探讨一下关于盛兴广场那块地的问题。”济南琛蹙了蹙眉：“江旭，好端端的突然要见他干嘛？不会是身份被发现了吧？”不见。济南琛语气略冷，想都不想的回绝道：“这个项目他还没有见我的资格。”刘秘书点头：“好的，我这就转告他。”济南琛淡淡了一声，见到刘秘书迟迟没有挂掉电话，也没了耐心，言简意赅的问道：“还有事？”
刘秘书笑了笑，喂，本来这就是不用劳烦季总您的，我直接回绝了就是。可是我记得您好像对江家挺看重的，之前还让了不少项目过去。济南琛眉头微挑，意识到不对劲，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刘秘书缓缓道来，是这样的，是关于另外一个合作的。是什么？刘秘书震惊了神色，一字一句道，他问您对收购有没有兴趣？我查过，这位江总不是江家董事长的儿子，只是一个旁系亲戚，听这话应该是想夺权。刘秘书继续道，当然我知道季总您是最不喜欢耍这种手段的，我这就替您回绝了他。济南琛那边顿了好几秒，揉了揉眉心，过了好半天才缓缓道，不必。刘秘书大吃一惊，季总您是想？济南琛轻蔑的冷笑了一声，吃。他慢悠悠的道来，你想什么呢？江家确实与我有很大关联，这件事你做得很好。刘秘书竖起耳朵，一副听八卦的模样，季总冒昧问一句，江家和您到底是什么关系？公司这边我们才好处理一些。济南琛嘴角微翘，这是我老丈人的公司，你说动不动的。刘秘书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下来该如何做？济南琛略一思索，严谨的吩咐道，先吊着他，即便不找我们济世，他也会找上其他公司，还不如掌控在我们自己手里。你安排个负责人去和他好好谈收购问题，录音和录像务必准备好。刘秘书心底一阵诧异，季总这是要把这一家子人心不足蛇吞象的小人好好修理一顿呀，要是真的涉及出卖公司机密，那可能会招来牢狱之灾的呀。好的，刘秘书点头答应了下来，我这就去安排。济南琛挂断电话后，眼底闪过一抹狠戾，老婆太善良不代表她就是吃素的，这些坏人想吞并江巡的财产，想都不要想。挂断电话后，济南琛回到公司部门，开始着手处理文件。小李从外面敲了敲门，得到济南琛的请进后才进来，向济南琛道，季总，董事长让您去他办公室一趟。济南琛微微诧异，老丈人突然找他干什么？虽然疑惑，但是济南琛面上依旧是一副云淡风的模样。好的，我稍后去。一边说着，济南琛一边有条不紊的整理好文件，放好，这才压了压衣角，往董事长办公室走。进去前，他特意去茶水间泡了一杯上好的龙井，一同端了进去，轻轻扣了扣门。江父坐在电脑面前，说了一声进，随后看到他女婿一身西装革履，容光焕发的出现在他面前。济南琛礼貌的把茶水端到江父面前，在公司俨然一副公私分明的态度，语气不卑不亢，董事长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江父端着茶水，在心底感叹了一句好小子，面上一副笑盈盈的模样，没什么事，小姐啊，来公司还习惯吗？济南琛微微一笑，劳您挂心，一切都好，只是我工作能力有限，没能为公司做点有用的事。江父摆了摆手，你这可是妄自菲薄了啊，自从你来公司，这财务方面比之前可是节约了不少。济南琛谦逊一笑，江父敛下脸颊上的笑容，眉目间渐渐染上一抹愁色，哎，你是个好孩子，知道为寻寻着想，这也是叔叔为什么这么信任你的原因。济南琛微微颔首，知道了来意，叔叔是指？江父抿了口茶，放下茶杯，自然是公司里那几个不安分的。他微微叹口气，只不过现在请神容易送神难呀。济南琛点头，浮现出一抹认同之色，所以叔叔让我来公司是为了钳制他们的野心。江父看着济南琛，神色严肃了不少，小姐啊，从你来我们家第一眼，我就知道你不是寻寻口中那种没本事的穷小子。寻寻这样说，不过是不想让我和他妈妈催婚而已。他语气加重，但是叔叔看得出来，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寻寻的。济南琛也很是严肃认真的看着对方，叔叔，我确实很喜欢寻寻。江父慈祥的拍了拍济南琛的手，所以叔叔知道，你以后才是和江寻一同管理公司的最佳人选。济南琛淡淡摇了摇头，不瞒您说，公司我希望是寻寻全权负责。江父眼底闪过一抹诧异，济南琛淡淡笑着解释，我也有很重要的工作，可能分不出这么多精力。
江父哈哈一笑，叔叔没看错你。济南琛这句话其实已经在间接向江父交代，他手里的企业可能比江家的要大。这些日子济南琛的雷霆手段，江父哪里看不出来？他对于公司的运作及其管理手段都不是一般人。江父摆了摆手，那你下去吧。他摸了摸下巴，对了，顺便帮我把江巡叫来公司一趟，我让他来，他不肯来，你说的管用一些。济南琛微微颔首，好的。回到办公室，他便和江巡打了个电话。江巡接到电话有些意外，济南琛则是直接找着借口说私章忘拿来公司了，麻烦他帮过来一下。江巡自然没有拒绝，答应了下来。他一路和济南琛通着电话回家寻找济南琛的私章。济南琛耐心的解释，应该是放在我平时的钱包里的，昨晚我喝醉了，是你帮我换的衣服。江巡点头，他打开房门，大步来到床头，掀开被子枕头，我没怎么动，应该在床上。他微微俯下身翻找了一会儿，不出所料的在枕头旁看到了一个黑色钱包。江巡另外的低呼一声，找到了。他打开钱包去拿私章，我现在给你送过来。江巡的语气一顿，钱夹里一张小小的照片映入眼帘，留着学生时期的碎发，手里抱着一本时间简史，乖乖巧巧的看着镜头，嘴角带着一抹浅笑，男中的蓝白校服看起来格外清爽。江巡眼眸微缩，这是学生时期他的照片。这张照片江巡很有印象，是高一的时候拍的，当时他考试得了第一，在回图书馆的路上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说是拍照片上学校里的表扬墙。后来这张照片被流传开来，一度上了他们学校的告白墙，那段时间暗恋他的女孩子几乎人手一份。江巡微微蹲下身，将照片捡了起来，因为时间太过于久远，照片已经略微泛黄，照片的边缘已经褪色，看得出来一定是珍藏许久，被人反复拿在手里，不知道看了多少遍的原因。江巡的表情略微松懈，内心翻涌着一片惊天巨浪。济南琛为什么会有他高中时期的照片？心底有个声音在此刻变得越发的清晰了起来，这个照片一看就不是最近的，很明显是他高中时期的照片，那是不是说明对方在高中时期就注意到他了呢？江巡不是个敏感多疑的人，但自小皮相带来的好处，他从初中开始就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别人向他表达好感、递情书等等的追求方式。而济南琛竟然把他的照片留在身边10年之久，实在很难让人不多想。过分关注某一个人时，往往就是爱慕的表现。江巡整个人一颤，拿着照片愣在原地。他想济南琛应该是喜欢他的，或许喜欢的日子远比他想象的更久远一些。江巡眼底闪过一丝慌乱，内心猛地一震，那这样是不是说明济南琛一直放在心底多年的心上人有可能是自己？寻。电话那头，济南琛的声音拉回了江巡的思绪，他略微闪烁了一下眼眸，轻声说道：“东西我找到了，现在给你送过来。”济南琛微微了一声，麻烦你了。江巡语气一顿，紧接着试探性的问道：“那钱包要给你一并拿来吗？”济南琛在电话那头愣了好几秒，这才反应过来，靠，他的钱包里还藏着寻的照片呢，要是被寻看到，不会以为自己是变态吧？他紧张的垂着眼皮，那就一起带过来吧。济南琛的语气略微干涩，寻，钱包你翻了吗？有没有什么不该看到的东西？江巡听济南琛这语气，好像不太愿意让自己知道这件事，他现在也不太确定，于是神色自若的重新把照片放了回去。我没仔细看，钱包里有什么吗？济南琛赶紧摇头否认，没什么，那辛苦你帮我送过来。济南琛语气略轻松，你过来，我们一起用午餐。江巡微微颔首，答应下来。好。和济南琛挂断电话后，江巡的嘴角不可避免的微微上扬了一点弧度。他是个很内敛的人，很少有如此情绪外放的时候。江巡把嘴角的笑意压了压，一想到济南琛喜欢的人可能是自己，内心开始不停的往外那冒甜丝丝的气泡。他想要进一步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如同自己所预料的一样。不过江巡半眯着眼，认真回忆了一下济南琛，
他高中时期真的对于对方毫无印象，那说明两人基本是没怎么碰过面的。对方怎么又会把他的照片时时刻刻带在身上，又是为了什么？这个让纪南琛心心念念那么久的心上人是不是自己？江巡也不太确定，只能进一步试探。他拿着纪南琛的钱包和私章来到公司，推开了办公室大门，大步走上前，把东西递上。南琛，你的东西。纪南琛很是紧张的赶紧一把接过钱包，拿过章，含情脉脉的看着江巡，辛苦了。他走上前，很是自然的牵起江巡的手，把人往里面的休息室拉。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吃完饭再回去。江巡轻轻一笑，好。他跟着纪南琛一同进入到休息室，两人并排坐下，桌上是几个高档餐厅的打包盒。纪南琛礼貌绅士的替江巡拿筷子和碗，并把盒子打开，给江巡夹了一块糖醋排骨，温柔宠溺的道：来尝尝，看喜不喜欢。江巡应了一声，视线却始终停留在餐桌上的那几道菜上，因为看到了照片，江巡便多留了个心眼。糖醋排骨、醋溜白菜、玫瑰豉油鸡，看上去都卖相精致。若是以往，江巡想必也不会多想，但是今天他却格外的注意到，这么多道菜，纪南琛竟然一道辣菜都没点。江巡自小吃的比较清淡，又爱吃甜食，对于辣菜接受无能。但是这件事只有很熟悉江巡的人才知道。他略微疑惑的看着纪南琛，心底暗自惊讶，看来对方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了解自己。他夹着排骨，小口小口的吃了起来。纪南琛坐在江巡旁边，显得要温柔体贴许多，一会儿夹菜，一会倒茶，忙得不亦乐乎。纪南琛撑着下颚，一脸痴汉的看着老婆吃的正香，不由得心情大好。一顿饭吃完，纪南琛拿着纸巾给江巡擦了擦唇，嘴都花了，我给你擦擦。江巡不适应的愣在原地，感受着男人温柔的动作，小声的说了一句谢谢。纪南琛不急不缓的替江巡擦了嘴角上的碎屑，这才有条不紊的道：对了，叔叔让你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江巡瞪大眼睛，猛地反应过来，你叫我来原来是为了这个。这两天江父一直想让江巡正式进入公司，江巡有些放心不下猫咖，正在犹豫，一直拖着没回复，看来他父亲应当是着急了。纪南琛脸颊上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当然不是，他目光慢悠悠的看着江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叔叔吩咐了是一回事，更多的是我想和你一起共进午餐。江巡，纪南琛宠溺的揉了揉江巡的脑袋，略微哄着，好了，快去吧，别让叔叔等久了。江巡点了点头，该面对的迟早都是要面对的。好，那我过去一趟。江巡和纪南琛打过招呼以后，径直走向了董事长办公室。这几天因为江巡经常出入公司，自然一些消息也不胫而走，不少公司员工之间相互流传，小少爷这是要准备接管公司的节奏。同样，心里越发着急的还是那几个身在高位的人。秘书领着江巡往董事长办公室走，中途还遇到了江旭。江旭脚步一顿，面色温和的与江巡打着招呼：小巡，来公司找武叔。江巡也不避讳，点头应下。江旭眼底闪过一抹异色，笑了笑，看来离你管理公司的距离不远了。也对，武叔也该是时候放放权了，让我们这些小辈多替他分忧分忧。这几次见面，两人都不怎么愉快，江巡也渐渐明白了一些事情。此时听到江旭这意有所指的话，江巡微微蹙了蹙眉头。他脾气虽好，却也不是完全没有脾气。江巡的语气平常，旭哥说的是，到时候我如果进公司，还要多劳烦旭哥指点。江旭嘴角的笑容一顿，过了好半天才恢复平常的神色。你能想明白来管理公司，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说什么指点，有什么不懂的尽管来问我就是。江巡也没了耐心和对方周旋，平静的转移话题。那我先去我爸那了，旭哥你忙。江旭点了点头，好，你忙。江巡给了个眼神给秘书，示意对方继续带着他走，穿过长长的走廊，到最里面的一间，秘书敲了敲门，带着江巡走了进去。秘书，
董事长，江少爷到了。江父放下手里的文件，轻描淡写瞥了一眼江巡，来了。江巡走上前，江父挥了挥手示意秘书，你下去吧，我和江巡单独聊聊。秘书微微一笑，并且体贴的带上了门。好的，董事长。门关上，一时间房间内就只剩下了江父和江巡。江父略微翘腿，悠哉悠哉的看着江巡，慢悠悠道：刚刚碰到你堂兄了。江巡微微颔首，也不否认。聊了一会儿，江父脸下脸颊上的笑意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一本正经的看着江巡。小巡，对于你二叔他们一家，你怎么看？江巡略微蹙起眉头，思索片刻，缓缓道：二叔他们似乎对公司有点兴趣。他眼底一片清明。爸，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吧？江父点头，这个我自然有所了解，而且因为近期你经常出入公司，他们已经开始有所行动。江父脸颊上闪过一抹疲惫，骨肉血亲本来应该相互扶持，没想到竟然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江巡的语气很平淡，您应该知道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自然懂这个道理。江父重新把目光放在了江巡身上，一针见血，所以我才问你的想法。江巡，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还是要继续倒腾你的猫咖？江父的语气不由得加重了一些。江巡自责的垂下头，认错，爸，是我太任性了，以前竟然没有为您和妈考虑。他抬起头，握紧了手。您放心，公司里我该负的责任我会负，已经想好了。江父微微叹口气，当初也是我和你妈妈太宠着你了，舍不得让你吃这些苦头。你旭哥，江父的声音苍老了许多，也染上了一丝无奈。我也不是没想过培养他当继承人，让你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不过他的脾性一旦掌了权，注定不会善待你。小巡。江父起身，缓缓走到江巡的面前，语重心长的拍了拍他，你该懂事了。江巡这才仔细观察着他的父亲，心底涌上一抹难受。不知什么时候，父亲眉头多了这么多皱纹，脸颊上满是岁月的痕迹。江父将眼前的形势如实告诉了江巡，你二叔负责的几个项目都出了问题，面临停工。江旭最近一直在往银行跑，事情估计不是那么简单。江巡正了正神色，那您希望我怎么做？江父，我希望你来公司当我的特助，学着怎么管理公司。江巡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看这架势，二叔一家这是准备夺权呀。现在也来不及考虑太多，江巡当即答应了下来。好，我听您的。江父很是欣慰的摸了摸江巡的脸颊，情绪有些激动。小巡，你总算是长大了。江巡换上一抹苦笑不得的表情，爸，我马上都28了。他正了正神色，随后道，你放心，这是我的责任，我会认真学的。江父点了点头，和他的儿子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好孩子。从公司出来，江巡长长的舒了口气，既然决定要打理公司，那就得好好的学。他打电话给猫咖里的员工圆圆，让他当店长，再多招2位员工去猫咖帮忙，这样他就能完全抽出时间好好的在公司工作。安排好一切，江巡按了按车钥匙，正要开车回家，一旁出现了一道惊讶的男声，嫂子。江巡蓦地回过头，看到了上次喝酒那个号称济南琛的朋友的男人，他回忆了一下，好像叫小崔。他上前打着招呼，你好。崔贺往江巡身后看了看，真巧啊，嫂子，这也能碰到。南哥呢？怎么没和你一起？江巡耐心的解释，他还在公司。哦，江巡礼貌问道，你呢？在这忙什么？崔贺不好意思的笑了笑，我呀，我是来这里找人的。他看着江巡，知道济南琛醋性大，也不敢多做停留。那没事的话，我就先不了嫂子。江巡看着济南琛的朋友，转念便想到了济南琛的心上人，他想要确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自己。等等，江巡出声挽留，能打扰你几分钟吗？我想问你一件事。崔贺停下脚步，疑惑的看着江巡，笑了笑，什么事呀，嫂子？
江巡走上前，态度温和，脸颊上带着一抹浅笑，礼貌问道：“我想知道，南琛他以前是不是一直有个喜欢的人？他是谁吗？”崔贺瞳孔地震的往后一退：“嫂子，你开什么玩笑？南哥喜欢的不一直是你吗？”江巡语气里尚且带着一丝不确定：“是这样的，其实我和南琛刚认识没多久，他之前喜欢的……”江巡的意思很明显，他才刚刚和纪南琛认识没多久，纪南琛以前喜欢的可能不是他，当然这么说也只是为了套话。崔贺讪讪笑了一声：“嫂子，你快别开玩笑了，南哥喜欢的怎么可能不是你？你是不是叫江巡？”江巡微微颔首：“那你是不是在南中读的高中？”江巡顿在原地：“是。”对方爽快的拍手一笑：“那不就得了？南哥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的都是你，当年你谈男朋友后，他才伤心的回了京城，这么多年他一直没忘了你，出去喝酒每次都喊你的名字，我们几个兄弟早就对你的名字如雷贯耳了。”江巡瞳孔一震，伴随着对方的话，一整颗心剧烈的跳动了起来，眼底满是不可置信。他微微张着唇：“他从读高中开始就喜欢我？”对方点了点头：“是啊。”江巡捂着胸口，一时间情绪复杂的翻涌了上来。他没想到纪南琛竟然喜欢了自己那么久。江巡眼底闪过一抹心疼：10年，他喜欢了我10年吗？江巡终于能体会纪南琛那眼底划不来的深情，对着自己用不完的好脾气。在没遇到纪南琛之前，江巡遇到的喜欢是自私是偏执的秦子敬，他从没想过会有一个人这么默默喜欢了自己10年，整整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却从来没有来打扰过自己。原来喜欢也可以是尊重，是克制。可是，一想到这里，江巡的心就越发的心疼纪南琛了起来。他暗自庆幸，幸好纪南琛喜欢的是自己，又默默心疼这傻子为什么不早点来找他。胸口胀胀的，在这一瞬间被名为纪南琛的这个男人给填满。江巡在这一刻无比确定，他和纪南琛是心意相通，彼此相爱的，他不想再错过了。江巡从未有过这样失态的时候，顾不得脸色的表情，他低沉说了句失陪，便转过身，迎着风迈着步子往公司的方向奔去。纪南琛刚参加完会议，往办公室内走，远处传来一声急促的声音：“纪南琛！”纪南琛抬眸看向走廊尽头，江巡额间冒着细汗，微微喘着粗气，脸颊红红的一片，看起来有些情绪激动，像只翩跹的蝴蝶跌进了他的怀里。纪南琛大手微张，把人接了个严实，江巡整个人陷入他的怀里，一双手死死的把他抱住。纪南琛有些不知所措的搂着人，柔声问道：“巡巡，怎么了？”江巡蹭了蹭纪南琛的衣领，水光氤氲的眸子撑大看着他，含着泪光，轻声道：“纪南琛，我们在一起吧。”只是轻轻的一句话，却仿佛有千斤的重量。纪南琛不可置信的瞪大了眸子，忍不住抓着怀里人的肩膀，两人对视。纪南琛的表情略微激动，黑色的瞳仁看着江巡，眼底并发出剧烈的惊喜。他几乎是不受控制的抓紧了江巡，又急切的重复问了一遍：“巡巡，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再说一遍。”江巡脸颊上的情绪比刚刚稍微平静了一下，他喘了喘气，神色认真的看着纪南琛，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我们在一起吧。”说到这，他不由自主的攥紧了手，眉眼羞涩的抬了抬：“谈恋爱吗，南琛？”话落，紧接着就被纪南琛搂进了怀里。纪南琛的力气很大，像是要把他嵌进身体里似的，他的语气沉沉：“谈，当然要谈。”江巡应了一声，伸出双手轻轻的抱住了纪南琛。“请多指教，男朋友。”江巡轻轻在纪南琛耳边说。纪南琛整个人正在原地，这是某种意义上江巡真正第一次叫他男朋友。纪南琛反应有些僵硬，说话都变得有些不自然，把人紧紧搂在怀里，哑声：“江巡，许诺给我了，就没得反悔。”江巡温柔道：“当然。”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紧紧相拥在一起，感受着彼此的温度和情绪。
江巡能感受到济南琛的胸口略微起伏，应该是太过激动导致。他缓缓闭上眼，心底微妙甜蜜。两人也不知抱了多久，江巡颤了颤睫毛，缓缓睁开眼，察觉到周围火热的视线。他视线往前，看见同事们纷纷好奇的把目光放在他们身上，眼神充满了好奇与探究。毕竟邵东家和财务总监在公司里公然搂搂抱抱，实在是太劲爆了。江巡看着众人八卦的眼神，这才意识到这是在公司，他和济南琛这样不太好。江巡小糊涂的退了退济南琛，声音有些害羞：“可以了，南琛，松开我吧。”济南琛语气疑惑：“为什么？”江巡不好意思的四处看看，小声在济南琛耳边道：“公司里这么多人呢。”济南琛嘴角不满的往下压了压，却仍然听话的松开了江巡，转而牵起了对方的手，撇了撇嘴角不满道：“怎么，在公司抱自己男朋友也不成？”他把江巡的手牢牢抓紧，看向众人，用只有江巡听得到的声音：“江巡，我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江巡脸皮薄，自然比不得济南琛，他拉了拉济南琛的手，脸颊微烫：“别在这了，去你办公室吧。”济南琛嘴角勾起一抹优雅的浅笑，牵着人宠溺道：“好，听你的。”他一路牵着江巡回到了办公室，剧烈的喜悦此时盘踞了他整个脑子，满心欢喜想的都是他终于和江巡在一起了。回到办公室，济南琛让江巡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才总算是慢慢回过神，体贴的拿纸巾替江巡擦了擦汗：“跑这么快过来，看把你累的。”江巡乖乖的坐在位置上，表情已经恢复了平时的淡然。他抬头看着济南琛，毫不顾忌：“因为想第一时间把我的决定告诉你啊。”济南琛无奈一笑：“虽然我很开心，但是也很心疼。”他抬手抚上了江巡的唇：“跑太急，嘴唇都干了。”江巡抬眸不解的看着他。济南琛单手撑在椅子上，微微俯下身，把江巡连人带椅子拉到自己跟前，另外一只手不由分说的挑起他的下巴，压了下来：“来，我给你润润。”济南琛的唇带着一丝凉意，排山倒海的席卷而来，摄取着江巡嘴里的所有气息。江巡不可控制的绷紧了背，双手牢牢抓着济南琛结实的手臂，接受着男朋友急切又深入的这个吻。济南琛的吻技精进了不少，反复挑逗研磨，深入掠夺，几乎吻得江巡快要喘不过气来。江巡半合着眸子，有些难耐的扭了下身子，气息略粗，被济南琛吻得喘不过气来。他迷惘的撑着潋滟的眸子看着济南琛，意识模糊，腿麻了，腰也软了，有些受不住的往后退了退。济南琛大掌一握，直接禁锢住了那不足盈盈一握的窄腰，霸道的按向自己。江巡低呼一声，顷刻又被淹没在了唇齿之间。也不知过了多久，济南琛总算舍得放人了，淡淡的松开了江巡。江巡捂住胸口，小弧度喘着粗气，有些哀怨的看着济南琛，唇上带着水色，红肿一片。他没想到刚刚确定关系，济南琛竟然就这么欺负人了。江巡声音有些沙哑，小声道：“济南琛。”济南琛笑盈盈的看着他：“怎么了，巡巡？”江巡盯着他的唇，脸颊上闪过一抹羞涩，愤愤不平地道：“下次不许这样了。”济南琛看着江巡，语气颇有些无奈：“这我可不敢保证。”江巡咬了咬牙：“你是无赖吗？”济南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点头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我就是。”眼看人要被自己气到，济南琛赶紧上前安抚，用指腹轻轻擦了下江巡的唇角，柔声道：“好啦，别气，我下次注意。”他岔开话题：“现在正好是午休，你坐着休息会儿，我叫人给你准备点吃的。”说着，他拨通了内线电话，言简意赅：“小李，麻烦你进来一下。”小李接到电话后没多久，就敲响了总监办公室的大门。他警惕的伸出脑袋，客气问道：“季总，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济南琛露出一个平时在工作中不曾出现的和善笑容：“能不能劳烦你准备一份水果和牛奶，拿过来一下？”小李一愣，随即把视线转向了江巡，反应过来，应道：“好的，季总你稍等，我这就去准备。”
原来是娇贵的小少爷要吃呀！小李心里嘀咕一句，他们这新来的总监还真是知道疼人。小李转身正要退出去，济南琛又突然出了声：“等等，还有什么事吗？济总？”小李回头，济南琛有条不紊的吩咐着：“水果里别放芒果和榴莲，尽量切小份一点，其他的多准备一些。”江巡眼中闪过一抹异色，看着济南琛，心里略微思索。芒果他吃了会过敏，而榴莲则是他单纯不喜欢吃，但是济南琛竟然会知道这些，他是如何知道这些的？眼前这个人好像比想象中的还要更了解自己。小李应了一声好的，退了下去。济南琛回过头时，正好见到江巡探究的眼神。江巡疑惑的看着济南琛，仿佛对方身上有一层神秘的面纱，正等着自己掀开。他语气试探道：“南琛，你怎么知道我不吃榴莲和芒果？”济南琛眼眸微闪，嘴角含笑，看着江巡，但是不避讳，直截了当的道：“巡忘了吗？是你亲口告诉我的。”江巡瞳孔放大：“我什么时候告诉你的？”济南琛揉了揉江巡的头发，语气温柔：“你再好好想想。”江巡捂着脑袋，看着济南琛这张俊美异常的脸颊，一时之间是真的想不出来，他什么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济南琛。眼看江巡想不起来，济南琛耐心的哄道：“不着急，你慢慢想，有的是时间。”江巡揉了揉额头，脸颊上的表情略显一些不解，他是真的记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讲这些事情有告诉过济南琛。既然对方是从高中时期喜欢自己的，江巡下意识以为是济南琛自己了解到的，但是听他这口气，江巡不由暗自疑惑，难道他们以前也曾有过交集？小李很快端来了一盘精致可口的水果和牛奶，整整齐齐的放在了济南琛的办公桌上。“季总，您要的水果。”济南琛微微颔首：“谢谢，放下吧。”小李放下水果后退了出去，济南琛把水果缓缓推到江巡面前，温柔体贴道：“先吃点东西，吃完去休息室休息一会儿，等我下班，我们出去约会。”江巡看着济南琛，小声的抗议：“不用了，我今天留在公司，待会儿去一趟我爸那里。”他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向济南琛坦诚道：“我明天也要正式来公司上班了。”济南琛眼底闪过一抹惊喜，认真的问道：“想好了？”江巡点头：“嗯。”济南琛缓缓道：“管理公司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轻轻的捧着江巡的手：“我会陪着你的，巡，别担心。”江巡眼底闪过一抹感动，微微颔首。在济南琛办公室待了一会儿，江巡下午便去了董事长办公室，开始学着慢慢管理公司事宜。与此同时，济南琛也收到了刘秘书打来的电话，向他主动交代着：“季总，江旭父子俩已经有所行动了。”济南琛不动声色的看了看门口方向，确定周围没什么人，这才敛下神色，压低声音的继续说道：“你说。”刘秘书在一旁娓娓道来：“据我的调查，江家的好几个项目资金链已经出现了问题，江旭父子这几天一直在往银行跑，在找关系。”济南琛蹙了蹙眉头，继续：“刘秘书，根据现在的情况，江家现有的资金周转不了多久，到时候肯定需要同银行贷款，而江旭父子此番去银行活动，却不是为了说服银行借款，根据调查，他们反而给了不少好处给银行，阻止江家借款。”济南琛一下子听明白了刘秘书的话，言简意赅道：“所以他们这是想截断江家的资金链？”刘秘书点了点头：“是的，季总。”济南琛略微思索一会，继续询问着下一步的情况。这2天他应该来公司走动了吧？安排的人在他口中有没有套到什么话？济南琛微微摩挲了一下江巡送的腕表，脸上的表情略微严肃：“我没猜错的话，他是想趁着资金断裂，让季氏再对江家进行打压，并且一举收购江家。”刘秘书微微一笑：“季总您猜的不错，这几天江旭来公司，假扮您身份的人和他对接，他已经明确表露了这个想法，帮助季氏以最低的价格收购江家。”济南琛懒散的靠在椅背上，微微翘起腿，挑了挑眸子：“哦。”刘秘书点头：“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季总？”
济南琛修长的指尖轻轻敲击着桌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眼眸微转，进行着精密的布置，先应下他。刘秘书眼底闪过一丝疑惑：季总，江家不是您爱人的公司吗？这样做，您爱人知道了恐怕不太好。济南琛脸色微变，沉着脸警告：不要让寻寻知道这件事。另外，他语气一顿，慢悠悠的说道：他想要让季氏帮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么大的资金周转，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至少要看到他的诚意才行。刘秘书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季总，您的意思是？济南琛一针见血的道：我要股份，要他们名下所有的股份以最低价格卖给季氏。刘秘书不解，这种情况，他们父子俩怕是不会答应吧？济南琛眼眸抬了抬，满是笃定，他会答应的。你让代替我身份的那个人用个人名义和他签订合同，承诺他江家收购后让他持有30%的股份，他会答应的。他的语气加深，至于购买的股份，你以公司名义和他签。济南琛抱着胸，眼底闪过一抹自信，给他思考的时间，期间江家如果找人来谈资金问题，你先别见，至少让江旭父子俩看到我们季氏是和他在同一个阵营的。刘秘书眼前一亮，回过济南琛话里的意思：季总，您这是想做空他们？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是实打实的公司签的，而之前给的江旭父子的承诺确实假借用给的，到时候只要把对方送出国外，江旭父子连追究的责任人都很难找到。刘秘书不得不感慨一句：季总这一招数实在是高呀。好的，季总，我这就安排下去，把济南琛交代的事情一一记下，并且十分主动的询问了一句：对了，那江家的股权，季总您打算怎么处理？刘秘书问的自然是江旭父子俩的股份。济南琛慢条斯理的把手轻轻扣了扣，缓缓道：股权收购过来后，你帮我准备一份股权转让合同。刘秘书不解，这是？济南琛解释，把收购来的股权全数转让给江巡。刘秘书语气略微震惊，是无偿转让吗？他理智的向济南琛分析道：季总，即便我们压低价格从江旭父子俩手里买过股权，他即便给最低的价格，我们也得给几个亿，更何况您前期还要准备借款给江家应对资金周转，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花费。济南琛语气随意，仿佛这区区几个亿就是洒洒水，不急，他们拿着这钱，我在江家这边公司也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吐出来。至于这份股权，济南琛提到这，嘴角蔓延开来一抹笑意，毫不避讳的炫耀道：这是我打算送给我爱人的求婚礼物。刘秘书愣了几秒，没想到自家总裁的速度这么快，这就要求婚了。他回过神来，恭喜道：恭喜季总了。济南琛面对这样明晃晃的秀恩爱，仍然觉得不过瘾，主动询问：对了，刘秘书，你知道情侣之间去看电影一般看什么片子吗？你去网上订2张票。刘秘书在一旁主动的替济南琛出着主意，电影的种类很多，看季总您想选择哪个？济南琛平日在公司里一顿忙活，哪有时间注意这些，自然也没有和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的经验，于是虚心指教：有什么不同？刘秘书理智分析，一般普通爱情片比较注重一起看时的氛围，而搞笑片气氛比较轻松，可以消遣时间，如果想要刺激一点，也可以选择一部恐怖片。刘秘书回忆着和自己女朋友一起看恐怖片时的场景，爱人因为害怕躲进自己怀里，给予足够的男子气概和安全感，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还能和对方有更多的亲密互动，是个不错的选择。济南琛听到这话，表情微动，当即表示：那就替我订2张恐怖片的电影票。刘秘书点头答应：好的，那一会儿的兑换码我发您手里上。济南琛应道：去忙吧。挂掉电话后，刘秘书很快便将2张电影票的兑换码发到了济南琛的手机里。思考着，跟着济南琛身边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个工作狂看过电影这类消遣节目。刘秘书贴心的向济南琛解释了兑换电影票的所有流程。济南琛仔细看过，表示知道了。江巡下午一直在江府的办公室与父亲一同处理着公司的事宜，长期没有管理公司的经验，
这对于江巡来说并不是一件吃力的事。管理公司认真又琐碎，看文件做决议都需要管理者快速的做出判断。江父只是把手头一些小的文件交给江巡处理，他便觉得十分吃力。管理公司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事，江巡抱着成堆的文件，脑袋略疼，只能期望与慢慢来，总有一天会学会的。好在江父体谅儿子上班不易，还有个男朋友在公司等着，一到下班时间便把人放了。江巡去济南琛办公室，两人一同下班离开，前往商场。济南琛牵着江巡，主动的询问：“怎么样？今天工作如何？”江巡揉了揉看文件看得发胀的脑袋，神情有些疲惫，有点难度。济南琛的手自然而然的环过江巡的肩膀，修长的指尖轻轻按压着江巡太阳穴的位置，替他舒缓着症状，一边柔声安抚道：“不着急，我们慢慢来。”江巡微微颔首，移开话题：“对了，我们今天去看什么电影？”济南琛老实的报上了电影名，好像叫《街道102》，是个恐怖片。他垂眸，仔细观察着江巡的反应：“喜欢这种类型的片子吗？”江巡回：“还行，我平时看的比较少。”他略思索了一下，看部恐怖片，刺激一下萎靡不振的精神也挺好。济南琛心底思索，平时看的少，那是不是说明江巡一个人有点害怕这类片子？那自己待会是不是可以好好展现一下自己的男友力，把人搂在怀里，好好轰轰？他抬手看了看腕表上的时间，时间快到了，我们进去吧。江巡点头，好。两人一同踏进电影院时，立即引起了众人的视线。这两个帅哥走在一起的画面实在是太过于养眼。济南琛把江巡带到一旁沙发上坐下，按照刘秘书给自己的攻略，柔声说道：“乖乖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拿票。”江巡点头，好。济南琛转身，目光快速的搜寻了一下电影院的周围，找到了刘秘书说的一排兑换电影票的机子，迈着大长腿走了过去。随后按照指示要求把二维码扫描了过去了，然而机子却没什么反应。济南琛忍不住蹙紧了眉头，看了看手里的二维码，不由发出了一丝疑惑：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打不开？就在这时，一个女生捧着一桶香喷喷的爆米花走了过来，看着济南琛在机子面前鼓弄了好一会也没弄出来，她好心的伸出手指向另外一台机子：“那个帅哥，你是不是站错机子了呀？这台是美团上买的才行，那边有猫眼电影的。”济南琛低头看了看自己手里的票，果然是猫眼电影的。他微微抿了抿薄唇，轻轻说了句谢谢，随即往另外一个机子走，蓦地又折返回来，停在女生面前，目光直直的看着对方，礼貌有礼的问道：“能问一下这些吃的在哪里买吗？”女生看着他，满是疑问，这年头还有人来看电影，连买爆米花在哪里买都不知道吗？他指了指前方，在那边。济南琛再次道了声谢，这才心满意足的抬腿走了。江巡在位置上等了一会儿，低头正在回复猫咖的顾客的预约时间，突然一桶很大的爆米花递到了江巡的面前，给巡巡。江巡关上手机，有点愣神的从对方手里接过爆米花。哦，好的。济南琛手里拿着电影票，还拿着一杯给江巡买的饮料。我们走吧，要开场了。江巡捧着爆米花从位置上起来，并肩和济南琛走到一起，往检票口走。一路来到电影院，两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因为是恐怖片的原因，来看的人并不是很多，零零散散的，只有寥寥几人。江巡他们选择的是中间的位置，两人坐下后，电影也正式开始。这部电影一开始就是几个年轻人探险开始的，住进了一间凶杀案的现场，导演的镜头感运用的很好，音乐的气氛烘托也十分到位，是国内不多见的真惊悚恐怖片。这个凶杀案的运镜十分好看，厕所的隔间昏暗的灯光，滴水的声音以及沉默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济南琛聚精会神的坐着，神经紧绷的看着电影画面，刚刚想的男友力全部抛之脑后。他从小接受的表示严格的管理学习，鲜少有看恐怖片的机会，更何况一看就是这么恐怖的片子。镜子里一闪而过的黑影，突然蹭的一声，
一张鬼脸出现在镜头面前，济南琛猛地一震，整个人陷入了自我怀疑。为什么？是爱情电影不好看吗？他为什么要带江巡来看这个恐怖片？江巡显然也注意到了济南琛略显紧绷的模样，以及看着镜头时时不时避开的视线，侧头问道：“你害怕吗，南琛？”济南琛紧抿着薄唇，眸光愈加翻微闪，绷着脸上没有情绪的表情，强撑着自己在男朋友面前的形象。没有。话落，电影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叫声，同行的一个女生突然发疯一般撕开自己的头皮，七窍流血的嘶吼着。济南琛整个人往后栽了栽，脸上的表情迅速皲裂。江巡哑然一笑，轻轻的抓着济南琛的手，要是实在害怕的话，抓着我的手。济南琛心有余悸的看着一脸轻松的江巡，薄唇微张：“巡巡，你不害怕吗？”江巡耸了耸肩：“还好，我不信这种虚无的东西。空洞感才是最让人恐惧的地方。”显然这部剧的导演拿捏的恰到好处，镜头一转，空空的走廊，空空的房间，空空的客厅，毫无一人。突然，一张放大的人脸倒吊在镜头面前，电影院里大多数人都被吓到惊呼一声。济南琛自然也不例外，整个人不可避免的朝江巡的方向靠了靠，抓紧了江巡。江巡还从未见过济南琛这副示弱的模样，他平时在自己面前都是一副安全感爆棚的模样，这样一反差，竟然还有一丝可爱。江巡安抚道：“别怕，我在。”济南琛脸色略白的看着江巡，喉结滚动，声音有些沙哑别扭的缓缓道：“巡巡，能不能抱着你一起看？”江巡，他还是第一次见人看电影害怕要抱着人看的。江巡有些难为情的看了看周围的人，有人在。济南琛委屈巴巴的看着他，哑声撒娇：“可是我害怕。”江巡看着济南琛这副表情，没脾气的屈服了，他点了点头：“好吧。”济南琛面露一喜，把江巡拉起来，勾着他的腰，把人直接抱到了自己的腿上坐好，双手紧紧环住江巡的腰。这次轮到江巡紧绷了，他的脸颊迅速的红了，这样看电影也太黏糊了吧。济南琛把下巴微微搁在江巡的脖颈处，轻轻蹭了蹭，浅呼出一口气，缓缓道：“好像不怎么害怕了。”江巡双手抵在济南琛的大腿上，语气略微干涩又无奈的喊了声：“南琛。”济南琛把人紧紧抱住：“这么抱着，我害怕。”巡巡。江巡最终还是无奈的点了点头，应下了济南琛的要求，两人就这样极其别扭的看完了整场电影。电影结束，江巡跟着济南琛走出电影院，一路上低着头，恨不得埋进地底。天呐，刚刚电影院里的大家出去时，看他和济南琛的眼神，实在是让人太不好意思了，就好像两人在电影院偷情了一般。济南琛搂了江巡2个小时，出来时倒是一脸心满意足，内心竟然还暗搓搓的想着，这种方式真不错，下次再看一次恐怖电影也不是不可以。两人看完电影，在附近简单的吃了晚餐，期间还遇到了济南琛在南中的高中同学，两人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回到了家中。江巡表情略在探究，想到刚刚济南琛的高中同学是大他们2级的学长，他也挺有印象的，怎么偏偏对济南琛丝毫没有印象，这太不合理了。济南琛扭头就看着江巡正一脸认真的盯着自己，他抬手抚上江巡的脸颊，问道：“怎么这样看着我？”江巡如实回答：“我在想，为什么高中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他眼眸略微疑惑的看着济南琛，如果对方高中时候就喜欢自己，那为什么不来找自己？济南琛开口解释：“那段时间我脸颊有些过敏，没怎么出教室，你对我没印象是正常的。”江巡略有些心疼的看着他：“那你一直就闷在教室里，不出来交往吗？”济南琛挑了挑眉，回：“也不是，有和班里的同学聊，也有在网上聊。”江巡微微颔首，想到自己多愁善感的担忧，不禁笑了笑：“也是，我都忘了，以前读高中是最喜欢网聊的时候。”他略回忆道：“我以前在网上也聊了一个很好的朋友。”
江巡没好意思讲，准确来说是暧昧对象。济南琛似乎对于这个网聊对象挺感兴趣的，他眼眸略亮，主动问道：“哦，那后来呢？”江巡略微思索了一下，缓缓道：“后来一直没见面，时间久了也就没怎么聊了。”怕济南琛不高兴，江巡只是粗略的带过一下，就是正常的聊天对象而已。济南琛挑了挑眉，语气有些意味深长：“是吗？”江巡像是被人抓住了小辫子，语气有点紧张：“当然，我们没谈恋爱。”他抬眸，认真的看着济南琛，语气颇有些羞涩：“我的初恋对象是你。”济南琛眼眸渐深，对上江巡的视线，嘴角笑意盈盈：“是吗？那真巧，我的初恋也是你。”巡巡。江巡吃惊的瞪大眼睛，不可置信的看着济南琛：“你之前一直没谈过恋爱？”他眼底闪过一丝不解，自己一直不谈恋爱的原因是之前因为秦子敬的原因，那济南琛呢？他不谈恋爱是为了什么？江巡的睫毛轻轻眨了眨，在心底默默的思索着，是因为自己吗？济南琛上前一把人打横抱起，直接往房间里走，低头看着江巡，语气加重：“大概就是为了等你。”江巡一时来不及反应，下意识搂住济南琛的脖子，让自己不至于掉下来，脸颊上满是焦色，低呼了一声：“济南琛。”济南琛把人抱着，径直走向卧室，漫不经心的应道：“我在。”江巡不由自主的勾紧了脖子，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把脑袋轻轻的贴在济南琛的胸膛，低声说道：“明天还要上班。”他的手微微收紧，语气更是羞涩不已：“你轻点。”济南琛每次要起来便没完没了，似乎在这件事上有浪费不完的精力，也不怪江巡要这样嘱咐，每次和他为爱鼓掌后，身体都要不舒服个大半日，严重影响他的工作效率。济南琛闷闷的笑了一声，柔声应道：“好，知道了。”他侧头轻轻贴在江巡的耳边，压低声音，性感磁性的缓缓道：“今天只让你舒服。”江巡被济南琛轻轻的放在柔软的床铺上，他看着济南琛游离在自己身上的手，反而挑逗捻揉，最后缓缓搭在自己的金属皮扣上。他整个人都有些颤，不知道接下来到底会发生什么。济南琛的手很好看，细长白皙，骨节分明，是一双很适合弹钢琴的手，此时和他黑色笔挺的西装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啪嗒的一声金属制品解开的声音，随后便是拉链传来细小的拉开的琐碎声。江巡的双手轻轻放在两侧，抓紧被子，有点慌张的又喊了一声：“济南琛。”济南琛微微抬头，视线幽暗的对上江巡略显慌乱的目光，嘴角笑意渐深：“宝贝，我在。”一边说着，他不露痕迹的抓住江巡瘦窄的脚踝，让他微微屈起，随即缓缓低下了头。江巡的瞳孔蓦地瞪大，只小声又急促的说了句：“别。”显然此时的反抗只会让济南琛更加变本加厉，他动作轻柔，不急不缓的将身下的人拆吃入腹。2个小时后，江巡气息略微起伏，轻轻的躺在济南琛的怀里，济南琛则是一副厌足的表情，两人安静的躺着，享受着这难得的时刻。江巡的手指轻轻的搭在济南琛的衣服上，反复的玩着济南琛略显松散的睡衣。今天提到网聊对象，倒是勾起了他的一段回忆。他现在还记得那个网聊对方的头像是白衬衣的半身照，看起来很干净清爽，网名也是一个简单的号。那段时间，江巡被秦子敬威胁，不敢和身边的朋友交往，而这位网友主动的加了他，两人便在网上聊了起来。江巡那时候很寂寞，又只有这一个倾诉的对象，什么事都和对方聊，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无巨细。而在他的印象里，对方总是温柔沉稳的形象。两人有在网上约定，一起去爬山，去春游，去做江巡以前不敢做的事，比如偷偷在图书馆吃东西，溜出学校去打球。他那个时候特别渴望叛逆一点。那段时间，江巡很想见到对方，但是对方总是推辞，渐渐也就搁置了下来。后来他也不怎么用企鹅的联系方式了，两人的联系也就断了。
想到这，江巡不由轻轻的感叹了一句：“济南琛，要是我们高中的时候认识就好了。”他微微撑起身，认真的看着对方：“我肯定会喜欢你的。”济南琛微微蹙起眉，抬手抚摸着江巡的眉眼：“怪我应该早点来找你的。”江巡失笑：“这怎么能怪到你？”说到这，江巡双手撑在济南琛的胸膛，微微凑近了些，趴在济南琛跟前追问：“那高中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他的语气有些小得意：“我高中的时候可受欢迎了。”济南琛的喉结轻轻滑动了一下，沙哑着声音道：“有。”江巡的语气有点遗憾，手轻轻的描绘着济南琛精致的轮廓：“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他微微张唇：“明明，你长了一副我一看就很喜欢的脸。”济南琛微微垂下眼皮，语气有些沮丧：“我那个时候不好看。”这是真的，当时既是生意动荡，二房打算夺权，继父去了国外，继母放心不下丈夫，跟着去了，让济南琛转学到了南中。他高三一直住在沈卷家里，而刚来南中，因为水土不服，他的脸颊上起了很多红疹，看起来十分吓人。那段时间真的很难，换了陌生环境，对所有人都很陌生，家里的状况也不好。济南琛那段时间也心情也很糟糕，直到他遇到了自己的小太阳。那个温暖和煦的少年，就在某一天的午后，猝不及防地闯进了他的视线。温柔、干净、明媚又善良，似乎这世界上一切美好的词汇都是为他而生。正回忆着，济南琛的手里震动了两下，两人纷纷回过神来。济南琛伸手去床头拿过手机，打来扫了一眼，是家里的管家发来的消息。济南琛蹙了蹙眉，有些疑惑：这么晚了，管家发消息来干嘛？他打开手机查看，管家：“少爷，您睡了吗？”济南琛回复道：“还没。张叔，是有什么事？”家里弟弟不务正业，应该没在家。济南琛还有个大姐，在美国留学读博士后。此时管家发来消息是什么事，让他略有些疑惑。管家很快解惑道：“是这样的，少爷，妞妞今年有点不太好，食欲不振，没什么精神。我带她去看了宠物医生，医生说她的情况可能不太好。”济南琛神色一下子凝重了起来，到底怎么了？之前不是好好的吗？管家，医生说是年龄大了，身体不行，还是建议他留院观察，估计时日不长了。少爷，什么时候回来？济南琛动作一顿，突然把视线放向江巡，随即艰难的回复道：“我过段时间回来，让医生给妞妞好好治，我要带她见一个很重要的人。”管家：“好，我这就去和医生说。”济南琛：“江巡察觉到济南琛的视线，也微微抬头：“怎么了？”济南琛在心底微微叹口气，看来得找个时候好好和江巡坦白才行。他摇头：“没什么。”江巡问道：“刚刚是谁给你发的消息了吗？”济南琛微微颔首：“家里人发来的消息，说家里的小猫情况不太好。”江巡有一些意外的看着济南琛：“你还养了猫？”济南琛失笑：“是一只小三花。”江巡听到小动物，显然换上了一副感兴趣的模样：“很可爱啊。”他蹙着眉，担忧的问道：“他怎么了？”济南琛如实相告，他年纪太大，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江巡问道：“他多大了呀？是生病了吗？”济南琛摇头：“不算生病，只是身体机能开始逐渐下降而已。他已经10岁了。”猫咪年龄大，确实身体容易出现问题。江巡微微颔首，一副了然的表情：“10年，那确实很大了。”他看向济南琛：“那岂不是你从高中时候就开始养了？”济南琛点头，言简意赅的回答：“准确来说是高3养的。”江巡脸颊上挂起一抹浅笑，主动和济南琛道：“那还真是有缘。我当时决定做宠物行业，也是因为学校里一只流浪的小三花，本来我打算养它的，可惜后面没再见过它了。”济南琛揉了揉江巡的脑袋，语气意味深长：“以后会有机会见的。”江巡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低呼了一声：“难不成当年那只小三花是你？”济南琛嘴角含笑，应下：“
妞妞确实是我在南中捡回来的。江巡眼底露出一抹惊喜，由衷的笑道：真想不到，原来他是被你带走了，我事后还偷偷因为找不到他，难过了好久呢。济南琛安抚一般的揉了揉江巡的肩，以后我带你去见他。江巡一脸期待的答应下来，好。他的眸子闪了闪，没想到他和济南琛竟然这么有缘分，原来在那么早就已经有交集了。想到这，江巡不由想起济南琛的朋友说过，济南琛从高中时就开始暗恋自己了，那是不是说明可能当时济南琛就已经知道自己了呢？想到这，江巡不由勾起一抹甜蜜的笑容。自从去公司学习如何管理公司以来，江巡也变得越发的忙碌了起来，加班是经常的事，偶尔忙起来连午饭也来不及吃。好在他有什么不懂的事，江父都会在第一时间答疑解惑，而且忙起来时，济南琛也会主动来帮忙。尽管每天疲惫不堪，但是在公司的管理上也开始越发的顺手起来，不少公司的大小事宜，江父也有意交给了江巡去办。江巡也办得十分不错，深受公司的几个股东的赞叹。这一举动则是让江旭父子俩越发的坐不住了。一日下午，江巡签了合同，回到董事长办公室，见到江父神情一脸严肃的看着文件，脸颊上愁容满脸。江巡诧异的走上前去，把签好的合同递了过去。爸，供应商的合同已经签好了。他走上前瞥了一眼江父手里的文件，这是怎么了？江父缓缓放下文件，脸颊上浮现出一抹严肃的神情，看着江巡，巡，公司出事了。江巡心下一惊，怎么了？江父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报纸新闻，递到江巡手里，你看看，刚发出来的，我已经联系公司紧急公关了，但是可能没什么作用。江巡闻言，赶紧仔细一看，新闻上几个加重加黑的字体，看得江巡胆战心惊。他看着内容，不由自主的读了出来：由江氏企业负责的宛怀湾小区涉嫌偷工减料，由市民举报，未达到交付标准，责令停改。江父微微颔首，他的语气沉重，这个项目是你二叔负责的。江巡不由往后倒退一步，工程出现质量问题，这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公司那可是致命打击。他不由倒退两步，语气不可置信，拿工程质量说问题，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江父微微叹口气，你二叔家的野心不小，这次看来是想一次性把你我父子俩全部拉下马。江巡抿了抿唇，快速思索着不对劲，不对啊爸，他这样做很明显是想彻底整垮江家，江家倒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如果只是想让他们下台，那搞垮江家很明显是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他们完全没必要这么做。江父放下手里的文件，缓缓道，他们这就是想搞垮江家，公司的股价已经跌了。江父锁着眉头，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而且江旭手里负责的项目也有问题，他又利用职务谈了好几个大型项目，而公司现在的资金根本支撑不了这么多项目运转。江巡脸色略白，百思不得其解，他们这么做到底是想干什么？江父眼底涌出无奈，苍老的道，恐怕是想抄底收购公司。江巡立即反驳道，这不可能，即便是抄底收购，他们也拿不出那么多钱。江父揉了揉脑袋，一时之间也想不通，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但是当下的情况是赶紧解决问题，资金不够，必须去找银行借款才行。江巡微微颔首，好，那我下午陪您一起去银行。江巡的反应很快，立即道，我这几天吩咐下去，预约与各个银行行长的见面时间。江父，现在还不急，还有个更要紧的事情要办。江巡看向自己的父亲，只见江父眼底闪过一抹冷笑，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让江旭从总裁这个位置上下来，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机会？公司我们怎么还敢再交给他管理？江父叹了口气，本来也是想等他出手把他拉下马，看来他也有所察觉，才会做出今天这样的事。江巡点头，好，我这就通知主管部门召开会议。江父招了招手，去吧。半个小时后，
公司的所有管理人员以及股东全部出现在了会议桌上，个个表情凝重，气氛紧张，只有江旭父子俩表情有些异样，似乎对这样的情况早有了预料。江父坐在最上面的位置，作为特助，江巡则是坐在父亲的旁边，手边放着一台电脑，记录着会议情况。江父扫视了一下众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了江二叔的身上，开口：“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到新闻了吧？”众人一脸忧心忡忡，纷纷发言：“江总，这次的质量问题对于公司的影响很大啊，股市一路跌停，接下来可怎么办呀？”江父做了个安静的手势，顺水推舟的道：“这次舆论对于公司很不好，我们必须得严肃的进行处理。”他缓缓看向江二叔：“江总监，你是负责工程建设的，这件事你得负全责，公司决定对你处于开除惩罚，你怎么看？”江二叔阴恻恻的笑了一声：“我能有什么意见？这公司不都有5弟你说了算吗？”众人表情微变，这是公开呛上了。江旭慢悠悠的笑了笑，缓缓提出意见：“江总，我父亲虽然负责这个项目，但是手底下的人偷工减料也不是他所能预料到呢。更何况他为公司兢兢业业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这么把他开除，您让公司里的其他人怎么想？”众人表情微变。江旭这话几乎就是在赤裸裸说明江父卸磨杀驴，今天敢这样对他们父子俩，明天就敢把其他人扛出去顶罪。江巡看着自家表哥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明白了对方早有准备而来。二叔要是真的没有责任，公司自然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江巡站起来，与江旭剑拔弩张的对视着：“现在工程出问题，以总裁您的意思，我们公司就只看关系，不看重公司利益是吧？就因为五叔和我爸是兄弟，是你父亲，便要对他网开一面，这就能服众了？”江旭脸色难看：“我不是这个意思。”江父有些感慨的看向自家儿子，总感觉对方现在懂事了不少。就在两人对峙之时，一旁的济南琛慢悠悠开口说道：“我也不同意现在将江总监开除。”江巡和江父疑惑的看向济南琛，济南琛向江巡投过去一个放心的眼神，随即解释道：“工程出问题，偷工减料，自然有人在里面谋取暴利了。现在这人没抓到，让主要负责人离职，不太妥当。”他看向江旭父子，眼底意味深长：“我的意思，得把这笔钱追回来，用于补偿购房者才行。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江旭父子的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众人也一片恍然，纷纷附和着济南琛这个主意。江父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就先让江总监和公司执行总裁做停职处理，等事情查清楚再做决定。”他微微看了一眼江旭，解释道：“小旭，当初毕竟是你同意的这个项目，现在出了问题，这个决定你没意见吧？”江旭脸色略白的摇了摇头，缓缓道：“我听五叔的，没什么意见。偷工减料这件事必然是江旭父子干的，这件事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况且有法律责任，到时候有多少金额还不是他们说了算。”江父微微颔首，继续会议。另外还有几个项目也。会议结束后，整个公司开始了应对这次突发事件的加班，江巡和济南琛一直到晚上才回家。两人很疲惫的回到家后，江巡打算休息，而济南琛则是在先去洗澡。江巡躺在床上看了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多了。就在这时，一侧的枕头上，济南琛的手里响了一声，竟然是企鹅号的消息声音。屏幕亮了一下，江巡有些好奇的把视线挪了过去。他没想到像济南琛竟然现在还保留着企鹅号，真是不可思议。他余光扫了一眼，是济南琛在南中的同学群里的消息，怕有什么重要通知。江巡拿着济南琛的手机走到浴室，打算递给济南琛。他微微叩了叩门：“南琛，有你的消息。”屋子里水声渐停，传来济南琛性感的声音：“谁发来的？帮我看看。”江巡微微一愣，听话的低下头，划开济南琛的手里，往群里看了一眼：“哦，好像是你的同学，说是要组织同学聚。”江巡的瞳孔蓦地放大，群里的人艾特了一下济南琛，一个熟悉的头像瞬间引入眼帘。
季同学听说也来南城了，不知道有没有空来。对方的头像和名字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变过，江巡几乎是一眼就确定了，济南琛正是当初和自己暧昧的那个网聊对方。他微微怔了一会儿，回过神来，才恍然发现这样就说得通了，济南琛原来是那个时候通过网上聊天喜欢上自己的吗？浴室里的男人也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很快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浴室的大门被猛地打开。济南琛头发湿润，神情有些慌张，腰间随意系了一条松松垮垮的浴巾就冲了出来，看着江巡拿着手机，一脸错愕的表情，忍不住道：巡巡，你听我解释。江巡速度极慢的扭过头，看着他指了指手机里的内容，语气轻轻：所以高中时和我聊天的对象一直是你。济南琛干涩的抿了抿唇，事实摆在眼前，确实容不得他再多于辩驳，只能点头道：是。江巡看着他，心底的心情很复杂，他想是眼前这个男人陪他熬过那段难挨的日子，他很庆幸，同时却又有一些委屈。为什么明明济南琛知道他是谁，怎么不来找他，不来和他接触？那为什么？江巡垂下眸子，语气有些受伤，明明知道我是谁，那你怎么不来找我？济南琛一把抓住江巡的手腕，慌乱的解释着：不是你想的那样，江巡，我不是故意不来找你的。江巡抬头，重新用蜥蜴的眼神看着他，微微张唇：那是为什么？济南琛无奈叹口气，脸颊上闪过一抹别扭的情绪，他略微不好意思的看着江巡，沉声解释道：当时我脸颊上起了很多红疹，每天出门都戴了口罩帽子，我怕吓到你。江巡眨了眨眼睛，有些不理解的问道：你知道我不在乎这个的，我们是朋友，为什么会被这个吓到？南琛，你是不信任我吗？济南琛缓缓的摇了摇头，神色认真的看着江巡：是我在乎，我不想给你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他略微撩了下湿润的黑发，语气有些沮丧的解释道：我不是不想见你巡巡，是想等过敏好了再见你。济南琛眼眸微闪，其实他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等脸颊恢复后和江巡见面，以及追求他。江巡听到济南琛这样说，眼底渐渐染上笑意，显然济南琛这样说也对，如果是自己脸上长痘痘了，也会等恢复了再去见暧昧对象的，毕竟要给对方留一个好的印象。江巡喃喃自语：原来这样。他眸子闪了闪，看着济南琛，他现在已经肯定了济南琛这个暗恋的对象就是自己，仍然忍不住想要套上两句话。他点了点头，认真道：也对，其实见网友嘛，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是我太小心思了。江巡眼底涌上一抹认真，故意刺激济南琛，说道：上次听你朋友说你高中时期还有个暗恋对象，应该是见他比较重要吧？济南琛嘴角带着一抹无奈的笑，害怕江巡误会，赶紧解释道：傻巡巡，暗恋的对象一直是你啊。他上前一步，气息渐渐逼近，就是因为喜欢你，才不敢那个样子出现在你的面前，想要等好了以后再追你的。回忆到这，济南琛突然气愤了起来，握紧拳头：谁知道我的病刚好，就听到了你已经交往了男朋友的消息。他怜惜的看着江巡，一点一点复述当年的情况，其实也不想那么快放弃的，但是当时你把我拉黑了，我以为这是拒绝我的意思。他的声音有些飘渺：去找过你，看见秦年把你搂在怀里时，倒是自己先受不了了，后来父母回来后，我读完高三就回了京城。江巡对这个场景有点影响，他心疼的看着济南琛，为他们错过的这么多年而感到一阵惋惜。当时是秦子敬偷偷拿了我的手机，把你拉黑的，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选择鼓起勇气把这一切告诉老师的。他抚了抚济南琛微微蹙起的眉眼，语气淡淡：在那无数个寂静的夜里，我曾以为你就是我的救赎。江巡的声音有些哽咽：对不起，是我把你弄丢了。如果他当时勇敢一点，他和济南琛是不是就可以？济南琛反手握住了江巡的手腕，摇了摇头：我现在很后悔，当时没能陪在你身边，只是误会而已。他一把拉过江巡，把人搂在怀里：还好
我们总算没有错过。江巡轻轻地靠在济南琛怀里，应道：“两人的情绪一时之间都有一些激动。济南琛拉着江巡在床边坐好，江巡略微从刚才的情绪当中抽离出来一点，此时正看着济南琛，眼睛都不眨一下。济南琛失笑，捏了捏江巡的脸颊，宠溺道：“还有什么要问的，一起说了吧。”江巡早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对方早就喜欢自己，那当初体验馆的事就经不起推敲了。他开口直接问：“临时男友是你特意找我的，还是只是一个巧合？”济南琛没有撒谎，而是老实的回答着：“当初见到你去了临时男友体验馆，我舍不得放弃这个机会，主动找过去的。”江巡微微颔首，这就说得通了。他仰头看着济南琛，眼底划过一抹感动。这10年的喜欢，男人默默的压制在心底，仅仅是因为以为自己有男朋友了。那他这些年来是怎么过的？江巡不敢想。他现在喜欢济南琛，所以一刻也不想和对方分开。那济南琛这10年的喜欢呢？那么浓烈的感情，炙热的像是要把江巡融化了一般。江巡微微勾手，搂住了济南琛的脖子，主动的献上了红唇，语气轻柔：“南琛，谢谢你喜欢了我这么久。”对于美人的投怀送抱，济南琛自然不会拒绝。他的手轻轻扣着江巡的腰，加深了这个吻，在空隙时揉了揉江巡红肿的唇，眼眸渐暗。“巡巡，我可不接受除了床上以外其他的答谢方式。”江巡眸子轻颤，害羞的整张冷白的脸颊染上一抹不自然的绯色。他的手轻轻搭在济南琛的胸膛上，用羞涩又懵懂的眼神看着济南琛，柔声道：“我帮你。”济南琛抓住了江巡的手腕，嘴角笑意加深：“宝贝，我想去浴室，去窗边，房间的每一个地方，还有你之前一直不肯答应的那个姿势。”江巡手抓紧，不敢直视济南琛目光灼灼的眼睛，只能妥协的小声道：“随你。”到最后，江巡泪光潋滟的半合着眸子，迷迷糊糊的想着，他好像一直都没办法拒绝济南琛的要求。济南琛在江巡上头，气息略沉，动作粗重，只一双眼睛在黑夜里格外的认真。他趴在江巡的耳边，缓缓说道：“巡巡，其实我们见过面点，你还记得吗？去喂妞妞的时候，你曾经给过我一把伞。当时济南琛转到陌生的学校，与周围同学都不熟悉，平时除了与沈卷在一起，也会抽空来给这个学校里的小三花流浪猫带点食物。当时他整个人比较萎靡，父母在国外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如果家族夺权失败，他也不知道还到底能不能读大学，脸颊上的红疹也越发严重，整个人的人生感觉糟透了。那天远在国外的母亲担忧的让他在南城注意安全，说是他们在国外遇到了绑匪，应该是旁系干的。天气很闷顿，他来到学校后墙，给小三花带了点食物。老天爷似乎也不买账，竟然在这个时候下起了雨。济南琛看着乌黑暗沉的天空，看不到一丝光亮，渗不出一丝希望。他担忧着父母的安危，心情也跌入了谷底。就在这时，一道清越松快的声音，宛如3月里和煦的阳光，明媚灿烂的在耳边响起：“同学，你没有带伞吗？”济南琛视线转过去，看到了一个明媚美好的少年在雨中撑着伞，此时眼眸微弯，嘴角微微翘起，向他露出一抹和善的笑颜。济南琛微微一怔，但是心情仍然不是很好，只闷闷的了一声。男生大步走了过来，撑着的伞向他这边微微倾斜，语气轻快：“那一起打吧。”小三花显然认识江巡，很是亲昵的叫了一声，过来蹭到他的脸颊。江巡看了看济南琛手里的食物，主动搭话：“真巧，你也是来喂这个小家伙的吗？”济南琛没出声，只是微微点了点头。江巡似乎没发现他的疏离，很是主动的把伞塞到济南琛的手里，即便是要喂小猫，把自己淋感冒了也不划算。他拿出罐头放在地上，一边掏出手里道：“你先打我的伞吧，我让同学再给我送一把来。”济南琛戴着口罩和帽子，看不清楚脸上的情绪，却把伞往江巡的方向撑了撑，淡淡拒绝：“不用。”江巡仰头笑着看他，摇了摇手机：“可是我已经通知我同学了。”济南琛：“
两人不再说话，而是静静的站在一把伞下，看着身下的小猫咪吃着食物。没一会儿，江巡的同学来找他了，不是一个，是一群同学。他们大老远撑着伞就喊道：“小江，这边这边！”江巡面露一喜，把手举过头顶，作势要冒雨跑过去。来了！刚踏出去一步，他又折返了回来，看着纪南琛，眼底亮闪闪的，从自己的衣服口袋里摸索一会儿，捧出几颗糖果，递给了纪南琛。同学，看你心情好像不是很好，这个给你，是我平时最喜欢吃的糖果，心情不好时吃了它立马就好了。纪南琛看着江巡那双灿若星辰的眼眸，漂亮的让人挪不开视线，鬼使神差的伸出了手，接过了江巡的糖果。江巡冒着雨，像只活泼的小动物，跑到了同学的身边，向他挥了挥手，下次再见。一群人走后，纪南琛不知过了多久，才淡淡的收回了视线。尽管此时纪南琛才10几岁，但是他身边从不缺簇拥者，高贵的出身，显赫的家世，出众的长相，使他出现在任何地方都如同众星捧月一般。但往往是现在落魄的时候，他身边却并没有多少人，反而江巡才是这么多年出现在他面前最纯粹的那个。少年像是一阵温暖的风，轻轻的从他身边抚过。从此，每个草长莺飞的4月天，他都开始想念，那阵风还会来吗？自从和江巡见过那一面后，纪南琛的生活开始渐渐好转，父母平安无事的接过了纪家的权，他在南中也和同学们渐渐熟悉了起来。他开始有意无意的打听江巡，在得知对方是高一的学弟，名字叫江巡时，心底暗自高兴了很久，甚至还偷偷要来了江巡的联系方式，在网上和江巡聊了起来。渐渐的，不管走到学校的哪个角落，他的目光始终开始追寻那个叫江巡的少年，会特意在图书馆偶遇，也会早下课几分钟，特意到楼下等江巡路过。江巡对这些却一无所知。昨晚两人折腾了大半夜，毫不意外，江巡今天早上起晚了，甚至早餐都是纪南琛做好后给他带到车上，一边赶去上班，一边吃早餐。江巡揉了揉吃疼的腰，轻轻咬了口三明治，很是幽怨的看了一眼纪南琛，抱怨道：“以后不许这么胡来了。”纪南琛嘴角上扬：“我尽量。”他缓缓转动着方向盘，询问江巡：“今天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做完财务报表就来帮你。”江巡摇了摇头：“今天要去接管旭哥的工作事宜，你就别过来了，免得公司的员工议论。”纪南琛担忧的瞥了一眼：“可是我怕累到你。”江巡笑了笑，安抚：“好歹我跟在我爸身边也快半个月了，基础的都会了，更何况我爸还在我身边呢，别担心。”纪南琛只得妥协：“好吧。”江巡来到公司，今天却并没有去总裁办公室接管工作，一来便被江父叫到办公室，神情严肃道：“小巡，其余的工作先缓一缓，你今天得和我出去一趟。”江巡诧异的看着江父，问道：“怎么了爸？”江父脸色难看，公司资金链已经严重受到影响，之前的投资商不少撤资，我们得尽快把这个缺口补上。江巡端正了脸色：“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做，爸？”江父沉重道：“现在只能向各个银行贷款了，你现在就陪我去一趟，现在的首要之急是先把资金问题解决了。”江巡也不再迟疑，迅速的收拾好要带的文件：“好，我和您一起去，现在就走吧。”父子俩带着秘书马不停蹄的到了各家银行，路上也在打电话预约各个行长的时间，但是无一例外都得到了拒绝的答案。江巡心底浮现出不好的预感，看着忧心忡忡的父亲，心底叹道：现在只能是去碰碰运气了。来到银行，几人说明来意，但是都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各家银行给出的理由都不太一样，有行长今天在休息，也有生病应酬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不在银行里，没空见面。父子俩碰了一肚子灰，脸色难看的从银行出来。江父看了自家儿子一眼，无奈叹口气：看来你二叔他们这是铁了心要针对公司，他们显然已经料到我们会向银行借款，已经提前打点好了关系。江巡语气凝重：接下来该怎么办，爸？江父思索片刻，缓缓道：现在只能找一找南城其他和江家合作过的公司，
看他们愿不愿意借这笔钱帮助公司渡过难关了。他淡淡吩咐道：“我们分开行动，我去找你贺叔叔家，小寻，你去盛兴广场找季氏集团，他们和我们公司有深度合作，而且季氏的掌权人似乎对我们公司很有好感，你可以去试试。”江寻也不早耽搁，点了点头，缓缓道：“好的，我这就去。”江父嘱咐道：“如果季氏集团要是愿意答应，你也可以代替我向他做出承诺，盛兴的项目我愿意全权让给他。”江寻眼底动容，知道父亲这是忍痛放弃了一块巨大的蛋糕，不惜以此作为条件。江寻咬了咬牙，知道了，爸。两父子开始分开行动。没有预约，想要见到季氏集团的掌权人是非常难的。传闻他来南城这几个月，几乎没什么人见到过。江寻毫不意外的吃了闭门羹，直接被保安拦在了门外，说话的语气也十分的不客气：“先生，不好意思，没有预约的话，我不能放您进去见我们季总。”江寻的态度温和，很有礼貌的缓缓说道：“实在抱歉，我确实没有预约，能不能麻烦你给季总打个电话？”江寻递出名片：“我是江氏的负责人，这次找季总主要是想聊聊合作的事。”保安有些疑惑的接过江寻递过来的名片，看了两眼后退了回去，摇了摇头道：“实在不好意思，先生，我没有这项权利让你进去，更何况季总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在公司。”见到江寻一脸和善，保安也不太忍心拒绝，拿出手机替他出主意道：“这样吧，季总虽然我联系不上，但是负责项目的王经理我可以帮你问问，你看可以吗？”江寻点了点头：“好的，辛苦了。”“没事。”保安淡淡道，很快拨通了电话，给负责季氏和江家的项目经理打去了电话，并且将情况一一仔细说明。“王经理，是这样的，负责人想要谈谈合作的事，季总现在不在公司，您看你有时间方便见一下吗？”公司之前有召开过会议，济南琛特意交代了，公司可能有收购江家的意图。王经理以为是江旭，便立即答应道：“你把人带上来吧。”保安答应道：“好的。”挂断电话后，他带着江寻往电梯的方向走：“江总，随我来吧。”江寻微微颔首，抬腿跟上了对方的脚步，低声说了一句：“辛苦了。”保安将江寻带到了总经理办公室，轻轻的敲了敲门。王经理在里面说了句：“进来吧。”江寻略微整理了一下衣领，走了进去，表情显得郑重：“王经理你好，我是江家的项目负责人江寻，这次来见你，主要是想要聊聊两家公司的合作。”听到来人，王经理的脸颊上闪过一抹诧异的表情，他抬头：“咦，我记得之前项目对接的都是另外一个江总，怎么他人呢？”最近公司里传出不少总裁打算收购江家的风声，江旭也经常往公司里走动，可见不是空穴来风。看来季总应当是真有这个意思，和江家的亲戚来个里应外合。而且最近季总也确实让自己准备了江家的股权转让书，虽然详细的事情没有告诉自己，但是王经理自己也猜了个七七八八。王经理的眼珠子狡猾的转动了一下，看着眼前面容姣好的江寻，一看就没什么经验，随口糊弄道：“之前一直和我们季氏谈的都是江总，不知道这位负责人，您这次来是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意见吗？”对方语气里的偏袒江旭让江寻不动声的蹙起了眉，感到一阵不好。听这语气，难不成季氏这里二叔他们也做了手脚？江寻微微启唇，缓缓道：“实不相瞒，这次来我是打算向贵公司借款的，最近江家的资金出现了问题，需要一定的缺口补上，放眼望去，也就只有季氏有这个能力为我们兜底。”他微微勾唇，露出一抹从容的笑意：“当然，我们也不会让季氏吃亏。作为条件，盛兴广场的那块项目，我们将退出，全权交给季氏。”王经理转动着手里的钢笔，抬头看着江寻：“很诱惑的条件，不过很可惜，江先生，我并没有能力答应你。这件事我会转告给季总，相信到时候他会给你答复。”江寻点头：“那如果贵公司想好，请务必联系我。”这是自然。王经理招了招手，叫来自己的秘书艾丽，送江先生。美艳动人的女秘书款款的走到江寻面前，向他伸出了手：“江先生，请随我来吧。”江寻低声说了句好，
跟着对方往外走。蓦地，办公室的王经理突然在背后冷不丁的留下一句意味不明的话：“江先生，这2天您和江总都往我们季氏跑，我们也很难抉择啊。您还是回去再好感想想其他办法吧。”江巡脚步一顿，脸色沉了下来，心情也一瞬间跌到了谷底。对方这句话已经很清楚了，那就是江旭已经提前来疏通了关系。这样一来，垃圾是很可能不会帮助公司度过这个难关，他们就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江巡怀着复杂的心情同秘书一同走到楼下，期间和刚刚办理完业务的刘秘书正好擦肩而过。江巡没停下，却也用余光多看了刘秘书，脸色微微疑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而刘秘书则是整个人一惊，停在原地，转过身看着江巡离开的背影，随即问到一旁的人：“这位先生来公司干嘛？”楼下负责接待的人向刘秘书解释道：“哦，他好像是江家的负责人，是来找季总聊合作的。”刘秘书眼睛瞪大，急促的询问：“然后呢？”这季总心里的小祖宗亲自来公司，刘秘书心里发慌，没出什么纰漏吧？接待的人老实回答：“哦，季总没在公司，是王经理接待的他。”对方凑过来，有些八卦道：“不过看这位帅哥的表情，应该是被王经理拒绝了吧？真不知道，原来江家的负责人这么帅啊，比他们那个总裁也好看太多了吧？”刘秘书一言难尽的看了一眼对方，同时心底隐隐担忧起来。他当然知道江巡这次是为了什么事，还不是因为项目出问题，急需要资金。可是现在公司正是和江旭父子谈筹码的重要时候，容不得半点差错，怎么好向对方明说？刘秘书叹口气：“这件事我会和季总说明的。”他停下脚步，扫视了一下众人，交代道：“对了，下次江先生要是再来公司，你们都给我机灵点，把人伺候好了。”接待的人面露不解：“可是咱们公司不是打算收购江家吗？态度不用太友善吧？”刘秘书头疼的揉了揉，这是现在没法说，只能将计就计。他沉了沉声：“你们动什么？就是要对他很好，麻痹对方，让对方分不清楚我们季氏的态度。你们这样，不就让江家早有防范了？”大家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原来如此的表情，忍不住夸奖道：“刘秘书，还是你想的周到。”刘秘书表情稍缓，继续交代道：“总之，下次江先生来，都给我热情点，好吃好喝的招呼着，就当是……”刘秘书语气重了重，交代道：“就当做老板娘一样，给我仔细着。”众人一副惊讶的表情，当成老板娘一样对待，这也太夸张了吧？刘秘书摇了摇头，在心底叹息道：“你们不懂，这不是当成老板娘对待，这是真正的老板娘呀，还不得好好巴结。”说着，他拿着手机，迫不及待的拨通了济南琛的电话，往办公室走，交代着情况，说明了江巡今天来了公司。济南琛的想法和刘秘书的也差不多，当下知己季氏自然不会应下江巡的要求，让江旭父子起疑心，但是济南琛也安排了其他公司的人，偷偷在为江家的资金周转出力。江巡出了季氏，便去和江父会合，这边虽然没有得到什么好消息，但是江父那边还是进展的不错。两人坐在车里，继续赶往下一个目的地。车上，江父不由感叹道：“你贺叔叔答应借5000万给我们周转，不过这还远远不够。”他把视线放在江巡身上，询问道：“季氏那边是什么态度？”江巡眼眸微闪，摇了摇头：“情况不太好。江旭父子俩已经提前打点好了季氏，我今天并没有见到他们季总。”江巡理智的分析道：“季氏那里，我们可能借不到什么资金。”江父低下头，思索了一会儿，眼底的担忧更甚，恐怕不是借不到钱这么简单。他的语气略微沉重：“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季氏联合你二叔来对付江家。”江巡表情略微诧异：“怎么会？我们和季氏不是还有合作吗？”江父看了江巡一眼，缓缓摇头：“商场如战场，商人只讲究利益，站在的问题更麻烦了。如果季氏参与进来，由他们向其他公司施加压力的话，我们借到钱的概率则要大大降低了。”江巡眼底也涌出一抹愁色：“可是我们现在根本见不到季总，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江父手搭在窗边，
快速的思索了一会儿，缓缓道：“听说过几天秦家要给季总办接风宴，因为他家小儿子的事，我本来是不想去的，现在看来，小荀，我们得亲自去一趟了。”当初秦子敬的事情，江父江母是最后才知道的，也是由他们出面摆平了这件事的。江荀此时也顾不得那么多，点头应道：“好，到时候我和您一起去。”事情果然朝着江父所预料的方向开始发展。这几天，江旭父子放出风声，说是季氏有意和他们合作，并且高调宣布退出江家，成立了旭氏集团公司，且打算把自己名下股份低价出售给季氏集团。看这架势，是要和江家斗到底了。此消息一出，舆论哗然。季氏要出手参与进来，想要借款给江家的公司就要掂量掂量了。江荀这几天和江父一起在外面跑业务，吃了不少闭门羹，同时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人情冷暖。不少公司听到是江家，都是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模样。江荀这几天连连加班应酬，同时担忧公司状况，奔波劳碌，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来。纪南琛看了很是心疼，他暗自催促刘秘书加快进度。然而江旭父子也不是吃素的，股权转让合同哪能说签就签，一时之间僵持不小。纪南琛看得实在心疼，不忍心让江荀再这么继续担忧下去，更何况两人现在正在谈恋爱，他也应该把自己的真实身份与江荀坦白了。打定主意，纪南琛给刘秘书拨通了电话。这几天公司的计划已经到了收尾的工作，对于纪南琛突然打来的电话，刘秘书显得有些意外。季总，有什么吩咐？纪南琛言简意赅的直接道：“帮我订一家南城最好的餐厅，让他们好好布置一下。今晚我要带江荀过去用餐。”刘秘书有些疑惑，季总以前可从来没让他做这些，况且他现在不是清贫人设吗？还花这么多钱请男朋友吃饭。刘秘书愣了一下，说出了自己的疑惑：“据我所知，季总，以您现在在江先生面前的经济能力，并不能带他去吃这样高档的餐厅。”不会吧？刘秘书心里一惊，恍然大悟，季总这该不是想吃男朋友的软饭吧？纪南琛揉了揉额头，略有些疲惫道：“别瞎想。”他顿了顿，最后缓缓道：“我是准备向荀荀坦白。”刘秘书惊讶的愣了好一会，最后才缓缓道：“我这就去安排。”纪南琛淡淡了一声，并且嘱咐了句：“对了，顺便把我母亲准备的那颗蓝宝石也一并拿过来。”上次继母人虽然没来，但是听说纪南琛已经追到儿媳妇了，便让人把自己给儿媳妇的见面礼给送了过来。刘秘书一一应下：“好的，我这就去准备。”资金出现缺口，在公司已经是心照不宣的秘密。江荀的工作也越发的忙碌起来，不仅要处理工作上的事宜，还要偶尔陪父亲出去应酬。繁重的工作导致他和纪南琛虽然在一家公司，却是很少有机会相处。所以在纪南琛约他吃晚餐时，他几乎是想也没怎么想就答应了。尽管特意留出了约会的时间，但是真正处理完事情，也是晚上9点多才算下班。最令纪南琛在财务部的工作也忙，所以江荀做完工作时，纪南琛也才刚刚完成工作，来办公室找他。纪南琛自然而然的走到江荀面前，疼惜的把江荀额前的一缕碎发撩到耳后，温柔的问道：“事情处理完了？”江荀眼下带着淡淡的青涩，神情很是疲惫，小糊涂的点了点头，回应着纪南琛的话：“差不多了。”他抬头轻轻去抓纪南琛的手腕，抬了抬眸：“不是说要去用餐吗？我们走吧。”纪南琛微微颔首，自然而然的反手牵着江荀的手，带着人往外走，同时主动解释：“餐厅我早就订好了，我们走吧。”好，江荀乖乖的跟在纪南琛身侧，同他一起往外。这些天一直没有时间去陪男朋友，让他淡淡懊恼，如今好不容易抽出点时间，自然答应了下来。两人一同走到楼下，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天空是黑压压的一片暗色，城市里是灯光璀璨，错落有致的路灯。此时的时间正是城市的繁华时候。今天开的车是江荀送给纪南琛的车，纪南琛给江荀打开副驾驶，把人塞了进去，自己才上车，
缓缓朝着目的地方向驶去。想着待会儿的坦白，济南琛心底仍有一些不确定，主动挑起话题：“寻，最近公司如何？有没有进展？”江寻缓缓摇了摇头，没什么进展，因为记事的原因，不少公司都不愿意插手。济南琛听到这话，不动声色的蹙了蹙眉头，忍不住柔声安慰道：“别担心，说不定记事那天就愿意出资了呢。”江寻嘴角划过一抹苦笑，摇了摇头：“哪有这么容易？按照我们的推测，记事恐怕是和我二叔他们早有联系，这个可能性不大。”济南琛不由抓紧了方向盘，心里一阵阵发紧，希望寻知道真相后不要怪他。他抿了抿唇，这也不一定，说不定还有转机。江寻无奈的想着，要是有转机就好了，那他一定会想尽办法去争取过来。提到这个问题，江寻的心情也越发沉闷，他怕到时候和男朋友吃饭的心情都没有了，便主动的转移开话题，重新把视线放在济南琛身上，问道：“对了，怎么突然想要出去吃饭？”其实他更想和济南琛回家，简单的坐着吃个晚餐。他和济南琛除了晚上睡在一起，已经很久没有坐在一起温馨的吃顿饭了。济南琛语气有些沉，略显得有些紧张，不自然的轻咳了一声：“寻，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想和你说。”江寻有些疑惑的看着济南琛：“有什么重要的事？不能现在说，非等到去吃饭的餐厅说。”但是顾及到济南琛的情绪，江寻到底没说什么，只是点头答应下来：“好吧。”两人一同驱车来到了南城最繁华的地段，停好车后，济南琛带着江寻一同往餐厅的方向走。半路上，两人却正巧碰到了江旭。江旭手边带着一位女伴，身后有秘书替他提着购物的袋子，看起来一派春风得意的模样。自从确定了和季氏签订合同，将要拿到江家的大部分股份时，两父子都有些飘飘然，花钱应酬也开始大手大脚了起来。江旭见到江寻，眼眸中闪过一丝意外，随即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意，慢悠悠的走到济南琛和江寻跟前，故意找不痛苦：“这不是小寻吗？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见。”江寻的神情淡淡：“是挺巧的。”江旭笑盈盈看了看江寻，又目光沉沉的把视线转移到济南琛身上。对于这个屡次让他吃瘪的男人，江旭直接出声嘲讽道：“现在公司正是忙的时候，想不到小寻你们还有这个闲情逸致出来约会。”他慢悠悠看着江寻：“看来我和父亲离开公司后，对于公司也没多大的影响，真是可喜可贺呀。”江寻冷了声，面无表情的看着对方，直接挑明了说：“旭哥，有没有影响？难道你和二叔心里不清楚吗？”江旭把女伴往自己身边搂了搂，脸颊上早已没了平时的谦逊温和，狼子野心的真面目显露出来。这也不能怪我和父亲呀，小寻，我们战战兢兢为公司做了这么多，只是想得到自己应得的而已。他的眼神微眯，看着江寻，语气也渐渐的变得不客气了起来：“要怪就怪你爸，他太偏心了，什么好处只想给你这个同性恋子留着。”呵。济南琛在一旁冷笑一声，主动的维护着自家男朋友。江家的产业不留给儿子，难道留给你们这群外人？他半眯着眸子，眼底满是不屑，直接呛声道：“不知道是该说你们蠢还是坏。”江寻脸色微变，没想到二叔他们家竟然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满他父亲想要把公司留给他，这才不惜一切代价的捣乱。这才是你们一家真实的想法吧？江寻眼底涌现出一抹失落，他之前一直视若亲人的人，内心却是想要侵占他们家家产。江旭冷哼了一声：“江寻，你没有这个能力接管公司，就应该退位让贤。”江寻抬眸，温柔的眼神里闪过一抹坚定，毫不畏惧的对上了对方的视线，毫不示弱：“该不该让贤，旭哥，不是你说了算。”江旭表情一愣，紧接着听到江寻继续道：“有些事我不想做，不代表我不会做。你们这种人，现在看来，滚出公司对于公司来说反而是件好事。”江寻的神色自若，表情自信，在灯光下连发丝都泛着一丝金色。他冷眸看着对方：“你不要小瞧了江家，没有你们，我们也一样能渡过难关。”江旭一怔，
从没见过江巡在自己面前说这样的话，一时之间有些愣在原地。过了许久，才算回过神，重新看向江巡，语气一时之间有着没绷住。是吗？渡过难关？江旭看向江巡，公司什么情况他也了解了大概，说起来自然是自信满满。公司现在的情况，我倒是要看你拿什么来渡过难关。江巡微微握紧拳头，脸色越发的沉了下去。他之前一直天真的以为大家都是亲人，自然一心一意的都是为了公司好，却低估了人性。想到这里，江巡眼底泯灭掉最后一丝对于江旭的仁慈。他微微启唇，旭哥，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欺骗我，这件事在我这里无法原谅。你有没有想过，你和二叔做的这些侵害公司利益的事，公司会追究你的法律责任？江旭抬头，毫不畏惧的看着江巡的眼睛。江巡，你和五叔现在有时间追究我们的法律责任吗？他微微一笑，紧接着缓缓道，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们现在已经自顾不暇了吧？江巡也毫不示弱，只要公司还在我手上一天，我保证一定会把你们在公司做的事挨个查清楚。江旭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挑了挑眉，那就走着瞧，看看公司还能在你手下待多久。江巡没有应对方的话，但是脸颊上满是认真的神色，熠熠生辉的眸子看得江旭心底一阵发怵。他拂袖带着女伴低声道了句，我们走。看着江旭离开的背影，江巡神色如常的收回视线，没什么情绪。对于放狠话，显然脚踏实地的做好本职工作，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自己负责。他牵了牵愣在原地的纪南琛，开口说道，我们走吧，南琛。纪南琛从江巡的话中回过神来，抿了抿薄唇，眼色一时之间有些复杂。他没有动作，而是停在原地，看着江巡，抿了抿薄唇，随后问道，巡巡，你不喜欢别人欺骗你吗？江巡有些意外的看着纪南琛，怎么这么问？就是随口问问，看你的模样，好像很介意。江巡微微颔首，面对男朋友，老实回答着，我确实不太喜欢别人欺骗我。他的手微微抓紧了纪南琛的手臂，在我看来，人和人的相处，难道不就是要真诚吗？江巡略微垂下眸，我没办法接受，我真诚对待的人，却不愿意真诚的对待我。纪南琛眼眸闪了闪，心底有些发苦，与此同时，想要坦白的态度也在此时打着退堂鼓。怎么办？看巡巡的模样，他是真的很在乎别人有没有欺骗他。如果被他知道了自己是装穷待在他身边的，那江巡还会选择继续和他在一起吗？如果江巡发火，或者一气之下要和自己提分手，那可怎么办？纪南琛心底一下子慌乱了起来，他不知该不该和江巡进行坦白了。纪南琛语气有些干涩，这样啊？见纪南琛情绪不高，江巡淡淡了一声，主动的转移话题，不提这样不高兴的事了，我们去吃饭吧。纪南琛在心底微微叹了口气，看着江巡温柔道，走吧。他牵着江巡走到南城最奢侈的一家5星级餐厅门前停下。江巡有些意外的看了看纪南琛，停下脚步，扯了扯纪南琛的衣袖，怎么来这里吃？纪南琛耐心的解释道，听网上说这家味道不错，怎么了巡巡？江巡看着纪南琛，体贴的缓缓道，你家里还外欠债，没必要请我来这么高档的餐厅吃饭，我们去个普通餐厅吃就行了。纪南琛安抚道，偶尔一次没关系，更何况他语气一顿，替自己找了借口，我来公司发的第一个工资，理应请你吃顿饭。纪南琛这样说，江巡也不好再反驳什么，只能点了点头答应下来，那好吧。两人一同踏进餐厅，服务员便热情的迎了上来，纪先生、江先生，里面请。纪南琛和江巡微微颔首，一同走了进去。餐厅布置的很雅致，周围是欧式的建筑，餐厅中间摆放着一台白色的三脚架，昏黄的壁灯下摆放着壁画，周围的水晶灯摇曳。餐厅里蔷薇和桔梗被放在桌上，他们走进去，踩着的是餐厅的羊绒地毯。服务员将两人引到一旁预定好的座位坐好，随即有人端上精致的茶具，给两人沏上了一杯红茶。两位先生，
这是本店的格雷伯爵红茶，是具有佛手柑香气的一款混合茶，两位请慢用。江巡礼貌的点头，好的。对方把菜单递上前来，这是菜单，两位想点什么？江巡把菜单接过去，轻轻的扫了扫菜单内容。他以往是来过这个餐厅的，对于这个餐厅的一些特色菜是有所了解的，量小精致价格贵，是这些星级酒店的通病。如果是平时，江巡自然愿意随意点，但是今天是济南琛请客，他不得不顾及着对方的经济能力。江巡微微锁着眉头，尽量从菜单里找出一些量大价格低的菜品来。看了大概有好几分钟，服务员脸颊上的标准笑容都快凝固在脸上时，才听到江巡淡淡道：“那叫海鲜炒饭，再来一份法式浓汤吧，谢谢。”服务员笑容一顿，不可置信的问道：“先生，确定就这些了吗？”“不会吧，不会吧！”服务员心底掀起惊天巨浪，把他们餐厅包场，就是为了来吃一份炒饭，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吗？体贴男朋友的江巡微微颔首，随即把菜单递给了济南琛。南琛，你看你想吃点什么？济南琛接过菜单，一看男朋友这模样，就知道对方是怕他花太多钱而不忍心点。他垂眸淡淡扫了眼菜单，随即合上递给服务员，淡淡道：“把你们特色的菜品都上一遍。”服务员拿着菜单，点头退了下去了。好的，先生请稍等。服务员退下去后，江巡微微蹙着眉头，看着济南琛，担忧说道：“会不会太多了？”济南琛拖着下巴，深情款款的看着江巡：“怎么会？江巡，这家餐厅的消费水平太高了，下次不来了吧？”他瞥了一眼济南琛：“你家里还欠着债，我们还是节约一点吧。”济南琛听到这话，不由得心头一梗，男朋友认为他很穷，现在应该怎么办？江巡看了看四周，面露一些疑惑，奇怪，今天这家餐厅怎么没人来用餐？偌大的餐厅只有他和济南琛，难免显得有些空旷。济南琛心底一阵发紧，心底告诉他应该此时向江巡坦白，但是他话到喉间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可能消费太高，没人愿意来吧？济南琛语气干涩的找着借口。江巡点了点头，想了想济南琛说的也对，他看向对方，轻轻喝了口茶，不禁问道：“对了，南琛，你不是说约我有重要的事要说吗？是什么事？”济南琛心底越发没有底气，怎么办？要是他说了，江巡一气之下和他分手怎么办？要不然等公司度过了这次难关，自己带着江旭父子的股权转让合同和键盘去道歉，会不会显得更加有诚一点？他默不作声的将蓝宝石藏在口袋里，缓缓启唇：“哦，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母亲想要见见你。”江巡的表情略显遗憾，我也很想见伯母，可是现在公司确实抽不开身。他看向济南琛，眼底带着歉意：“你看能和伯母说说，等公司忙完了，我一定亲自登门拜访吗？”济南琛早和自己见了父母，在江巡看来，去见对方的母亲也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可以。济南琛点头，看着一脸认真的江巡，在心底又默默骂了一句自己，轻轻叹息道：“我母亲她一定会很喜欢你的，巡巡。”江巡看着济南琛，脸色并不是很好看，以为他担忧自己不能搞定，轻轻抚上了济南琛的手背，安抚道：“我也会努力让伯母喜欢我的，你放心。”济南琛看着这样的江巡，心底越发的愧疚了起来。江巡不喜欢欺骗他的人，而他现在却在一遍遍的撒谎，试图用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掩盖最重要的事实。他太患得患失了，好不容易惦记了整整10年的人，就只是江巡需要那么区区不喜欢别人欺骗他，就可以把自己击溃的溃不成军。济南琛不动声色的捏紧了拳头，在心底默默的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向江巡坦白的好时候，等他解决了江旭父子，腾出时间再好好的和江巡坦白也不迟。现在如果告诉江巡自己是季氏集团的总裁，恐怕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两人在餐厅里吃了一顿心不在焉的晚餐后，回到家中。与此同时，刘秘书也发来了短信，通知了一下济南琛后天的行程。刘秘书，季总，后天下午6点，秦总专门为您准备的见面会在会场举行，需要我来接您吗？
济南琛看了看手机，淡淡回复道：“对了，顺便明天把股权转让合同签下来，正好后天给他们父子俩一个惊喜。”刘秘书应下：“好的，宾客名单我发给您一份。对了，秦总问，您打算邀请江总他们吗？”济南琛微微蹙了蹙眉头，略微思索一会儿，随即回复道：“不了，你看看名单，别让寻他们过来，这件事我还没有和他说清楚。”刘秘书略微诧异，不是说今天去坦白吗？难道没有这么做？不过自家总裁都这么交代，可他也没拒绝的理由。刘秘书回应：“好的，那我这就把江先生从邀请者名单上剔除出去。”济南琛：“江寻见到济南琛回复消息，没忍住询问道：“是有什么事吗？”济南琛淡淡摇了摇头，应付道：“工作上的事情，没事了。”他揉了揉江寻的脑袋，看了看浴室的方向：“快去洗澡，准备休息了。”江寻点头：“次日，江寻到公司就被自己的父亲叫到了办公室。此时办公室里重要的股东都尽数到场，气氛十分的凝重。见江寻进来，江父向他招了招手，示意他来自己身侧。江寻没有出声，而是乖乖的站到父亲身旁。江父仿佛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扫视了一下众人，语气略沉重：“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明天既是新一代掌舵人的见面会，并没有邀请江家。”其实一个股东叔叔点了点头，脸颊上的表情也十分的凝重，看来季氏这是有意想要和我们对着干了。看着几位长辈的表情，江寻也知道这件事不是一般的严重，脸颊上也涌现一抹担忧之色。江父继续缓缓道：“今天出来的消息，江旭父子的股份已经全部转让给了季氏，下一步他们恐怕真要冲着公司来了。”另外一个人担忧道：“现在可怎么办？我们甚至连这位季氏的掌权人的面都没见过，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想法，这件事到底还有没有转机？”江家虽然在南城算是豪门，却也只算得上2、3线的豪门，他们甚至连和沈家抗衡的能力都没有，谈何家大业大的季氏？如果季氏真的要收购公司，公司并没有把握能够全身而退。江寻担忧的看了看办公室里的长辈，不由得心揪紧到了一起，事关生死存亡，怎能不忧？他轻声道：“没有其他办法了吗？”江父缓缓道：“我托朋友要到了一张明天见面会的邀请函，明天江寻你去参加季氏掌权人的见面会，探探这位季总的口风。”江寻自然知道马虎不得，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好的。”江父交代道：“看看对方的态度，如果有所缓和，江家也并不是不能够谈。”江寻神色严肃的应下：“知道了爸。”江父重新把视线转向其他人的方向，进一步继续道：“另外，我们也不得不做2手准备。我个人名下还有一些财产以及房产，已经托人估价，应该能撑上一段时间。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江总，我的意思是，看着众位叔叔对于公司的事绞尽脑汁。”江寻微微握紧了拳头，心底暗自思索，他明天一定要想尽办法为公司做点什么。当天他找人去了解了一下这位季氏的掌权人的资料，没什么收获。季氏总裁很神秘，他所有的背景资料都做了模糊处理。传闻他接管季氏以来，经手的都是一些大项目，为人冷漠克制，不讲情面，极少有人见过他本人，各个媒体也没有他的照片。从本人这里找不到切入口，那就只能从其他地方变通。江寻连夜制作了好几个方案，试图说服对方。次日，去见季氏集团的掌权人，自然是马虎不得。一大早，江寻在家便寻了件优雅得体的银白色西装，搭了条斜纹领带，看起来十分正式。他站在镜子前，随手理了理领带，将一枚钻石胸针戴在胸前，额前的发丝被打理的一丝不苟，整个人看起来清瘦冷淡。济南琛走到更衣室时，见到这样的江寻，微微怔了一下。片刻，他走上前，走着吃味的轻轻环住江寻细窄的腰，俯身在江寻耳边低沉说道：“宝贝，这是要去见谁？打扮的这么迷人。”江寻平时虽也穿西装，却远不如这次这样重视。银白西装狠狠衬他的肤色，整个人如同雪松冷霜，看起来又冷又美，贵气十足，让人几乎挪不开眼。一想到男朋友打扮的这么好看，
出门去见别的男人。济南琛此时恨不得买把锁，把人锁在屋里，与自己在床上日日搓磨。江巡轻轻把济南琛的手拿开，语气温柔，嘴角挂着浅笑，淡淡解释：“别闹，今天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人。”济南琛不满的凑过来：“有我重要？”江巡调转视线看着济南琛，脸颊上没什么情绪，只是如实的和济南琛解释：“这没什么可比的，他对于公司来说很重要，你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济南琛嘴角微翘，对于江巡的回答甚是满意。虽然你这么说我很开心，但是一想到不知道哪个野男人竟然让你穿得这么迷人去见他，还是不爽。江巡挪开2步，往门口望了一眼，无奈笑道：“好了，我们该走了。”济南琛微微颔首，重新牵起江巡的手：“走吧。”两人一同出门，途中江巡不由得向济南琛交代道：“对了，我今天下班要去谈生意，不能和你一起下班回家了。”江巡这几天一直加班，济南琛早已经习惯，更何况今天他也有个晚宴要参加，于是便点了点头：“好。”两人在公司工作了整整1天，下班后不分前后的离开了公司，却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而去。刘秘书特意来公司接的济南琛，济南琛上车时，整个人的气场一下子压了下来，直截了当的询问：“准备的如何？”刘秘书一边示意司机开车，一边拿着手里的文件向济南琛汇报着基本的情况。昨天季氏已经收购了包括江旭父子俩在内的所有股份，另外按照您的吩咐，他们将股份收购的钱又全部投入到了季氏参与的项目里，而且按照您的示意，沈家和他合作的好几个项目，他们父子俩往里砸了不少钱。济南琛微微颔首：“做得不错。”似乎是想起什么，他随即问道：“对了，今天的晚宴邀请他们了吗？”刘秘书微微一笑：“自然，这样一出好戏，怎么能少了主角的登场呢？江旭父子俩恐怕也会以为您今天是向众人宣布和他们的合作吧？”济南琛勾了勾唇，眼底涌出一抹深意：“那就好。”要去参加晚宴，并且第一次在南城的各个富商面前露脸，自然马虎不得，所以济南琛第一站不是宴会，而是去家里重新换了身西装，这才往晚宴现场赶。与此同时，江巡已经来到了现场，一旁的侍从拦下他，露出一抹礼貌的微笑：“先生，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您出示一下邀请函？”江巡面对这样的场所也不是1次2次，表面依旧十分淡定从容的拿出了邀请函，给侍从看了看受邀的嘉宾，戴着手套引着他往里走：“贺先生是吧？请跟我来。”江巡微微颔首，跟着对方一同往里走。这时一旁传来一道嘲讽的声音，打断道：“什么贺先生？他根本就不是贺家的人，也没在受邀名单内，他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见面会。”侍从听到声音，脚步一顿，停了下来。江巡也重新把视线投到江旭父子俩的身上，看着对方，神色没什么变化：“我能不能进去，和你们没有关系吧？”江二叔带着儿子走到跟前，看着江巡，满脸的得意：“小巡啊，你哥哥也是好心的提醒你一句，毕竟今天是季总的见面会，没邀请你，你这么贸然顶替别人的身份进去，于理不合。”俩父子的声音不大也不小，恰好能让在场的人听得清楚。受邀的嘉宾都是南城有头有脸的人物，一时间纷纷把目光投到了江巡身上。江巡微微攥紧了手里的邀请函，深吸口气，镇定自若的面对众人探究的视线，嘴角勾起抹得体的笑容，不卑不亢的道：“是这样的，贺伯伯今天有事不能到季总的见面会，为表遗憾，特意让我过来亲自向季总表达歉意，这样难道不行吗？”江旭嘲笑道：“贺总表达歉意，竟然还劳烦江家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一家人呢。”江巡表情很是平淡，视线清冷的看着江旭：“旭哥和我们江家之前不也是一家人吗？卖主求荣不一样，做得很顺畅，有时候看似一家人，却不见得是真正的一家人。”南城最近江旭父子俩判出江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如今被江巡这样斥裸裸提出来，众人看向江旭父子俩的视线都变得有些耐人寻味可起来。江巡继续不急不缓的道：“
不过二叔和旭哥有没有考虑过，一家人都能背叛，又怎么让大家放心将手下动辄上千万的项目交给你们两位呢？没有诚信，那还寻什么生意呢？江旭看着江巡，嘴角勾着冷笑，以前竟不知道你的嘴这么会说。江巡说的自然没错，这也是江旭父子俩现在紧紧依附着季氏这棵大树的原因。他们俩这种行为确实在商场犯了大忌讳，一旦脱离季氏，便没有公司会愿意再同他们合作。众人见到江巡这番坦然自若的发言，脸色变了又变，纷纷在心里盘算着，江家的这位小少爷看起来不像是外界说的那样不务正业。江巡挑了挑眉，学着济南琛平时那副模样，实话实说罢了。江旭冷哼一声，没占到便宜，开始耍赖。不管你今天说破了天，邀请函没你的名字，你也不能进。江巡微微蹙起了眉。就在这时，秦董事长走了出来，看到江巡，老谋深算的挂着笑容。我说，大家也不必这样拘泥行事。他视线放在江巡身上，意有所指。我倒是觉得季总很乐意见到江小直来参加晚宴。秦董事长自然知道济南琛和江巡的关系，所以说起话来对江巡格外的客气。而他是这场见面会的发起人，他都答应了，旁人自然不会再多说些什么。江旭只得咽下这口恶气，那就依秦总的意思。江巡有些意外的看着秦董事长，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对方，第一次对方还指着他鼻子责怪自己害了他儿子，这次怎么变化如此之大？尽管疑惑，但是江巡也只能点头答道：谢谢秦叔叔解围。秦董事长很是和善的摇了摇头，小事一件，江小直不必挂在心上。他领着江巡往里走，深叹口气，倒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又给你添麻烦了，你可别放在心上，我已经好好训斥过他。江巡摇了摇头，与对方客气，没什么，秦子敬他，秦叔叔你可能需要给他找核心理医生。秦董事长眼底闪了闪，他现在在接受治疗，劳你挂心了。他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继续，而是转移开话题，不聊这个败兴的东西。对了，你今天抽空过来，相信季总应该会很高兴。江巡越发不解了，他来，这位传说中的季氏掌权人干嘛要高兴？秦董事长把他领到宴会中心，随即表示，那我先去招呼一下客人，失陪。江巡微微颔首，答了一声好。这场宴会来的人很多，整个会场都是来参加宴会的各路政要商人。舞池里的舞者翩翩起舞，一旁放着舒缓的音乐，大家熟络的攀谈着。江巡极少有机会应对这样的场合，只能端着酒杯找了个没人的角落。秦董事长率先走到台上，调了下话筒位置，轻咳一声，嗨嗨，欢迎大家肯赏脸来参加秦某组织的这场见面会。相信各位也都知道了，这次宴会的主要目的呢，是向大家引荐季氏新一代掌权人季总来南城与大家共谋合作。他微微侧身，指了指身后的扶梯，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季氏集团现任总裁济南琛先生。江巡听到对方的名字时，表情微正，整个人愣在了原地。随后他眼睁睁见着一身定制西服，面容冷峻，气质禁欲的男人带着昂贵腕表缓缓向他走来。对方凌厉的眉眼微微隆起，从扶梯处一步一步缓缓地走下来，灯光在男人棱角分明的脸颊上镀上淡淡金色。眼前这个男人与平时和自己相处的模样完全不一样。济南琛的举止优雅，整个人隐隐散发着上位者的气息，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搭配着举手投足间手腕处不经意露出的千万名表，整个人看起来金贵随意。江巡恍然的往后退了两步，看着眼前这个熠熠生辉、贵气的让人挪不开视线的男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半晌，他回过神来，嘴角划过一抹自嘲的笑。所以一直以来，那个所谓的玉燕峰季氏总裁联合着他的亲人一起对付江家的幕后之人，竟然是他的男朋友。还真是讽刺，到头来他以为真心对待的人，竟然要联合外人一起来对付他们家的公司。江巡不由自主地攥紧了酒杯，整个人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被欺骗后的伤心，微微颤着，他眼眸微闪，脸色难看的就这么站着原地。
脸颊上同样错愕的还有江旭父子一家人。他们先是惊讶，反应过来是谁以后，就是滔天的怒气了。江旭的脸色被气得通红，死死的盯住纪南琛，整个人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直谋求合作的对象竟然是江巡的男朋友。这样一想，他和父亲岂不是被下套了？纪南琛并未注意到这些，他缓缓下楼，动作很是慢条斯理，脸颊上没什么表情，压迫感却十足，似乎他天生就是掌权者一般。与生俱来的气场让场上的众人面色一凝。纪南琛拿着话筒，整个人散漫随性。大家好，我是纪南琛，很荣幸受秦总的邀请参加此次的见面会。他目光淡淡扫了眼脸色灰白的江旭父子俩，微微勾起一抹淡笑，紧接着继续道：这次我特意露面，也是因为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宣布，关于最近季氏与江家之事。纪南琛话到一半，目光随意一瞥，却在台下看见了江巡苍白的脸色，此时正冷着眸抿着唇，一言不发的看着自己。他瞳孔一缩，表情略显意外，忍不住低声道：巡巡，你怎么在这？众人看着这位神秘的纪家继承人失态的表情，跟随着他的视线，纷纷把目光转向了江巡的身上。江巡眼底涌动着的失落与忧伤，像是一阵阵席卷而来的潮水，快要把纪南琛淹没。纪南琛被他的这个眼神刺痛，愣在原地。他的声音沙哑，明眸善睐的眸子染上一层雾气，过了好一会儿才调整好情绪，轻声道：原来纪总不肯邀请江家，是这个原因。江巡的睫毛往下垂，眼下眼底的神色：抱歉，是我唐突了，太自不量力了。他当即将手里的红酒杯放在侍从的托盘上，冷着脸，语气里不难听出怒意：就不打扰各位的雅兴，先走一步。话落，江巡转身，头也不回的从人群里离开。他清瘦的身姿挺拔的往外走，尽量让自己显得不是那么愚昧，不至于如此难堪。满心欢喜，充满信任的江巡像是被人狠狠的在心窝处打了一拳，而这个人竟然是自己最信任的人。江巡脸色冷白，除了失望难受，心口被欺骗后的愤怒情绪堵得满满的。纪南琛站在台上，脸颊上的表情先是微微错愕，随即回过神来，更多的是慌张。他曾预想过许多与江巡坦白的方式，但是不曾想竟然发生了最糟糕的一幕。现在江巡肯定以为自己是和江旭父子里应外合，是为了江家才故意接近他，和他在一起的吧。看着江巡无比失落的表情，以及对方落寞离开的背影，纪南琛仿佛被针扎了一下，四肢百骸布上了一阵寒意。众人一脸惊讶的看着这位纪大佬，原本漫不经心的表情逐渐转化为慌张，看着江家小少爷怒气冲冲离开的背影，几乎是狼狈的从台上冲了下去，急声道：宝贝，听我解释。这是江巡第一次在所有人面前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发了怒。他没办法接受来自于最信任的人的欺骗。听到纪南琛急促的声音后，江巡咬了咬牙，几乎是加快了步伐，迅速的往外面冲出去。同样愤怒的江旭此时也想冲上来，却被他父亲给按住，只恶狠狠吼道：姓纪的，你故意的！纪南琛现在可没心思应对对方的怒吼，他不顾场上的众人，此时一门心思是去追老婆。众人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这场见面会的主角就这么一前一后跑出了会场，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还是秦董事长反应迅速，走到台前打着圆场。小情侣之间嘛，难免有些矛盾，大家多体谅体谅。既然纪总不在，大家就当作是普通的晚宴，只管玩得开心。另外一头，纪南琛在门口追上了江巡，一把扣住了江巡的手腕，语气略急：巡巡，你听我解释。江巡被迫停下了脚步，他冷着眸对上了纪南琛的视线，眼尾红红的看着对方，手腕小弧度的挣扎了一下，整个人往后退了退，几乎是指名道姓的道：纪南琛，你放开我！纪南琛走上前，进一步扣紧了人，霸道的表示：我不放。他语气低沉，叹道：放开你，你就跑了。江巡停止了挣扎，就这么视线淡淡的看着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你先放开我。他的视线停留在纪南琛的手上，我们都是成年人，成熟一点好吗？
济南琛听到江巡这话，只能讪讪把手松开。好。江巡手轻轻揉了揉手腕，没再看济南琛的眼睛，而是缓缓道：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济南琛看着江巡，眼眸闪烁，哑声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能不能听我解释？江巡微微颔首，好，我可以听你解释。济南琛不肯撒手，挡在江巡的面前，表情执着，他的脸颊上涌出一抹自责，淡淡道：巡巡，我不想让你难过的。江巡抬眸，平静的看着他，可是你已经这么做，已经让我难过了。他微微捏起拳头，语气清冷，却含着抹怒意。你做这种事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济南琛听到江巡的话，表情微微一怔，愣在原地，眼底涌出一抹愧疚，是我不该瞒着你。他尝试抬眸，有些紧张的看着江巡，这件事是我做错了。江巡深呼吸一口气，压一下心底的脾气，他深深看了济南琛一眼，继续道：或许我们真的需要好好聊聊。江巡和济南琛对立站着，经过刚刚对峙的消化，江巡的情绪已经缓和了许久，只是眼底还是掩盖不住内心浓浓的失望与悲伤，只是这么安静的看着济南琛。济南琛紧张的交叉着手，不敢去看江巡的眼睛，低头一本正经的站在江巡对面，抿了抿薄唇，解释道：巡巡，我承认在庄琼这件事上是我欺骗了你，抱歉，当时见到你去租男朋友，我不想失去这个靠近你的机会。他抬眸认真的看着江巡，但是公司我没有联合外人对付你的意思，只是稍微使了点计谋，让江旭父子让出了股份。你别因为这件事难过，我本来是想给你惊喜的，股份原本也是打算还给你的。江巡轻轻抿了口酒，挑眸看着济南琛，语气淡淡：你以为我是因为误会你联合江旭对付江家而生气？济南琛一怔，看着江巡，眼底满是失落。江巡额头的碎发被风吹得有些凌乱，只有一双眼睛格外清明。他深呼吸一口气，既然是想靠近我，那之前你有很多机会向我坦白，和我回家之前，在一起之后，为什么不说？反而任凭我误会下去。还有公司的事情，你觉得见到全公司的人一起焦头烂额会是惊喜？刚刚情绪上头，他或许会误会，但是冷静下来一想，他便知道，如果济南琛是季氏集团的总裁，那他是不可能有收购公司的想法的。可是这样的情况反而比济南琛联合外人更让他生气。济南琛面色微变，江巡看着济南琛，眼底慢慢暗淡下去，勾起一抹无奈的笑。济南琛，你是对我有多不信任？觉得你装穷我不会原谅你，也觉得你特意设计套牢江旭父子，我一定会误会你。济南琛愣在原地，看着江巡满眼失落的眼神，他无从辩驳，曾经确实有许多坦白的机会，他没有同江巡说，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看着江巡，声音沙哑，淡淡摇了摇头，解释：不是，我不是对你不信任，我是对自己没信心。江巡冷着声打断了他的话，脸颊上的情绪波动厉害。够了，济南琛，真诚这两个字，你懂吗？江巡直勾勾看着他，你不懂，我怕你欠债太多，吃不上饭，怕你被追债的人伤到，这些担心你都不在乎，你只在乎自己的感受，你只在乎自己有没有和我在一起，不在乎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和你在一起的。没人能体会，当你捧着一颗真心时，被人狠狠摔在地上的滋味。他无数次因为济南琛的家境所做的担忧和筹谋，甚至不惜让对方进了自己公司，到头来像个笑话，还连累父亲和公司其他人一同担忧受怕。济南琛垂下头，神色很是颓败。当江巡一步步把事情剖析在他面前时，济南琛总算意识到自己内心恐惧的是什么，可不就是江巡待他的真挚，却被他利用，用来做两人相处的筹码。10年暗恋，他也有自己不敢承认的懦弱，想过坦白，却更害怕失去，所以造成了现在这样不可收拾的局面。当事实摆在他面前，再也容不得他退缩分毫。他对上江巡的眼睛，语气里满是愧疚：对不起，巡巡。江巡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脸颊上涌出一抹痛苦的神情。片刻，他睁开眸子，看着济南琛，声音干涩的道：济南琛，我们
彼此冷静一段时间吧。济南琛整个人不可置信的浑身一震，看着江巡，喃喃自语。冷静一段时间，他不由上前一步，抓着江巡的胳膊，重复着又问了一遍：冷静一段时间是什么意思？江巡退后2步，脸颊上的神情很是疲惫，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我想，我们应该好好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济南琛看着江巡这副表情，眼眸闪过一丝痛苦，紧接着便听到江巡哑声说道：好了，今天不是你的见面会吗？快回去吧，别让客人久等。济南琛嘴角划过一丝苦笑，你不再见面会还有什么意义？江巡平静的看着他，一字一句道：你忘了吗？你的见面会本来就没邀请我。济南琛一时失语，江巡挣脱开济南琛的手，往自己的车方向走去。济南琛情不自禁的跟上，巡，他不想冷静。巡这样说，两人的感情说明已经出现了问题，而他并不想原地待命。你别这样，要打要骂我都认，别不理我。江巡的脚步一顿，却控制着不让自己回头，别让彼此都难堪了。我现在真的不想面对你，给我一点时间。济南琛听到这句话，不得不停下了脚步，声音哽了一下，轻声说：好，我等你。江巡轻轻嗯了一声，随即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今天这场见面会终究没有等来主角，眼睁睁看着江巡离开后，济南琛也没了心情再继续下去参加宴会，也不敢去打扰江巡，自己开车回了酒店。另外一头，江巡虽受了刺激，却也有不得不完成的事。他开车先回了趟公司，江父此时还没下班，他得回去交差。公司里因为收购问题，大半个公司都是一片紧张氛围，正在各个岗位上加班，走廊上遇到，还热情的与他打着招呼。特助晚上好。江巡没什么表情变化，只淡淡说了句晚上好，可见到大家疲惫的神情，心底却越发的不是滋味来。说到底，这还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思索到此，江巡加快了脚步，快速的朝着董事长办公室走去。轻叩2下门后，江都说了句进，江巡抬腿走了进去。江父微微抬头，看清楚来人后，和蔼的询问道：回来了？事情办得如何？见到人了吗？江巡缓缓的走到父亲跟前，微微颔首，有些愧疚的看着父亲，艰难的开口：见到了。江父继续追问：那对方什么态度？爸！江巡轻轻喊了一声，最终还是向父亲坦白道：那个传言的季氏新的掌权人就是南琛。江父挑了挑眉，感到吃惊。哦。随即他反应过来，眼底恍然，闪过一抹恍然，原来是这样。江巡看着父亲，眼底并没有多少意外，不由得问道：您不觉得惊讶吗？江父翻了翻文件，语气淡淡道：之前南琛有和我暗示过，怪我听到季氏家族都没有回想起这件事来。比江家富裕的家族又姓季，除了季氏，南琛还找得出第二个？江巡垂眸，喃喃自语：那您知道了不生气吗？不怕他是真的要收购我们公司，故意接近我的？江父淡淡瞥了他一眼，我还是很相信我儿子魅力的。他语气一顿，更何况生意场上的事都不好说，怪谁都不如自己努力处理好公司的危机。江巡看着父亲认真的脸颊，点了点头：我懂了，爸。他知道父亲这是在教导他，只要自己有能力，自然不需要怕谁使诈，都能解决。江父继续道：当然，虽然南琛这孩子和你二叔联手对付我们江家的几率很小，但是商人嘛，最好是有万全之策，我们也不能懈怠。原来计划是什么样，照着做就是。江巡狠狠的点了点头，随后主动拿着文件开始处理。两父子一直忙到凌晨，才各自回家去。今天经历的事情太多，江巡回家时一脸的疲惫，他习惯性的打开房门，家里的小猫兴冲冲的蹭过来，冲着他喵喵叫。在江巡脚边蹭了蹭后，小家伙伸着脑袋往门外看了看，没有看到济南琛的身影，抬头又冲着江巡叫了好几声。江巡动作一顿，心底涌上一阵失落，连他家的猫似乎都已经习惯了济南琛的存在。江巡蹲下，
撸了撸他的脑袋，柔声安慰道：“妞妞乖，我们进去了。”说着，他带上了门。家里到处都有济南琛的气息。自玉家帆从他住在家里来后，江巡所有的东西都是他收拾的，连刷牙洗漱的牙刷杯子，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换成了双人的。江巡洗漱时微微一愣，快速简单的洗了洗，给小猫喂了罐头，便迫不及待的回了卧室准备休息。真躺在床上，却更加的睡不着了，鼻息间全是济南琛身上的气息，他身上的木质香混合着江巡平时用的香水味，弥漫在整个房间，暧昧又复杂，让人无法入睡。江巡翻了个身，微微蹙起眉头，手抓着济南琛那头的被子，不由自主的想，对方现在又是在哪里睡的呢？胡思乱想的后果就是江巡失眠了。他顶着双眸的青涩去公司时，正好在门口迎面撞上济南琛。对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眼底满是淤色，眉头紧锁，一看便也是昨晚没有睡好。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到眼底的熊猫眼一愣。江巡对于济南琛还来公司上班有些意外，不过到底没说什么，扭开视线，加快脚步，神色淡淡的往公司里走。济南琛看到江巡，先是神色一喜，薄唇轻启，江喊到一半，发现江巡并没有理他，径直走了。济南琛眼眸暗淡，只能抬腿跟上。济南琛到公司的第一件事便是直直的奔向了董事长办公室。江巡与他打了个照面，便退了出来。他走到办公室里，对着江父尊敬的喊了一声：“江叔叔。”江父抬了抬眼，看到济南琛倒是没什么异常，反而很熟络的招了招手：“小季来了呀，坐。”济南琛没有坐下，反而是一脸恭敬的将手里的文件递了过去，随后表情很是庄重的站在江父面前，深深鞠了一躬。他低着头，深深忏悔：“叔叔，很抱歉瞒了您那么久，是我考虑不周，唐突了循循和您。我昨晚思索良久，越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今天是特意向您来赔罪。”他抬头认真道：“其实我不是穷小子，我是季家的长孙，现任季氏集团的执行 CEO， 瞒您这么久，万分抱歉。”江父挑眉看他，看了看手里的文件，缓缓道：“股权转让书，你是打算拿这个来赔罪的？”济南琛缓缓摇了摇头：“这原本就是打算还给叔叔的。”江父翻了翻手里的转让书，饶有兴致：“小姐，这股权转让书花了你不少资金和精力吧？就这么送出来，值得吗？”济南琛一脸认真的摇了摇头：“原本就是这样打算的，怪我之前不曾说明，让叔叔你担忧了这么久。”江父摆手表示不在乎：“你这也是好心办坏事。”他把手里的转让书递给了济南琛：“至于这个，我不能收，你自己得来的就拿着吧。”济南琛表情略急：“这怎么行？”江父和蔼一笑：“这不是我和江巡的股份，受之有愧。既然你是自己凭借本事得到的，那就是你的。”见济南琛还想说点什么，江父转移话题道：“对了，小巡在特助办公室整理文件，你去吧。”济南琛没去拿转让书，只是感激的看了一眼江父：“谢谢叔叔，不过这转让书您要是想好了，可以随时签字。”他礼貌的微微退出去：“没事，我先出去了，叔叔。”江父摆摆手：“去吧去吧。”江巡正在办公室整理文件，蓦地面前放了一盒牛奶和几个蟹黄包，他微微抬头，便对上济南琛一脸关切的脸颊。济南琛语气柔和：“你早上起不太来，肯定又忘记吃早餐了吧？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看着济南琛在眼前无限放大的俊脸，江巡揉了揉额头，有些头疼的冷声看着他：“不是说好要冷静一段时间的吗？你这是干什么？”济南琛无辜的眨眼，厚着脸皮凑到跟前，一脸理所当然道：“冷静又不是绝交，只是简单送个早餐。你放心，我是很冷静的来送的。”江巡面对对方这番理直气壮的发言，他竟然一时间想不到任何理由来反驳。江巡抿了抿唇，看着济南琛满怀希望的眼神，很是无情的把早餐推了出去，语气平静：“谢谢您的好意，不过我现在没什么胃口。”济南琛原本的表情立刻颓废了下来，他瞥了一眼江巡，略微低沉道：“
是因为我送来的，所以没胃口。江巡动了动唇，不是。纪南琛把早餐从心案回到江巡手里，步伐往后退了退。你别气，我马上就出去，你完全可以不把它当做我送的就是。江巡手往后抽了抽，对于今天对方这种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态度，低头缓缓道：我要工作了。纪南琛松开手，那我先出去。他话落，抬腿往外走，江巡却突然抬头制止道：等等。纪南琛眼底露出一抹光亮，猛地回头，怎么了巡巡？江巡眼神慢悠悠的看着纪南琛，语气很是平静的询问道：既然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那还要继续在公司上班吗？江巡看着对方，眼眸闪烁了一下，语气看似体贴，却十分无情的道：我猜技师那边应该有不少事需要你去处理吧。纪南琛不可置信的往后退了一步，脸颊上笼罩出一抹悲伤。巡巡，你是想赶我走？江巡脸下眸中神色，指睫毛抖了抖，轻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提醒你一下。他抬头对上纪南琛的视线，表情淡淡：你原本不也是这样打算的吗？纪南琛被江巡说的一梗，他愧疚的低下头：抱歉，我确实有这个打算，原本是想收拾了江旭父子，便向你坦白的，却没顾虑到你的感受。江巡微微颔首：那你现在的目的达到了，也可以不用在公司委屈自己了。纪南琛看着江巡，忍不住出声：我不觉得委屈。他讪讪看了江巡一眼，随即真诚的说道：能和你一起工作，我不知道有多开心，但是技师那边我确实不能不管，这个我没法骗你。处理完这件事，我确实有这个打算。江巡点头，很是理解。好，那你抽空写离职申请吧，我来替你批。纪南琛忧伤的看着江巡，眼中满是坚定的缓缓道：可是老婆还没追到，巡巡，我没办法向你提出离职申请，抱歉。江巡抬头看着纪南琛，就这么直勾勾的盯着自己，漆黑深邃的眼底满是抱歉，无辜的眨了眨眼，表示自己恕难从命。他以前怎么没有发现纪南琛竟然这样厚脸皮？江巡不由攥紧了手，追老婆这种话，他是怎么好意思当着本人面不改色的说不出口的？江巡羞恼的瞪着他，终于是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脾气，咬牙道：纪南琛，你出去。纪南琛点了点头，动作干净利落，顺便带上了门。好，听你的。门轻轻被关上，江巡还是很气，摔了摔手里的文件，没想到对方竟然是这副无赖模样。他垂眸看到了桌上的早餐，气愤的起身拎着早餐走到了垃圾桶。混蛋送来的早餐丢掉算了，江巡手一扬，对准了垃圾桶。蓦地，他手一顿，停留了好几秒，脸颊上终于是落下来一丝不忍。江巡收回手，看了看蟹黄包上的 logo， 在心底安慰着自己：算了，这家早餐店排队都要排半个时起，扔了可惜。江巡踱步提着早餐又走了回去。这早餐江巡始终还是没机会吃，公司里的事太多，他根本没有时间，一直放凉了在抽屉里。而另外一头，纪南琛也没有半点离职的表现。在公司，江巡始终刻意的保持着距离，纪南琛每次来找他，都被他拒之门外，以各种理由搪塞了过去。他提出来的冷静一下，是真的希望他们彼此都能认真的思索一下这段感情。纪南琛在这段感情里始终是患得患失，总以自己的想法来揣测他，这样的相处并不好。而且他也没办法接受纪南琛这种打着为他好的想法，继而欺骗自己的行为。真正的相处，难道不是需要两个人坦诚相待吗？纪南琛不愿意对自己说出实情，不正是说明他还不够信任自己吗？渐渐的，公司里的员工也察觉出来，邵东家和男朋友似乎闹了一点矛盾，两个人平日里的黏糊劲都不见了。平时哪怕再忙，即便是挤出吃饭的时间，两人也要待在一起用餐。现在的两个人几乎不碰面，上班下班也刻意避开，就算碰面，江巡也只是微微点头算打招呼。季总理倒是一副含情脉脉的模样，但是邵东家却公事公办，表情严肃，丝毫不给对方机会。公司里开始有了传言，先是说两人感情破裂，疑似分手，
后来传得越来越离谱，竟然还有称济南琛被抛弃，江巡移情别恋了。久而久之，这些闲话自然传到了江父耳朵里。江巡被父亲叫到了办公室，江父看着表情略微冷淡的儿子，嘴角勾着抹浅笑，一副长辈的姿态，询问着：这几天公司里传你和小姐的感情出了些问题，是不是真的？江巡点头，倒也不避讳，我们是打算彼此冷静一会儿。他抬眸看向父亲，爸，这应该不影响公司什么吧？江父眼睛转了转，脸颊上堆砌着笑，和善的道：和公司无关，是爸爸自己想知道你的想法，真打算和小季断了？江巡微微蹙了蹙眉，如实道：我还没想好。知子莫如父，江父轻轻拖着下巴，进一步追问：气他隐瞒你自己的身份，还有在你二叔的事情上擅作主张？江巡：都有。他微微叹口气，向自己的父亲如实道，但是更多的是失望，他并不信任我。江父看了看自家儿子，微微叹口气：你呀，就是太骄傲，你认为自己对他毫无保留，所以便对对方也是这个要求。江巡嘴角划过一抹苦笑：可能吧。江父慈爱的看了一眼江巡，劝道：小巡，事情总是有多面性的，他是对你有所隐瞒，但你可以多想想他的出发点是不是坏的。小几抛下自己的身份，做个穷小子待在你的身边，对于他这样的富家子弟也并不容易，你觉得呢？江巡抬眸看向自家父亲，江父继续侃侃而谈，他要适应这个清贫的人设带来的不便，还得放下自己的骄傲。这次你二叔这件事，他做的确实欠缺妥当，但是抛下季氏这么大一个公司这么久，专心来我们公司，要把公司提前安排好，可得费不少心力。你想过他加过多少班，熬过多少夜才过来的吗？江巡喃喃自语：我以前没想过。江父淡淡道：我笃定他不会收购江家，也是因为我们公司不值得他费这么大心力潜入公司做卧底来收购。能让他费这么大心，你觉得是因为谁？江巡咬了咬牙，开口承认道：是因为我。江父点了点头：你们都还年轻，考虑事情都存在单面性，你不能因为他一时的疏忽就这么草率的做出决定，回去多想想吧。江巡眼底闪烁，内心猛地一触，他以前确实没有认真的考虑过这些问题，但是江巡却清晰无比的知道，济南琛是喜欢自己的，他们是在某些观念上出了问题。听到江父的这番话，江巡认真的点了点头：爸，我懂你的意思，我会认真考虑的。江父摆了摆手：好了，我也只是劝你一下，希望你不要后悔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不管你做什么，爸爸都尊重你的决定。不早了，今天早点下班回去休息吧。江巡眼底闪过一抹感动：公司的收购危机解决，今天董事长发话，让所有人都下个早班。离开时，江巡没了往日的刻意，特意从济南琛办公室路过了一下，却发现里面并没有人，对方今天早早便下班了。江巡眼底闪过一抹失落，收拾好东西，驱车往家里走。昨日济南琛并没有回来，家里显得冷清不少。江巡拿钥匙开门时，手下一顿，心底竟然涌现出一抹失落来，似乎没有济南琛回来的家空落落的。他似乎不太习惯一个人的生活。江巡叹口气，这种习惯还真是可怕。一边想着，江巡一边打开门走了进去。随即他看到客厅内的场景，表情一怔。避了一天未见的人，此时正端站在他家客厅内。济南琛抱着他的电脑键盘，听到门口动静，站在原地不动，抬眸眼巴巴的看着他。见江巡回来，他上前两步，一把抱住了江巡的胳膊，手底下还搁着一个电脑键盘。江巡的眼神略带疑惑，半眯着眸子停留在济南琛手下的键盘，脸色有些恍然，冷着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济南琛眸色渐深，略有些急促的抿了抿薄唇，抬眸有些心虚的看了江巡一眼，缓缓道：来赔罪。江巡脸色越发复杂了起来，他轻轻带上门，视线淡淡的放在济南琛的身上，语气略有些失望：这样来赔罪？济南琛迟疑的走上前，深深望着江巡，哑声说道：巡巡，要打要骂我都认，
你别不理我，行不行？江巡视线停留在济南琛手底的键盘上，目不转睛，想了这么久的办法，你是觉得这样的方法能让我消气？济南琛讪讪道：“我只是想让你心底好过些。”江巡不由自主的往后退了2步，看着济南琛，喃喃自语：“所以济南琛，你到现在都还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吗？”济南琛垂下眸，声音沉闷：“是我不该瞒着你。”江巡自嘲的勾了勾嘴角，眼底的失落越发深了起来。到现在，济南琛也仅仅只是认为他生气的点在于欺骗，而不是2个人的信任问题。济南琛就这么站在原地，唇微微动了动，看着满眼失落的江巡，他来之前做过的全部心理建设悉数崩塌。他就这么站在原地，定定的看着江巡，根本说不出拒绝江巡的话。江巡眼底已经十分冷静，济南琛捏紧了拳头，看着对方，薄唇轻启，缓缓道：“巡巡，我知道你在气什么，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解释。”他垂下头，语气有些沮丧：“你气我不够信任你。”他的声音沙哑的厉害：“我承认是这样，但是和你想的不一样。”济南琛抬头对上江巡的视线，郑重的道：“这不是对你不自信，是对我自己不自信。”他嘴角划过一抹苦笑：“靠得太近怕失了分寸，太远怕虚无缥缈，接触时总小心翼翼的姿态不是对你，是我自己不允许这段感情出现任何的闪失。巡巡，我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江巡声音也哑了，他柔声道：“可是这种事你不可能一直瞒着我，难道我们的感情要一直陷在交织的谎言里吗？”济南琛缓缓摇了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江巡看着他，刚刚被江父燃烧的希望又亲自被济南琛浇灭了。他十分理智的对着济南琛道：“我们的相处模式很有问题。”他看着济南琛手里的键盘：“抱歉，你这种求和的态度我不能接受，不是我生气了你要哄我，而是你应该意识到我们之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济南琛愣在原地，他难受的撑着眸看着济南琛，缓缓道：“我们最近还是不要再见面吧，给彼此留一点空间吧。济南琛，你应该好好给自己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话落，江巡转身拧开了门把手，往外走。济南琛意识到什么，大步向前，抓住了门把手，把江巡堵在门口，声音里带着浓浓的忧伤：“这是你家，不该是你走，我走。”话落，他往外走，临走前济南琛回过头，深深的看了一眼江巡，眸子闪了闪，最后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自从这次谈话后，济南琛似乎真的听了江巡的话，给了2人彼此一个冷静的空间，更是彻底的从江巡的世界里消失了个干净。他从江家辞了职，这段时间也没有再来打扰江巡，2人几乎没了什么碰面的机会。但是济南琛的名字出现在江巡耳朵里的概率也随着时间越来越多。回家一趟，江巡看着江家堆满了各样补品和保健品，家里的阿姨真提着海参茶叶往家里搬。一旁的江夫人优雅的打了个哈欠，也正要往里走。江巡和江父看着这大包小包，眼底都闪过一丝疑惑，最后还是江父好奇问道：“老婆，家里这是来客人了？”江夫人捂嘴轻轻笑了一声，瞥了眼江巡，笑道：“什么客人？是小姐前脚刚走，她说特地来赔罪。”江夫人勾了下脖间的粉色珍珠项链：“小季这孩子也是送这么多东西来。”江巡眸子闪了下，却始终没说什么。江夫人也知道2人可能有点矛盾，也没多说什么，勾了勾手招呼着：“好了，你们父子俩也别在门口傻站着了，我炖了鸡汤，快进来尝尝。”江巡微微一笑：“好。”不只是家里，最近公司的合作商口中听到济南琛的声音也愈发的频繁了起来，不少什么济总之前对接过这个项目，江家都和季氏合作了，我们自然是信得过的言论，让合同签起来格外的顺利。这些商人做事很有分寸，合同每次都是签得很快，也没落下什么口舌。江巡虽知道是济南琛特意交代，却也问不出个什么。况且尽管提出了彼此冷静一会儿，江巡也都有所察觉。每天下班回家，总有一辆熟悉的宝马
跟在自己身后远处，每天都送他回的家。江巡知道纪南琛默默在做这些事，但是在对方没有好好想清楚这件事的性质时，他并没有联系对方的打算。纪南琛控制不住自己想找老婆的心，虽然每天不敢和江巡碰面，但是还是在暗自里偷看老婆。江巡谈生意时特意订另外一个包厢，只为听到对方的声音。江巡下班太晚时，默默跟在身后陪他回家。尽管如此，没有江巡的命令，他却始终没有出现在对方面前。江巡迟迟不肯联系他，也让纪南琛很是苦恼。其实他知道江巡介意的点是，前期他对于这段感情不自信，确实做了很多欺骗江巡的事，但是现在他打算好好改变，却不知道江巡还愿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在跟后面送江巡回家后，纪南琛烦闷地叫来了好友沈俊，一同喝闷酒，也顺便找个人出主意。待他把一切和沈俊一一说明后，对方震惊地咽下杯子里的酒，看向他：“你是说江巡知道你装穷后很生气，要和你冷静？”纪南琛闷顿地垂着头：“沈俊拿着酒杯，回过神来看着纪南琛：“那你把人哄回来不就得了？恕我直言兄弟，你白月光挺喜欢你的，你以前穷小子身份时，人家也不嫌弃，对你多好呀。”纪南琛揉了揉眉心，语气略微叹息：“我当然知道他是喜欢我的，但是他现在是觉得我不信任他。”纪南琛无奈的叹口气：“其实不是不信任，是10年暗恋带来的副作用罢了。我面对他时，不可避免的习惯小心谨慎。”沈卷拍了拍纪南琛的肩膀：“我懂你兄弟，暗恋这种情愫注定是患得患失的，他和喜欢似乎一样又不太一样。”纪南琛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看向沈俊，不假思索的问道：“我是真不知道让他能够信我。”沈俊思索片刻，看向纪南琛，出着主意：“那你按照他的意思来不就得了？他不是希望你们坦诚相待吗？”纪南琛眼眸一闪，若有所思：“坦诚相待吗？谟地。”纪南琛俊美的脸庞上茅塞顿开，他拍了拍沈俊的肩膀，起身：“我懂了，谢了。”说着，他弯腰捡起自己的外套，急不可耐的往外走。沈俊看着纪南琛慌乱的背影，有点纳闷，对方这是明白什么了。纪南琛倒也没太冲动，没直接去找江巡，而是出了包间后，正直又重的拿出手机，反而酝酿了许久，敲打出几个字：“纪南琛，我们能见一面吗？”当面，他蹙着眉，看着文字又不太满意，快速删除，思索许久，发送了几个字：“纪南琛，巡，我冷静好了。”江巡收到短信时正准备睡觉，不知为何，短短的几个字，他竟然读到了一丝委屈的味道。他想这件事也该做个了结了，于是缓缓打字：“江巡，那明天见一面吧，就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咖啡厅，好吗？”纪南琛回复的很快：“好。”第二天，两人如约来到咖啡厅。江巡轻轻抿了口杯中香醇的咖啡，把视线淡淡的放向旁边的纪南琛。这件事，他缓缓开口。对面的纪南琛表情略严肃，深邃迷人的眸子格外有魅力。他接过话头：“这件事是我的问题，所以这次我是来向你坦白的。”巡。纪南琛从一旁拿出早准备好的文件，一一放好堆到江巡的面前。“关于我，事无巨细，我想都应该告诉你。”江巡看着纪南琛整齐罗列出的房产证、公司股权、车钥匙、个人资产，还有一枚10几克拉的蓝宝石戒指，明显一怔，半晌才略带疑惑的看向纪南琛：“向我坦白，为什么给我看你的个人财产？”纪南琛神色庄重而专注，深情的盯着江巡的眼睛，一字一句道：“因为我想在我的资产里写上你的名字。我承认，这次来南城一开始就是因为你，一听说你分手了，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错过你。什么来南城发展业务、创立公司都是假的，我的目标从始至终都只有一个你罢了。”在听到纪南琛这句话时，江巡眼底不可避免的闪过一抹动容。他想，没人能拒绝眼前这个男人说的这一番动人情话吧。可是两人的问题又切切实实的摆在眼前，让江巡很难忽略。纪南琛继续道：“
见到你在体验馆想找男朋友，我不愿意把临时男友这件事让给其他男人，决定亲自应聘来见你。为了和你见面约会，特意把工作挪到了晚上，以为秦年是你男朋友，所以才会特意在你面前装穷扮惨。这次公司的事也早想和你坦白，但是被你那句最讨厌被人欺骗给劝退了。济南琛语气有些沮丧，寻说这些不是为了让你可怜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他抬眸对上江寻的视线，眼睛深邃幽暗的像是一汪清泉。他缓缓启唇，神色凝重又庄严的道：我都坦白之后，你现在愿意给我一个彼此重新信任的机会吗？关于我的一切，我都愿意毫无保留的告诉你。江寻轻轻叹口气，眼眸划过一丝感动。毕竟谁能拒绝一个深情款款的男人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你而来呢？冷静的这些天，江寻也曾问过自己，能不能理解济南琛的这种行为。毕竟他只是站在一个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而济南琛喜欢了自己整整10年。即便是当临时男友，除了隐瞒身份，他对自己也做到了尊重和包容。两人的问题在于，济南琛对于自己不自信，而他希望的也是对方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不然迟早两人的感情也会出问题。他清澈的看着对方，谢谢你选择把曾经的事都告诉我。南琛，谈恋爱这件事从来不是一件单方面的事。济南琛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我知道。他伸出手，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后无论什么事，我都不瞒你。江寻微微颔首，你说的我都明白，有时候你应该把我当做一个和你正常谈恋爱的恋人就好。他顿了一下，语气略微平静的指出两人的问题。你把我想得太美好了，做什么都是纵容的态度，不舍得拒绝我的任何请求，这样对我们的关系并不好。济南琛抿着薄唇，认真的看着江寻，脸颊上的表情并不赞同，而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宠老婆，这不是应该的吗？江寻，我为我之前隐瞒你而道歉，但是在对你好这件事上，我没错。济南琛修长的指尖轻轻搭在桌上，点了点，语气随意。做菜整理家务是特意为了你学的，因为你以前和我提过，做这些很麻烦，你不想管理公司，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公司方面我来，你做好自己就行。我想对你做的很多还没实现。他把自己的资产往前推了推，比如带你回家见见父母，把你的郁彦峰名字写在我的财产赠与人里，最想的是和你去一趟民政局，这些我都不想错过。江寻这才回过神，原来济南琛把他说过的话这样的放在心上。济南琛看着江寻，喜欢一个人是克制不住的。寻看着济南琛满含深情的眸子，江寻一下明白过来，是呀，喜欢怎么可能克制，他就是冲动的。就像是那天晚上他拉出济南琛离开的手，黏黏糊糊的那声别走。如果要求两人在感情里什么错都不犯，永远冷静自持，那又算什么谈恋爱呢？一切想通后，之前所纠结的点似乎烟消云散了。江寻在心底反复的问自己，舍得和眼前的人分开吗？答案是不舍得。既然不愿意分开，那就好好的在一起。之前不信任问题，他们才刚刚开始，有的是时间改。喜欢的人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27年才遇到这么喜欢的人，怎么舍得放开他？江寻鼓起勇气，缓缓伸出手，搭在了济南琛的手背上。那么季先生，我们好好谈恋爱吧。济南琛眼底涌现出难以抑制的情绪，他就这么望着江寻，突然起身向前一步，俯下身一把拥住了江寻，把人紧紧搂在怀里。寻，你是原谅我了吗？江寻缓缓伸出手，轻轻环住了济南琛的腰，点了点头，两人紧紧相拥了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的分开，平复了一下心情，坐在了一起。江寻回过神来，思索片刻，看着济南琛开始询问，所以你之前说的父母游手好闲是骗我的？济南琛脸颊上闪过一抹心虚的笑，不算吧，自从我接管季氏以来，他们确实退休在世界各地旅游。他不好意思道，为了来南城追你，特意请我爸回来主持总公司大局。江寻心情稍微平复了许多，听到济南琛这样说，还是不免在心底微微触动。他继续道，
那弟弟败家，还有个姐姐出国留学也是。刚被老婆原谅，济南琛只能老实回答，弟弟败家是真的，他喜欢开豪车搂美女，不过季氏经得起他造。至于我姐，她很优秀，拿的是全额奖学金，有时间带你去米国见她。江巡自然不排斥见对方家人，温柔应下。好。他把视线略微转移到纪南琛今天堆着的一堆资产上，不由失笑，把东西往纪南琛的方向推了推。你今天拿这些来是干什么？炫富。纪南琛嘴角勾起一抹无奈的笑，挑了挑眉看着江巡，怎么会呢宝贝？他的声音放低了一些，冲着江巡道，你可以理解为给男朋友上交工资。江巡对于纪南琛的财产并不感兴趣，而是慢悠悠的拿起了一旁的一枚蓝宝石的戒指。这是？纪南琛在一旁耐心解释，是我母亲想要送你的见面礼。江巡轻轻放下，这太贵重了。纪南琛轻轻牵起江巡的手，认真的看着对方，巡巡，和我去见见我的父母吧。听到纪南琛的话，江巡微微颔首，有时间的话，我会去拜访伯父伯母的。好。纪南琛嘴角噙着抹浅笑，就这么含情脉脉的看着江巡，眨了眨眼，有些委屈的紧接着问道，我可以收拾收拾，回家住了吗？江巡被回家这两个字说得微微恍神，他卖惨似的轻轻牵着江巡的手，低低沉沉的声音述说着，这几天没和你一起，觉没睡好，没在叔叔公司，每天都不能见到你，吃饭也没胃口。江巡看着对方卖惨，很是平静的轻轻启唇，毫不留情的戳破，你在南城肯定有房产，比我那个小房子好，怎么会睡不好？纪南琛抬眸，就这么看着江巡，悠悠道，没你在身边，哪里都睡不好。江巡默默在心里嘀咕，那你这30年都没人陪，不也睡得好好的吗？见江巡没有往下接话，纪南琛进一步试探，小动作的挠了挠江巡的手心，道，再说小黎也该想我了。这点纪南琛倒是说的没什么错，家里的小梨花习惯了纪南琛有规律的喂养，时不时陪着他玩，这几天一直抱着他的裤脚叫个不停。江巡淡淡的往纪南琛的方向瞥了一眼，不露痕迹的道，你行李都没收拾，也没打算从我家搬出去。纪南琛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老婆都在这，我能搬到哪里？江巡微微瞪了他一眼，有些窘迫的低下头，你要回来就回来吧。纪南琛往外使了个眼神，那喝完咖啡一起回家。江巡微微颔首，小声的应了一句两人在咖啡店简单的喝完咖啡，一同往家里走。几天不曾亲密接触，两个人越发的黏糊起来。刚上车，纪南琛便迫不及待的替江巡系好了安全带，侧身过来，整个人的气息压了上来。纪南琛轻轻蹭了蹭江巡的脸颊，语气略微低哑，巡巡，你不理我这几天，我好想你。江巡微微抬眸，伸手扯住纪南琛的领带，用了一点力度往下拉了拉，干净透彻的眸子紧紧的看着他，有多想？纪南琛眸色渐暗，薄唇缓缓摩挲着江巡的唇角，很想。话落，他的吻密密麻麻的落了下来，两人这几天都压抑着自己的感情，绷着的弦在两人触碰到的那一刻，理智就已经断了。两人紧紧拥在一处，江巡整个人抵在车椅上，面前全是纪南琛的气息，纪南琛的吻霸道深入，带着刻意讨好的意味，反复挑逗。狭小的车座空间里，两人肢体相触碰的细微声音像是点燃的火苗，燥热的弥漫在空气当中。纪南琛吻下来越打得寸进尺的暧昧声音，也让江巡忍不住红了脸颊。男人的吻技越发的好，也越发的有经验了起来，轻磨慢挑，徐徐推进，再掠夺，再摄取，再反复挑逗试探。江巡的腰有些软塌塌的贴着柔软的皮质椅背上，他半合着眸，眼底潋滟出一抹水色，气息沉沉的看着纪南琛，不动声色的将车座放低了一点。他浑身快要被热烈的温度炙烤的都快要融化了，腰软了，腿也软了，搭在纪南琛肩膀上的手臂有些酥酥麻麻的。纪南琛的手进一步试探，缓缓的抚上了江巡腰间的纽扣，慢条斯理的解开，露出一小截白皙的肌肤。车内的体温渐渐升高，
局势越发的不可控制。就在这时，一道刺耳的手机铃声在两人中间响起，江巡睁开眸子，意识清晰了一些。济南琛的动作一顿，听到自己手机的熟悉铃声，下意识拿出手机想要挂断，直到看到手机里熟悉的铃声，猛地清醒。济南琛声音低哑，无奈的看着江巡解释：“是我母亲的电话。”江巡窘迫的把济南琛高大的身躯往外推了推，此时气息也有一些凌乱，他别过脸催促道：“那你快接。”济南琛微微撑起身子，让出一定的空间，平复了一下气息，接通了电话：“喂，妈，有什么事吗？”几夫人彼此走在机场大厅里，跟着他的管家此时接过他手里的行李。几夫人眼尾泛着笑，踩着一双丝绒高跟鞋缓缓往外走。季夫人的眉眼和济南琛有些相似，却更为柔美一些，深邃的有些混血的感觉。长期的保养使她看起来像是30来岁的贵妇人，岁月好像在她脸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听刘秘书说，我给儿媳妇准备的见面礼你已经送出去了。济南琛微微蹙眉，怎么这件事刘秘书也会告诉他母亲？虽疑惑，但是他也冷静的回答着：“是有这么回事。”季夫人挑了挑眉，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愉悦：“可以呀，儿子，速度够快的呀。”济南琛从江巡身上抽开身，吐出一口热气：“还好。”机场的语音播报准确无误的传入了济南琛的耳朵里，他眉眼一跳，紧接着追问：“妈，您现在在哪里？”季夫人走在机场一边道：“我现在正要去南城呢，刚要上飞机。”济南琛一只手撑在窗沿上，语气有些为难：“您怎么不和我打一声招呼？”季夫人眼眸亮了亮，懒散的靠在车内：“怎么来见我儿子还要提前打招呼？你今年为了追星上人，春节都没回家，我来看看你怎么了。”济南琛嘴角噙着抹无奈：“就怕您为的不是见我。”季夫人表情略微坦荡，倒是毫不掩饰的道：“当然，主要为了见儿媳妇，顺便见你而已。如果你没出息，还没把人搞定，我不见也行。”济南琛为难道：“这我得问问寻寻，看他的意见，待会儿给您回复。”季夫人微微颔首：“行。”济南琛：“那您把航班号发给我，我一会儿来接您。”季夫人利落的答应道：“好，我马上登机了，一会儿发你，不聊了。”江巡在一旁把衣服扣子扣好，整理了一下仪态，看着济南琛挂断电话，再适当的在一旁插话：“是阿姨的电话。”济南琛放下手机：“他侧头看着江巡，询问着对方的意见。他说来南城了，我待会儿要去接他，寻寻你要不要一起？”江巡表情微正，虽说答应了要和济南琛见父母，但是他没有料到竟然这么的快。见江巡表情微正，济南琛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紧接着继续道：“不想去见也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机会，你别为难。”江巡略微思索了一会儿，缓缓摇了摇头：“见吧，阿姨好不容易来南城。”济南琛失笑，看着江巡继续道：“以后他来南城的机会多着呢，不要放在心上，还没做好心理准备就不见。”江巡捧住济南琛的手，真挚道：“阿姨都来了，肯定要见的。”他低头认真的思索着现在的情况，压了压自己的衣角：“不过我穿的不够得体，我们先回去换一套衣服，再去机场吧。”济南琛认真的看了看江巡，对方今天穿了一身休闲的衣服，看起来乖的不像样子，像刚出社会的大学生。他不由安抚道：“不用，这一身挺好看的。”见家长怎么能马虎？江巡坚持道：“不行，我们先回家。”见江巡不肯松口，济南琛只能随着对方缓缓发动油门往家里走。那好吧。小两口火急火燎的回到家中，江巡大脑飞速的运转，思考着自己那件衣服比较正式。为了不耽搁时间，他一进屋就径直走向了更衣室，快速翻找着自己的衣服。济南琛慢悠悠的靠在门边，双手环胸，好整以暇的看着江巡换上了一身十分正式的白色西装，搭配一条纯黑领带，里面的浅蓝色衬衫搭配的恰到好处。江巡整理了一下手腕上的腕表，别上了一抹金色袖口，站在镜子面前，表情严肃的理了理额间的头发。济南琛嘴角上扬，
眼眸上下打量着对方，挂着浅笑，疑惑的问道：“寻寻，不用这么正式吧？”江寻把扣子扣好，认真道：“第一次见阿姨，不能随意。”他把视线放在济南琛身上，微微拧了拧眉，轻声道：“你也换一身。”济南琛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西装，略有些意外：“我这身就不用了吧？”江寻走过来，把人往里推了一下：“你这身太深沉了，换一下吧。”济南琛无奈的摊手往里走：“好好好，听你的。”他侧身打开柜子：“那寻寻你帮我选。”江寻点了点头，认真的替济南琛选了深蓝色西装，和他的西服很是相得益彰。两人换好衣服，迅速的从家里出发。江寻并没有第一时间去到机场，而是驱车赶往了商场，挑选了一条圆润饱满的宝石项链，订了束花当做见面礼。买好这些以后，两人这才前往机场，安静老实的在一旁候机。不多时，随着路人断断续续的从出口出来，江寻紧张的绷紧身体，往出口看了看，终于在人海里看到一位优雅的女士，眉眼和济南琛很是相似。济夫人身穿一身修身的水墨裙，乌黑亮丽的头发挽着一根玉簪，秀丽的脸颊上带着一丝温柔的笑。江寻眼底闪过一丝惊艳，富庶人家的太太确实个个都保养的不错，但是极少有这样温婉优雅的气质，仿佛岁月的沉淀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衬得她反而更有魅力，如同尘封多年的美酒。与她一同前往的还有家里随行跟在她身边多年的管家，两人一前一后的缓缓走近。季夫人眼神淡淡的瞥了一眼济南琛，倒是没什么情绪，却在看到济南琛身旁的江寻时骤然扬起了笑容，快步走了上来。济南琛上前一步，迎上自己的母亲，上前打着招呼：“妈。”季夫人看了看儿子，随即歪头看了看一旁的江寻，伸出手轻轻推了推他儿子的肩膀：“怎么不介绍一下？”济南琛微微一笑，搂着江寻让出位置，替他母亲介绍道：“妈，这是我男朋友江寻。”江寻也礼貌的微微颔首，伸出手打着招呼：“阿姨您好，我是江寻。”季夫人轻轻的和江寻握了握手，满脸慈祥的看着江寻，脸颊上的笑容渐深：“寻寻，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江寻点头，模样很是乖巧：“当然可以，阿姨。”季夫人握着江寻的手轻轻拍了拍，语气带着唏嘘感叹：“早听南琛一直提起，今天一看果然是好孩子，难怪让他心心念念惦记了这么多年。”江寻听到季夫人这话，偷偷用余光瞥了眼济南琛，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济南琛被母亲拆穿，也不自然的岔开了话题：“妈，不聊这个，寻寻特意给你准备了礼物。”季夫人有些意外的看着对方：“哦。”江寻把自己准备好的礼物递上前来，语气略微羞涩：“一点小礼物，希望您能喜欢。”季夫人接过礼物，看了一眼，是一条白玉的珠串项链，看起来低调内敛，光泽度却极好。她很珍重的收起来，撩了撩额角的卷发：“寻寻，有心了，谢谢，我很喜欢。”江寻勾起一抹浅笑：“阿姨喜欢就好。”济南琛怀里还抱着一束江寻精心挑选的花束，随手把它递给了管家，替江寻美言道：“这也是寻寻特意为您挑选的花。”季夫人很是稀罕的挽着江寻的胳膊，随即看了一眼济南琛，没好气道：“还是寻寻贴心，不像我家这个傻儿子，什么表示都没有。”济南琛自然而然的走到他母亲的另外一侧，附和着对方的话：“是，我是没寻寻贴心。”三人一同往机场外走去，看起来亲昵的像是一家人似的。济南琛走到车子旁，很是绅士的替他母亲把后座门打开。季夫人满意的看了一眼自家儿子，抬腿弯腰走了进去。济南琛开的车，江寻则是陪同季夫人一同坐在了后座。季夫人看起来很喜欢江寻，拉着他闲聊着。两人一同将季夫人送到了早就订好的酒店安顿好。江寻体贴的在前台处交代，准备了一些晚餐送上来。济南琛则是在另外一旁默契的刷着卡。处理完一切，江寻这才把视线重新放到季夫人身上：“阿姨，我们上去吧。”季夫人温柔的应道：“好。”酒店的服务人员也跟着往里走了走：“几位，请随我来。”一行人跟着服务人员上了电梯，
到达了最顶层的总统套房，刷卡进入后，服务人员礼貌地退了出去，并表示餐点一会儿就到。纪南琛陪着季夫人走到沙发旁坐下，随即问起纪夫人：“妈，您这次来南城打算待多久？”江巡看向季夫人，纪夫人看了看两个孩子，捂着唇轻轻笑了一声，随即紧接着道：“我这次也待不了几天，一来是为了见见巡巡，二来你的生日不是快到了吗？等过了生辰就回去。你爸要处理公司的事，抽不开时间，你姐姐又在国外，今年可能就只有我和巡巡陪你过生了。”江巡有些意外的看向纪南琛，南琛要过生日了吗？他愧疚的看了一眼纪夫人，低声道：“我都不知道。”纪南琛安抚的搂着江巡的肩膀，失笑：“是27号，我生日从没告诉过你，我自己也忙忘了。3月27日，那距离纪南琛过生日就只有短短的1周时间，而且今年应该是纪南琛30岁的生日。”江巡抬眸看着纪南琛：“那你今年生日打算怎么过？”纪南琛耸了耸肩，语气有一些漫不经心的继续道：“没什么好庆祝的。今年他看了看自家母亲，又瞥了一眼江巡，继续道：我抽点时间陪你们俩一起在南城玩玩。”纪夫人双手叠在腿边，略一颔首：“没什么意见，也行，正好趁你有空，我去逛逛南城附近的奢侈品店。”纪南琛失笑：“到哪您都忘不了这个。”纪夫人挑了挑眉，语气欣慰的看着自家儿子：“你懂什么？购物是女人的天性。”江巡恰当的在一旁插进去一个话题：“我母亲也很喜欢购物，到时候可以和阿姨一起。”他又望了一眼纪南琛，对方今年春节也没在家过年，如今生日还在南城，也太不合适了，家里人应该也比较想见到纪南琛。于是江巡提议道：“购物随时都可以，不过南琛生日还是回京城办吧。”他微微弯眸：“叔叔肯定也想见见他。”纪夫人还未开口，纪南琛便是一副妻奴模样，眼巴巴看着江巡，缓缓道：“可是我想和你一起。”看着自家不争气的儿子，纪夫人狠狠叹口气。他这次来确实是劝纪南琛回去办生日宴的，毕竟30岁生辰，他们几是没理由不办。江巡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安抚着纪南琛：“你去京城办生日宴，我肯定也要去的啊。”纪南琛眼睛亮了亮：“真的？”江巡认真的点了点头：“当然。”纪夫人看着两个年轻孩子这副幼稚模样，不由被逗笑。他提议道：“那我让你爸准备准备，30岁确实可以宴请一下宾客庆祝。”纪南琛见江巡同意去京城，心思也热络了起来，暗自思索着可以趁这个机会让江巡和他京城的朋友多见一见。想到这，他也点头答应下来：“好，那我和巡巡抽2天时间回京城。”纪夫人点了点头，这件事就此定下。两人又在酒店陪纪夫人用完晚餐，闲聊了好一会儿，这才驱车离开。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刚打开房间门，纪南琛便一把把门关上，整个人附了上来，薄唇轻轻压在江巡的脖颈上，气息略沉：“宝宝，刚刚没做完的事情，我们现在继续吧。”江巡双手抵在胸前，羞迫的推了推纪南琛高大的身躯：“别，明天一早还要起来陪阿姨呢。”纪南琛一把勾住江巡的腰肢，把人往怀里带了带，气息沉沉：“乖，我妈没你想得起那么早，今天先满足我。”江巡抬眸，眼睛湿漉漉的看向纪南琛，毫无底线的妥协着：“啊，今天轻点好不好？”纪南琛低头浅浅的啄了一口江巡的唇角，信誓旦旦的保证：“好，我们慢慢来。”江巡对于纪南琛的要求向来不会拒绝，见他这样说，缓缓的伸手搂住了纪南琛的腰，低低的应了一声：“埋首在男人怀里。”纪南琛在头顶发出一声轻笑，在江巡羞涩的情绪中，一把将人打横抱起：“我们去浴室。”江巡的睫毛轻轻眨了一下，手不由自主的勾住了纪南琛的脖子，防止自己掉下来。浴室里的门被关上，随后传来一阵淅淅沥沥的水流声，其中还夹杂着一些其他暧昧的声音，全部被泯灭在了水中。江巡被纪南琛从浴室里抱到床上时，整个人如同一个煮熟的虾子，全身上下都透着一层诱人的粉。他的脸颊红扑扑的，
眼底一片湿润，手肘和膝盖是更深一层的晕红，迷迷糊糊的听到济南琛在耳旁暗自懊恼的道：“浴室的地板还是太硬了。”江巡半合着眸子看着眼前这个额角湿润、全身上下散发着荷尔蒙的男人，心里嘀咕：明明不是地板的问题，而是眼前这个男人太过分了。济南琛俯下身吻了吻江巡的唇角，柔声安慰道：“宝宝乖，一会儿就好。”江巡才不相信他的鬼话，意识被渐渐拉清楚了些。他努力的撑开眸子，趁着现在还有力气说话，直勾勾的看着济南琛，小声的问道：“南琛？”济南琛动作一顿，侧头看着江巡：“怎么了？”江巡搂住济南琛的腰，把自己往济南琛的身上送了送，语气带着一丝沙哑，清冷的声音透着一丝性感，缓缓问道：“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济南琛回过神，把人越发的禁锢在自己的身上，慢悠悠的落下密密麻麻的吻，轻轻叹道：“我只想要你，巡巡。”江巡还没来得及问清楚男朋友到底喜欢什么礼物，就又被对方拉入了混沌的意识里沉沦。第二天，江巡意料之中的起晚了，好在济南琛还算有良心，帮自己请了个假。江巡问了问江母要不要一起出来逛街，和济南琛的母亲一起。江母一听到这话，立马收拾收拾，同江巡一同去找济南琛母亲逛街。两个常年在时尚圈游荡的太太一见面便觉得十分投缘，不一会儿便熟络了起来，聊起护肤美颜和购物都是一套一套的。两人相见恨晚，一路上都讨论不休，半个小时后都亲家的叫上了口。江巡全程充当人形提款机，拿着济南琛的卡刷的痛快。一天下来，两位太太还精神抖擞，反而是江巡实在走不过了，叫来了济南琛来接班。济南琛这家伙花钱倒是没什么节制，一听到是买给自家母亲的，二话不说便掏了腰包。第二天江巡去上班，便是由济南琛带着季夫人一同出去玩。公司最近的事情也慢慢的步入正轨，济南琛请了好几个职业经理人专门来协助自己，工作也轻松了不少。甚至江巡有时间在上班时间开小差，想着送济南琛什么生日礼物好。按照济南琛的家庭，什么礼物对于他来说也不算稀奇，最主要是能体现出自己的心意。为了能给济南琛挑礼物，他还特意提前了2个小时下班，来到专柜看了许多适合送礼物的攻略。江巡却在钻戒专卖柜上停下了脚步。济南琛有送给他过戒指，但是他想要为对方指环上戴上戒指的愿望同样强烈。江巡抬腿走了进去，在见到一枚布洛妮对戒时，让他移不开眼睛。销售人员在一旁简单的做着介绍：“先生您的眼光真好，这枚戒指是经典的6爪钻戒，上手温柔大方，精致日常，出色的火彩超级漂亮，而且它还有个非常浪漫的名字——遇见。”彼得华设计师在设计它时，想要打造的是一枚注定遇见、彼此坚定的爱恋。江巡眼眸微闪，被这个故事所打动。他指了指这枚自己一眼倾心，就如同第一次见到济南琛时的感觉，最终点头决定下来，那就这枚戒指吧。他利落的报上自己和济南琛的尺寸，销售人员认真记下，并告知他明天来取这枚戒指。时间飞逝，很快便要临近济南琛生辰。江巡这边安排好自己的工作，提前2天和济南琛一同坐飞机前往了京城。快到登机的时候，江巡却迟迟没有出发，面对着屋子里被他换下来堆积如山的衣服，眉头紧紧的蹙在一起，始终没有满意的衣服。济南琛缓缓走到更衣镜前，一把搂住面容清美的男人，轻轻蹭了蹭江巡的秀发，柔声安抚道：“巡巡，不用这么紧张，我父母他们都很好说话的。”江巡抿了抿唇，坚持：“不行，第一次登门，我得正式一点。”济南琛失笑，揉了揉江巡的脑袋：“宝贝，你已经很正式了，你放心，他们一定会很喜欢你的。”江巡抬眸对上济南琛的深邃的眼底，对方轻轻托着江巡的脸颊，爱抚着，眼底氤氲着无限的爱意，充满爱怜的道：“你这么好，没人会不喜欢你的，况且我喜欢你很多年的事，我的家人都知道。”江巡听到这话，羞涩的瞪了对方一眼，抓住济南琛的手臂：“你别哄我，第一次见面，
不能马虎的。说着，他转身系好领带，又去找了一件西服换上。尽管济南琛这样说，但是他对于见济南琛父母是很认真的态度。小两口在家里耽搁了好长一段时间，江巡这才满意的从家里出发，决定要举办生日宴会。季家也开始忙碌了起来，季夫人提前2天先回去安排。当江巡他们下车到达纪南琛家里沿江的别墅时，季夫人和季董事长已经早早的在家门口等候多时了。季董事长和纪南琛长得有7分相似，看起来却更为成熟稳重，身着一身西装，和季夫人站在一起，看起来郎才女貌。江巡在心底暗自感叹，也只有父母这样优良的基因，才能生出纪南琛这样的天之骄子。两人的车停在别墅外，管家立马懂事的为两人打开车门。两人下车后，司机去把车停在了车库。江巡今天穿得很正式，一边挽着纪南琛的手腕缓缓走过去。家里的女佣把江巡准备的见面礼往里面放。江巡给继父继母还有纪南琛的姐姐和弟弟都单独准备了礼物。知道季家姐姐专门在米国读书，还特意准备了书籍，一看便是用了新的。季董事长看着有些冷酷，但是对方江巡却极为和善，朝江巡微微一笑。纪南琛率先打着招呼：“爸妈。”江巡也跟在一旁打着招呼：“叔叔阿姨。”继父很是欣慰的看了一眼江巡，随即缓缓道：“巡是吧？我和他母亲早想见你，南琛宝不肯我们见，今天可算是见到了。”江巡微微一笑：“可能南琛怕我唐突了叔叔阿姨。”继父瞥了一眼纪南琛，笑道：“他呀，是怕我们吓到你。”季夫人赶紧转移开话题：“好了，不聊这个，我们快进屋坐吧，别在门口傻站着了。”众人应道好，点头都往里面一起走。因为要举行生日宴会，季家的佣人都在布置场地，花园早早便修剪好，屋子内也清理干净，为后天的宴会做着准备。季夫人挽着江巡的手，把人带到屋子里，和蔼可亲的道：“巡呀，你的房间我早就替你准备好了，在南琛房间的旁边，一会儿带你去看看。”江巡乖乖应道：“好。”纪南琛则是在一旁不满的发出抗议：“妈，巡要和我住一起。”季夫人瞪了他一眼：“臭小子，还没结婚呢。”纪南琛嘴角上扬：“我争取早点让巡答应嫁给我。”江巡听到纪南琛的话，害羞的低下头。继父在一旁调侃：“还是巡懂事，我们家这小子太没分寸了。”几人一起走到客厅坐下，季夫人在一旁主动的解释道：“南琛他姐姐米国到京城的航班应该快到了，我打发他弟弟去接了，一会介绍你们认识。”季夫人轻轻笑了笑：“他们对你也好奇的很，早在几年前，南琛便放下豪言，一定要把你娶回家。”江巡疑惑的看向纪南琛，纪南琛挑了挑眉，显得有些无辜：“巡喝醉时说的。”江巡扶了扶额，好像季家所有人都知道纪南琛喜欢自己许多年这件事。季姐姐和弟弟都还没回来，4个人坐着难免冷清。季夫人怕江巡无聊，带着江巡往纪南琛小时候的房间走，说给他翻翻对方的童年，而纪南琛则是在客厅和父亲讨论着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季夫人推开门，领着江巡往里走。这是南琛小时候住的房间，大学毕业前他一直住在这里。江巡微微愣神，看着房间里场景，脸颊上闪过一抹动容。这间房间他虽没来过，却到处有他存在的气息。很显然，季夫人是特意带他来房间里的。房间里有他的照片，各种各样的，应该是当时学校里的同学偷拍的，被纪南琛保存了下来，还有一些他的画像，在窗沿被阳光镀上了一层暖黄色。他送给纪南琛的那把伞也被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江巡缓缓走过去，在里面看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他的作业本以及打过的篮球，用过的作业本。季夫人眼尾带着慈爱的笑，抚摸着这些物品，这些都是南琛从学校要回来的，本来在南城，但是他回京城时一并带回来了。江巡眼底划过一抹动容，指尖处碰到一本厚厚的本子，他慢慢的打开，里面竟然打印着他和纪南琛的聊天记录，纸张翻动的痕迹，很明显有人经常阅读。里面还有纪南琛的笔记，两人早安晚安的聊天记录。他轻轻的在一旁写道：“每个潮汐日落
都想亲口听到你对我说早安晚安。在最后也会写，反复看了聊天记录许多遍，始终不知道我哪里惹他不高兴了，为什么一声不吭的把我删除，还找了新的男友，想去找他，又怕打扰到他。屋子里也有济南琛小时候的东西，衣柜里放着他从小到大的校服，也有他获得奖项时的照片，但是更多的还是江巡的痕迹。季夫人在一旁适时的说道，以前南琛都不让我们进他这间屋子，有时自己会在这里面坐上好几个小时，直到决定重新追回你，他才松了口。季夫人轻轻牵起江巡的手，缓缓道，巡巡，我的儿子我最了解，他是真的很喜欢你。他看着屋子，对着江巡道，阿姨见到你，总算知道南琛他为什么这么执着，见过玫瑰的人怎么会在野花面前停留，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江巡眼底的感动快要抑制不住，他重重的点了点头，我会的，阿姨。另外一旁，济南琛的姐姐济南雅和弟弟也回来了。济南雅长得和季夫人很像，常年在外学习，让他整个人透露着一股书卷气息。季科额前推着一副墨镜，浑身牛仔街灯，透露着一股纨绔子弟的气息，那双灵动的眼睛却略显活泼。他一进门便兴致勃勃的左看右看，张望着，哎，不是说我哥的男朋友也来了吗？人在哪呢？济南琛蹙了蹙眉，严肃警告着弟弟，他和妈在楼上，季科，你一会儿给我收敛一点，别把人吓到了。继父也在一旁道，多大的人了，不知道沉稳一点，说着慈爱的看向女儿，小雅回来了。季科委屈的收了收脖子，哦。济南雅打着招呼，爸。济南琛看了看济南雅，打着招呼，姐。济南雅微微点头，嘴角勾勒出一抹温柔的微笑，南琛，好久不见。他把目光往楼上看了看，语气有些揶揄，小声的开着济南琛的玩笑，其实我也想看看把我弟弟迷了10年的男孩子到底长什么样子，一定很优秀。济南琛失笑，你们待会儿别吓到他。济南雅温温柔柔的走到一旁坐下，弯了弯眸子，怎么会？几科也在一旁扁了扁嘴，附和道，对啊，哥你稀罕的像是宝贝一样，我们怎么敢吓到他？济南琛瞥了一眼不争气的弟弟，随即道，最好是。继父在一旁主持着大局，好啦，待会儿巡巡下来，大家好好打招呼。他瞥了眼季科，交代道，特别是季科，别一惊一乍的。季科讪讪的回答道，知道了爸。不一会儿，季夫人带着江巡从楼上下来，季南雅抬头看向江巡时，眼底闪过一丝惊艳。江巡穿着一身浅蓝色的西装，胸前系了个优雅的领结，他的眉目疏离清冷，气质金贵，像是个贵气十足的小公子。一旁的季科也在耳畔忍不住低呼，哥的男朋友也太帅了吧。季夫人带着江巡走下楼梯，看着许久未见的季南雅和季科，眼底闪过一抹惊喜，随即说道，小雅和小科回来了。一双儿女同时向季夫人打着招呼，妈。季夫人伸手向江巡介绍道，对了巡巡，我和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大女儿季南雅，还有小儿子季科。随即他又向一双儿女说道，这是南琛的男朋友江巡。江巡礼貌的伸出手，嘴角挂着一丝浅笑，你们好。季南雅落落大方的伸出手和江巡握了握，你好，我是南琛的姐姐巡巡，早就听说过你了，百闻不如一见。江巡被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姐姐好。几科看着好看的人，也发挥着自己活泼的性格，挤到跟前，你好，我是季科。江巡微微颔首，你好。一家人打过招呼，纷纷落座，寒暄几句。季夫人示意家里的佣人把2个礼盒拿了出来，递给江巡，满是和蔼的道，巡巡，你第一次来我们家，这是我和你叔叔给你准备的见面礼，希望你不要嫌弃。江巡微微一怔，看着佣人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盒子，里面躺着满眼碧色的翡翠手镯。季夫人继续道，听说玉能养人，这是阿姨给你准备的手镯。说着他打开了另外一个盒子，是一个卷轴，缓缓打开后是一个苍劲雄浑的书法，落款竟然宋代的一个著名书法家，这是你叔叔准备的。
继父在一旁缓缓补充道：“听南琛说你喜欢书法，我的收藏里正好有这么一幅，希望你不要嫌弃。”江巡表情略显为难，接不是不接也不是，叔叔阿姨，这太贵重了。纪南琛温柔地搂着江巡，安抚着：“收了吧，这是他们的心意，和东西的价值没有关系。”见纪南琛这样说，江巡也只能珍重地接过礼物，小心翼翼地搂在怀里，看着继父继母：“谢谢叔叔阿姨。”就单单从送礼，江巡也能感受到纪南琛应该是特意和家里的人交代过自己的喜好。一旁的纪南雅也从口袋里拿出了一颗红色的宝石胸针：“巡巡，这是米国特产的宝石，之前南琛下定决心要来追你时，我便托人把它做成了枚胸针，打算送给你，希望你能喜欢。”江巡接过胸针：“谢谢，我很喜欢。”季可也从自己的手里拿过一把车钥匙递到了江巡手里，语气还有一些小抱怨：“爸妈和姐姐准备礼物也不通知我一声，害得我什么都没准备。”他看着江巡委屈道：“嫂子，那我把这辆我最喜欢的车送你吧，希望你不要嫌弃。”江巡刚想说不用，车钥匙就被纪南琛一把拿过，他微微抬眸，语气淡淡的替江巡做决定：“行，谢谢你的车，明天我托人运回南城。”纪科看着纪南琛笑道：“我是真的真心送给你男朋友的，你倒是也不必那么紧张，毕竟你整整在家给我们念叨了10年要把人娶到手，我是真心替你高兴。”江巡揉了揉略微发红的脸颊，看着纪南琛，体会到了对方对他的珍重。纪南琛倒也不否认，嘴角勾起抹漫不经心的笑：“那是我好不容易拐回家的宝贝，自然是要重视。”江巡小弧度扯了扯纪南琛的衣袖，还是有点受不了纪南琛在父母面前秀恩爱。一家人又闲聊了一会儿，直到家里的佣人提醒去餐厅吃饭，这才起身。简单的吃完饭后，江巡洗漱一番，回到房间休息。半夜，一阵细微的脚步声走到门前，轻轻敲响了江巡的房门。纪南琛压低声音站在老婆门外：“巡巡，是我。”江巡还没有睡，听到纪南琛的声音，缓缓起身，穿鞋脱鞋走过去，打开了门。纪南琛整个人挤了进来，捧着江巡的脸颊，印上一枚热烈滚烫的深吻。过了好几分钟，两人这才气喘吁吁的分开。纪南琛眼色渐暗，手指轻轻摩挲着江巡白皙的脸颊，气息低沉：“宝贝，我来爬床了。”很快便到了纪南琛的生日宴，这次的宴会在家里举行，提前一天布置宴会的团队便早早来到了季家。鲜花红毯香槟，整个季家被布置的像是婚礼现场。江巡因为布置生日宴，便没有在楼下走动，这2天一直待在楼上。由于是季家掌权人的生日宴会，京城的各界名流悉数到场，从下午陆陆续续到了晚上。纪南琛提前交代过，晚上要带着江巡一同去见宾客，所以他整个下午都在房间里做造型，被季科缠着陪他打游戏，一直没什么时间去见纪南琛。直到宴会的时间正式开始，纪南雅这才推开门，找到江巡，把人往外拉了拉，语气有些着急：“巡巡，你怎么还在这里啊？宴会马上开始了，我带你去找南琛吧。”江巡此时穿着一身白色露金的西装，搭配了一条浅蓝色领带，整个人看起来气质高雅清冷。他微微挪动着步子，同纪南雅一起往房间外面走，温和的回应着：“好。”两人一同走出房间，扶着楼梯顺着红毯走下来。江巡略微有些吃惊，偌大的季家内竟然没有一个宾客在客厅。他站在水晶灯下，望眼看去，是蔓延到门口的红毯和沿路簇拥鲜红欲滴的红色玫瑰，馥郁的花香飘到了江巡的鼻尖，身旁传来纪南雅轻柔的声音：“江巡，过去吧，我弟弟在外面等你。”江巡有些疑惑的抬腿往外走，就在这时，高大的门从中间缓缓打开，无数绚烂的灯光从门口涌了进来。红毯两旁站着今天前来参加宴会的宾客，江巡心底越发疑惑，今天不是纪南琛的生日吗？他们怎么都看向了自己？直到他在人群中看到了熟悉的身影，他的父母、老师以及朋友也出现在了这场宴会当中。江巡后知后觉，浑身一震，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江母和江父看着自家儿子，
眼底略微湿润。小寻，你要永远幸福。秦年也在一旁带着他的徐影帝，朝他指了指外面，小江，你男朋友在外面等你。江寻眼底闪烁着光芒，脚步也越来越快，在众人的簇拥中往外面走去。红毯一直蔓延到了门外，一旁的栅栏做了特殊的处理。沿江的别墅旁停靠着许多辆游轮，其中的一辆白色游轮就在红毯的尽头。江寻朝着济南琛的方向走去，嘴里喃喃道：济南琛。济南琛则是穿着一身与他相配的黑色西装，含情脉脉地站在红毯的尽头，他手里捧着一束花，从游轮上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对着江寻真挚的道：寻寻，今天是我的生日宴，你曾问过我有什么生日愿望？他缓缓的单膝跪下，眼神炙热而又坚定。其实从见到你的第一面，我的愿望再也没有发生过改变，那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济南琛的声音透过话筒，清晰无比的传递到每个人的耳朵里。曾经因为误会，我错过了很多，以后我不想要再错过你。他的话说到这里，江寻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停了下来。济南琛抬眸看着他，眼底的爱慕之情让江寻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原来说的举办生日宴，对方一直想的竟然是和自己求婚。济南琛缓缓拿出一枚戒指，递到了江寻的面前。你愿意给我这个永远爱你、照顾你、呵护你的身份吗？他黑色的瞳仁深邃坚定地看着江寻，一字一句郑重地问道：结婚吗？寻寻。他没有问江寻要不要嫁给自己，他问的是结婚吗？江寻眼眸泛着泪花，这样深情款款的济南琛，他有什么理由拒绝呢？他缓缓伸出手，声音哽咽：好，我们结婚吧。济南琛露出一抹满足甜蜜的笑，把戒指取出，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把戒指缓缓套进了江寻的指尖。江面上涟漪的灯光映射在两人脸颊上，彼此眼底的爱意与坚定感染着每一个人。